人间游记，地念一回。修真道，大仙术前因，寻报应，阴魂翻物理。济公活佛降，壬戌年5月初3日，23日6月1982。诗曰：无畏炼道万丈劈，浮华虚妄阻道基。诚心行道终成果，半途而废如断机。即佛学道，学道修道，修道行道，行道年年有道，日日有道。道在260中，时时存乎道心，道念而行者，便是真道。若是虚心假意，半途而废者，实是最为可惜了。因此，行道之人，对道之认识，定要深研，方不至入宝山而空手回。蔡生恩师之言是也。道之难行，一时难行；道之易行，一时易行。有诚心、意志坚定者，是谓易行；若是无半点诚心之人，抱着只来看看参考而已者，那么大道修来一定甚难，是因自身难题而阻道门。即佛贤徒汝说的也对，如圣贤诸生之行道就好像非常容易，但是门外观看者就好像非常困难。其实难易皆在自己之决心而已。如果能够大大方方踏入道门者，那么学道之事何难之有呢？蔡生他们不敢踏入道门，是没有胆量吧？即佛汝说他们不敢踏入道门，是没有胆量，其实非也，因为有些贪名逐利之人，一旦看到善事便生畏怯。若是遇到名利或位之意，他们便如群蚁附山一样，久缠不放。蔡生恩师所谈是也，如此说来，他们并非没有胆量，是因眼短浅见而已。即佛道经有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因此，道之宝贵，难以言说，难以形容，唯有上士、上根、上善、上智之人，方能体会珍惜。下根、下智之人，只得在名将利所知中打转，受七情六欲淹没，受六道轮回转轮。蔡生恩师真是好话说尽了，若是观善书者，尚是一意迷痴，那魔要自怪于痴与佛无缘了。即佛是也。今父师徒闲谈至此，准备出发吧。蔡生好的，我已坐稳莲台了，请恩师启程。即佛贤徒目的地已到，现在我们在莲台上，可以发现前面有一佛堂，里面之人正在研学道理。蔡生末世以来，教门诸多，真是认识不完，但是办道之人，不是为解脱众生之苦，而出自慈悲之心。即佛大道之门，在末世之时，已是大开普度，各引有缘道子。若是身逢此时，尚不能接近道门修道者，那么真是空来此生也。
蔡生是的，此间佛堂好像公共佛堂，里面有20-30人正在聚精会神听台上讲师说法。黑板上还写有信为道源功德母，信能远离生死苦，信能常养诸善根，信为菩提做基础，哈哈。修道的却要有信心呀。祭佛现在有神圣来此接待，我们前去吧。蔡生好的。此时有位大仙屈前向祭佛接驾，下身参驾大仙。大仙蔡生勉励，今日能在此结缘，吾感觉非常荣幸，贵堂位。普化众生之际，神人经常用尽心血，实是令人感佩之至。蔡生大仙赐勉，愧不敢当，想不到大仙能舍弃天上逍遥之乐，下凡四处助道，更令人感动。大仙不敢，目前天时不待，故仙佛四处打帮助道，非只是无一人而已，南赡部洲四处皆是也。蔡生下生观汝年轻有为，不知如何修成呢？大仙说来惭愧，今日吾能受封浩然大仙，是因吾在生之时，一生为道奔波，至死节操不变，只此殉道而亡，并无多大功德可言。蔡生哦，此种精神的确令人感动，那么汝如何行道呢？大仙这个说来话长，在20多年前，因大道普传，无亦有缘能够得到真传，因此便知大道宝贵，就此四处劝人为善，助人为乐。有一日，父母病重，吃药罔效，吾发愿削减自己岁数，加添父母之寿。自此家族最谦每由我一人承担，导致身体欠安，但是吾道心坚定，不畏考磨，仍然四处讲道，如有他人拜托，更不推辞，长期奔波。因此积劳成疾，于数年前吾岁属该中，就此归空，但是一点浩然知性冲破九霄，因此受老母感动，封为浩然大仙，但是无生之道功未足，为报答天恩厚爱，再次下凡为道相助。蔡生真是令人感动。那么今夜大仙下凡是有何要职呢？大仙无四处游踪，无非为道而奔，如监察办道之人，例行功夫，评定公分之多寡，及维护道场清净，不使鬼魂乱闯。蔡生原来如此，感谢大仙开示。大仙贤生客气了，那么我们就此告别，后会有期。此时浩然大仙向祭佛参驾而后告辞，蔡生亦向大仙感恩谢礼。蔡生恩师，方才大仙之言，此些善男信女入堂听到，冤孽不能入内打扰，那么他们深藏何处？祭佛贤徒你有所不知，因堂内有佛光普照，又有神仙助堂，故一些冤孽所报不敢入内，现在皆躲于堂外也。蔡生真有此事吗？祭佛不信，待无佛善一福，你便能知。蔡生那么真是求之不得。
此时祭佛拿起佛扇一拂，佛光一照，鬼魂原形毕露，皆显得慌张畏惧之状，向四处逃窜及躲避。蔡生前所未见，看得目瞪口呆，大惊失色。方才有鬼魂在堂外等候，为何下身不能关见呢？祭佛，你现在未达佛眼之境，因此阴暗之处当然不能关见。蔡生，那么是否可以找出一位冤魂来对答呢？祭佛，可以的，待吾招来一魂。此时果然有一女魂不能自主来到蔡生面前。蔡生，前面女魂你不必恐慌，只要你能将来此用意述出就可。女魂我没，有点惊吓的样子，一时话说不出口。蔡生，请你慢慢说来，不必惊慌。祭佛，时间不早了，待吾拿出一颗定心丹，让他服下。此时女魂已将定心丹服下。女魂，求大神赦罪，女魂来此并无企图。蔡生，是呀，但是你为何能够来此呢？女魂，因我于冥府领命令，可以回阳寻人报仇，但是我要寻仇的人，想不到现在竟然能够学到修身，真是想不到。蔡生，那么你的仇人没去神坛请神圣排解吗？女魂，冤欠之事非是冲犯小事，岂是三言两语简易解决？蔡生，那么你如何报仇的？女魂，因为我们没有肉身，只有一股阴灵之气，此阴气附在人之魂魄，此人大多精神不宁，身体不能调和，人便容易暴怒堕落及不安，家庭容易吵闹不和，事业便很难成就，所以在堂内听到之。陈 XX 在5、6年前，身心经常受我折磨，但是他了解道理，每次受我报复，无论家庭遭受任何风波，他皆忍辱不怨，直到最近。因我跟随他的背后，一常往道场听到，年久月深，我亦受了感化，已不想报仇了。蔡生，怪不得有些修道者，修道之后，身体渐渐健康，家庭渐渐和乐，事业渐渐顺利，但是今日真是想不到，你在寻仇之时，竟然寻到道门听到，报复之心反变感恩之心，哈哈，道之妙用真是甚妙。如此说来，是仇人救了你的灵性也。女魂，是也。现在我因每日听经，心愿渐消，志灵渐明，回阴之后，悉能在地藏古佛莲下再学大道。蔡生，那么是你的奇缘了。女魂，可在生之时不知修道宝贵，现在落入阴身，修道已是较难了。蔡生，此何以言之？女魂，因为有肉身者，修道容易，将来正果受封较快，如果落入阴身，正果甚慢，一定要按部就班，考磨层层，方能过关，是此原因也。蔡生，有志者事竟成，你亦不必气馁，我预祝你能成功。女魂，多谢你的鼓励。祭佛，好了。
今日时间不早，最后吾奉送你一句话：个人修道，个人的，个人吃饭，个人饱。李生女魂，你能够接近道门，是你荣幸，前途无量。汝好自为之吧。蔡生，我们准备回堂。蔡生，我已坐稳连胜，请恩师回城吧。李生女魂此时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在蒙蒙的夜色之中消失了。很快的，继佛与蔡生之莲座已在圣贤堂的上空浮现。继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人间游记531 FHTML 22妖福德，每家树因果，论报应，人心造福祸。23聪明奸巧，反落监狱误己身。安分守己，总是人间自由人。24谈清修，明理修持，论诚惶，权宜善恶。25色不迷人，人自迷，物相本空，空色相。26王母圣诞，人间法会前祝寿，普渡良奇，幽冥善魂享自由。加022人间游记地念2回。妖福德，每家树因果，论报应，人心造福祸。No.22济公活佛降，壬戌年5月23日13日7月1982。诗曰：人伦常守家和其本作和散。4为遵行敦亲因。3省无生节己意。弘德四海乐道情。继佛俗云不见棺材不流泪，这句话的含义是人心往往固执难化，迷蒙的人如果没有等到死亡的那一刻，仍然我行我素，好像无视于因果轮回的存在，因此每天醉生夜死，在岷江砾所之间打滚，一旦死期将近之时，才感叹人生如梦，可是为时已晚。自古以来，多少豪门贵族在临终之时，说下了这些感叹醒世之语。但是这些人在生之时，偏偏斤斤计较，贪名遂利，所谓生前骗得不休，临终善言不断。到底生前是你心有余而力不足呢？或是力有余而心不足？依老衲观来，大多是力有余而心不足者多，心有余而力不足者少，这就是众生病。蔡生，那么众生有这种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继佛，这叫做心之无常。如修道之人看到别人富裕享受时，心就产生进取的欲望，如果看到他人死之，便说人生如梦，因此这个心经常颠倒妄想，忽而将名利欲望看重，忽而将名利欲望看淡，所以说修道容易行难道。蔡生的确也是，所谓修道1日，佛在眼前；修道1月，佛在天边；修道1年，佛就不见。修道者在初发心之时，往往志节猛烈，但是一旦过了一段时间，
就将道心失落。继佛所以修道之难，就在于此。如果修道容易，今日先佛也，不必为众生而苦口婆心了。好了，今日我们准备为众生查户口。菜生我们又不是凡间的警察，如何查户口呢？继佛，我俩查户口与凡间警察查户口不同。凡间警察查户口只是查人数，对照户籍而已。我俩所查之户口是人之善恶，其意亦不同。蔡生恩师所讲甚是，那么我跟随恩师。继佛，快坐稳莲台，我俩启程了。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继佛，要查户口还是找当地的土地公，比较容易了解，也比较清楚。蔡生，这倒是有理，土地公与附近的居民经常相处，所以应该比较了解，但到那里找土地公？继佛，这倒不难，前面山脚下就有一位了。此时继佛将莲台的速度减慢，并翱翔而下，在山脚边的土地公正好与三位善魂开怀畅饮，不料看到继佛驾到，一时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急忙起立接待。福神欢迎继佛驾到，小神接待不周，请原谅。继佛臣 XX， 福神，想不到你尚好慈悲中物。福神惭愧，见愧。今日适逢几位好友来此相聚，故只饮几杯而已。继佛请坐。不知旁边这位是什么大名？继佛，他是圣贤堂天比蔡生。福神，哦，原来是圣贤堂孪生，久仰。久仰。蔡生，福神你好，今日来此打扰你的雅兴，非常抱歉。福神，那里？那里，难得继佛驾到，非常欢迎。继佛臣 XX， 福神，今日来此是要查访贵区居民之善恶，以资参赞三才莫部天书、人间游记之用，希你能够带路前往查访。三才天地人，莫部地狱游记和天堂游记已完成。福神，原来如此，那么小坐一会，再启程吧。继佛，公事要紧，不可拖延。福神，既然如此，我们就启程吧。此时继佛与福神及蔡生向住宅前往而去。现在我先讲述第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夫妻和好，家庭美满，子女又智慧聪明，身体健康。夫君于一家食品公司当主任，平时工作认真，生活检点。这家的女主人前世更是一位善人，时常布施，并帮助贫困之人，因此种下今世福报。现在又信仰佛教净土法门，蔡生福慧双修，的确很好，标准的幸福家庭。福神，再来这一户生活平凡，无善无恶，我们就不必说了。蔡生，好的。福神，第三户这家人本来有些福报，可是这家的女主人自小娇生惯养，不知节俭，自从出嫁后
丈夫上班，她平时无聊，又无事可做，便东家长，西家短，搬弄是非，口德不修，造下口业，因此削减了不少福德，家庭失去原有的和气，将来子女教育与前程也会受到影响，这都是这位女主人惹的祸端。第8户这家夫妻前世结了冤孽未解，此世夫妻重逢，因此家庭破碎，平均每3天必吵架一次，都是因为这家的女主人过于孤僻，心胸狭窄所致，所以全家人的生活心灵上感到很痛苦。好了，前面这几家不善不恶，因此不必采证，现在我们走到那边，再访问别家吧。蔡生好的，那就麻烦你了。福神那里，这一家的父母亲在年轻时家境贫寒，但是靠着坚强的意志将子女教育长大，现在他们的子女皆有很好的成就，如今家庭美满，生活康乐。土地公又指另外一家，这户的男主人是位修道人，现在已清口如素，但是美中不足是夫妻不能同修，因为他的太太听信谗言，自己又智慧不足，不能判断是非，所以将来这位男主人可能修到天仙果位，但是他的妻子却要转入轮回的果报。蔡生那位修道人是否曾向你拜拜？福神他很礼貌，如果经过小庙，也向我敬礼。蔡生这就是修道人的本性。福神但有些修道人对我都不屑一顾，自己认为高高在上，有一副唯我独尊之模样。蔡生得道高僧吧。福神如果得道高僧或是德行高深的人经过此处，我还要担任警卫护送的任务，可是偏偏有些少有德行又自以为得道的人才会如此。蔡生这倒是有理，所谓稻穗宝石的头比较低垂，稻穗未饱的他总是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福神哈哈，的确也是，想不到贤生能讲这句让人心服口服的话。蔡生福神过奖了，其实我还在学习当中。福神你客气了。现在我们走到那边，这里有一户前世也是一位善人，此世降生福地，因此自小就很少吃苦，拥有一些产业，本来努力经营，事业还很顺利，可是最近结交几位毒友，如果不早日回醒，我看事业即将遭受挫折。蔡生希望他能提起勇气，改掉陋习。福神这户人家也是问题家庭，婆媳之间不能和睦相处，经常吵闹。蔡生这到底是谁的错？福神我看做媳妇的人应该有忍辱负重的雅量才是，当婆婆的人应该将媳妇视为自己的女儿一样疼惜，自然婆媳之间的隔阂可以突破，否则两人都非常痛苦。现在这位婆婆因为经常生气，
血压升高，心脏衰弱，他的媳妇却是脑神经衰弱，患有失眠之症。因心病影响到生病，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蔡生，这是累世的业障吧？福神，我看这要请祭佛来讲吧。祭佛，这虽是业障，可是其中如果有一位修养有素的话，自然可以改变暴力的气氛。如媳妇有一种忏悔的心，认为这都是累世所造的孽缘，而低心下气，不与婆婆争闹，自然自己心性平和，失眠之症自然不药而愈。而当婆婆的人，如果在年轻时能够修心养性，自然年老也不会固执难化及分别心重，造成家庭不和。福神，祭佛讲得非常有理，那么现在我们又往别家访问吧。蔡生，好的。福神，前面这家现在事业正青云直上，拥有一间小工厂，可是这位男主人不知前世有修，故此事降生福地，现在事业刚稳定的时候，变花又久的一派大老板的模样，现在又在外面金屋藏娇，我看不久便有苦汤可尝了。蔡生，那么请问土地公，附近的居民经常向你拜拜，你是否都保佑他们呢？福神，祸福无门，为人自照，他们向我拜拜，只是一点诚心而已。如果为人不善，依赖无保佑，那是自欺欺人，但是如果忠孝节义知情节，一旦被吾知道，吾一定呈报南天，给予嘉奖。蔡生，原来如此，那么请问土地公，你的生前是如何呢？福神，哈哈，竟然问到吾的家事来了，好吧。为了劝化世人，我就告诉你吧。我的生前居于澎湖，因我在年轻的时候极易好善，所以每遇有他人急难，需要救济之时，吾就义不容辞地前往接济。因此归空之后，受明王嘉奖，被分发到聚善所修炼神职之务，现在又被调到此的服务。蔡生，那么你的职务是何呢？福神，我的职务如同凡间的警察，在此区之内，若是发生善恶案症者，吾皆一一记录在案，分别呈报南天、地方城隍及民府，将来皆要受到实际之报应。故世上之人，勿曰善恶无报，其实是时间未到也，时间一到，因果难逃。蔡生，今日非常感谢土地公之帮忙。福神，那里贵堂为劝化世人而著作《人间游记》，作为时机采访，非常良好，我也乐意帮忙。祭佛，好了，今日时间不早，就此结束吧。蔡生，福神，再见了。福神，希望后会有期吧。祭佛，衔徒坐稳莲台，准备回城。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回城吧。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23人间游记
地念3回。聪明奸巧，反落监狱误己身，安分守己，总是人间自由人。济公活佛降，壬戌年6月初3日，23日7月1982。诗曰：人生浮游转眼逝，造孽罪障难消除。有朝一日监牢尽，悲叹自愁已太迟。祭佛哈哈，人生短暂，待肉骷髅，不过数十年光阴，便要改头换面。可是众生往往舍不得失去，每每为这具臭皮囊涂装而烦恼。有时候甚至于不惜作奸犯科，危害别人安全，一旦受到牢狱之灾后，才悔不当初，如此一念之间，自堕地狱之乡，众生实是大愚也。蔡生是也。今日的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往往为了一时想不开而做出懵懂之事，如此逞强横行的作风，真是天堂有路你不去的，狱无门自闯进。祭佛贤徒，地狱你已经去过了，可是人间监狱你去过了没有？蔡生还没有。祭佛，那么今日就带你到人间监狱采访吧。蔡生那真是求之不得，能以灵视探测监狱的情形，亦相当难得。祭佛，那么闲话少说，现在就启程吧。快坐稳莲台。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前面就是龟山监狱，这一片广阔的原地，路意盎然，比起阴间地狱还好得多。蔡生，的确也是，到底人道的福报比地狱道的福报还多吧？哟，前面壁上还有一幅广大的清明上河图壁画，大概是此些人的杰作吧。祭佛，人有犯错的时候，可是不可因为他们犯错而忽视他们的能力，只是他们被动成性，其实他们皆有聪明的头脑及灵巧的双手，只是用错了地方而自投罗网，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后果。如果这些人能够将所有的体力与智慧用于正当之途，那真是前途无量呀。蔡生恩师说的真是呀。有些残废的人都能创下一番美好的前程，想想他们有的失去眼睛，有的失去了双手，有的失去了双脚，但是仍然凭着坚强的意志迈向成功之路，无视于身种的残障，真令人佩服。祭佛，他们虽是身体残缺，可是心灵不缺，而监狱这些人虽是身体不缺，但是心灵欠缺，因此这个地方就是心灵的疗养院。人们来此倘若能够洗心革面，出狱后仍然是一位堂堂正正的人。蔡生，这里工作场所很多，有电机厂房，有印刷及制版的工厂，有缝纫制衣的一所，还有许多工作台，好像是让他们做工艺品及电子零件，还有这片绿油油的农田，大概都是他们的工作环境吧。祭佛，自食其力，
自力更生，本是人类的生活目标。以前他们想多了福禄，现在来此以劳动报偿，也是应该的。人生的追求并非奢侈与放荡，而是要追求一个亲善和谐的安定生活，以利己利人的平等观，去滋润周围的环境，这才能达到富强康乐的目标。否则，不论自己或是家庭及社会，都会带来不幸，而全盘皆输的。现在政府得志，不但广设技艺工厂，让他们学习技能，而且还开办学校。蔡生在何处呢？继佛，我带你去吧。蔡生好的。此时继佛又带蔡生住新竹而去，来到少年感化院。蔡生果然前面有一所立德补习学校，来此皆是青少年，我真想不懂，他们年纪轻轻便受牢狱之灾，前面亦有技艺工厂诸多，好像是要让他们学习技能吧。继佛是也，如果有如此环境上不知上进者，那么真是大失机缘了。蔡生，我觉得现在有许多小孩皆顽皮难教，不知事实原因。继佛，其实小孩是最顺从父母的人，因为他们依顺着父母的秉性而生，所以父母如果个性安详喜悦，小孩子的个性也大多安详喜悦。如果父母急性暴躁，那么小孩子也大多急性暴躁，可见小孩之个性是秉着父母之性而来，所以培育美好的下一代，要先从自身做起。蔡生如有父母个性平和，而小孩顽逆难教的情形呢？继佛，如有这种情形，就与因果有关了，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耐心的教导，不可有自暴自弃的举动，因为这种因果的造化，有者3年，有者6年，小孩性情日明，那时又以习性为他的人生行为。有者为了因果所报而来，这些都是孽缘，是前世欠修的原因呀。如遇到这种情形，也不必怨言，只要心存回报感恩之心，耐心的教导，自然可以教导成功的。蔡生，那以何种态度来教导下一代比较正确呢？继佛，人之初，性本善，幼童的心就如一颗种子一样，你把这颗种子种在一个有耐心、有关怀、有鼓励的土地上，它的成长必定是美好的。倘若为父者事业忙碌，无暇照顾，为母者又心浮气躁，或是固执成见，管教太严，或是过于袒护宠爱，或是漠不关心，而让小孩子自生自灭，这些都是未能保持中和之道，所以就会产生问题家庭。因此父母如有这些行为，都不是爱他，反而是害他。还有一些父母不能以身作则，行为不正，那么小孩子的模仿性很强，心性往往就像一张白纸，耳濡目染，一旦染上不良习性，便很难再改。
所以养子成龙，养女成凤虽是天下父母的第一心愿，但是还要从本身做起呀。蔡生的确也是呀。反求诸己而自得，反求别人便全失。现在这些人已经睡入梦乡了，但是有者却是辗转难眠，心灵总是不能平静，无法入睡，好像正在回忆过去的自由与幸福吧。祭佛一个失去自由的，才能领悟自由的可贵；一个经过痛苦的人，才能领悟幸福的滋味。今日的人能够生活在富裕自由之中，如果尚不能知足安乐，而每每做出超越自己的生活范围以外，危害他人利益、迫害人伦道德，实在太不应该了。蔡生下身有一点见识，有些人好胜心强，不甘示弱，因此一闹是结党未能事，动不动就耍枪弄刀，来夸示自己的能力与威风，好像说我不是弱者。祭佛贤徒你讲的亦是，所谓想胜天，却输己，这就是众生病。所以这些人到最后都留下悲哀的下场。人若是不能将我直看空，反被欲望所害，所以人心有时候是很脆弱的。好了，现在我们另往别处采访。此时祭佛又带蔡生往台北而走。蔡生这个看守所亦甚为广大，里面也有女性犯人。祭佛有些女子并不是自己犯法，而是因为丈夫以太太名誉办理支票户头，一旦先生事业失败，支票不能齐付，而吃上官司，受牢狱之灾，真是为钱受困，为夫受罪呀。蔡生前面此位女子尚在哭泣，真是可怜。祭佛他想到自己儿女而流泪的，前世欠修，所以此世缺福，因此来此消消业障亦是好的，出狱之后可以多出一份人生的体悟，否则过于奢侈，尚未吃过苦头的人怎能体悟苦头的滋味呢？蔡生恩师说他前世欠修而被关，可是有些罪恶昭彰的人往往逍遥法外，好像不太公平吧。祭佛云三世因果，因此因果不能单看一世的祸福，所以不能说逍遥法外者就是幸运，无辜被关的人就是不幸者。反而有些人因被关而得救，领悟人生，体悟真理，得到福音，而逍遥法外者因幸灾乐祸，更造无边的罪孽，而愈加堕落，永离善道，自失道源。蔡生恩师讲的甚是。前面这位男士自己一人关在一间，蹲在墙角，脚上又有脚镣铐住，真可怜。祭佛此人犯了重大刑案，所以现在将他隔离。蔡生人性有时候真是不堪一击，心浮气躁者往往一言不合就拔刀相见，好像威风十足的样子。祭佛如此之人，最为愚痴了，
杀了别人就是杀了自己，因此人绝对不能以暴怒武力胜于别人，因为以暴怒武力胜于别人，只是胜于表面，等到对方一有机会，还是会找你报复的。如果要胜人的话，当要胜人之心，如古圣先佛，他们不以暴怒，不以刀剑迎人，但是却能万古流芳，此才是真正的圣人呐。蔡生恩师所述，果然有理。前面这位青年冒着冷汗，在睡梦中惊醒，好像是做了噩梦吧。祭佛人有时候在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勇敢，其实在他心里的深处往往却很懦弱，只是凭着匹夫之勇而已。刚才这位冒着冷汗惊悸的青年，是因为他平时与人结怨，经常滋生事端，打架闹事，所以心灵上有一份恐惧感深深地埋在心里，还不能抹去，就连睡梦中也常常有厮杀、格斗、逃跑的情形，这份心灵的煎熬，比被关进在监牢里还要痛若呢。蔡生，这是心灵的地狱吧？贵在太可怜了，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是自古以来的名训，我想青少年应该珍惜这句话才是呀。祭佛，我们祝福他们早离苦海。好了，今夜著书就此结束吧。闲徒坐稳莲台。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回城吧。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100%加024。人间游记，地念4回。谈清修，明理修持，论诚惶，权宜善恶。济公活佛降，壬戌年6月16日，5日8月1982。诗曰：万籁俱寂静心奇，人间游记者是时。云游来去虚空界，物在自己莫贪吃。祭佛，今夜万籁俱寂，行人稀少，只观圣贤诸生前心静灵，以待神灵下降。老衲每观圣贤诸生，以此慈悲喜舍，乐道自然，不求回报之效劳，无心便大感舒畅。由此可知，诸生无论在悟境之上，或是在行持方面，已有进步，此亦是鸾门大幸。希圣贤诸生能以此精神继续普化，行此度己度人之大业。蔡生恩师讲到，本堂鸾生在悟境及行持方面已有突破，但是刚才有一位师姐问起我婚姻之事，但又好像有意清修，未知恩师之意如何？祭佛，贤徒如此问甚佳，相信目前有许多修行者皆有此种疑问。但是有者早已立下清修大愿，有者尚在迷惑之中，不知何去何从。今日你既然提到此题，吾就以此问题来做个评析吧。立清修愿者，第一，最好能征求父母同意。第二，不可意气用事，或是有所勉强。第三，
需要名师及亲修道伴。因为有名师指导，不使修道偏邪；有道伴提携，不使道心颠倒。如此亲修，教义有始有终，否则容易半途而废。蔡生所谓半途而废者，皆出于何因呢？即佛半途而废者，皆出于信心不能坚定，而产生见思惑。蔡生见思惑之含义，可否请恩师解释清楚呢？即佛所谓见思惑，就是修道之人在半途之时，遇有障碍烦恼，而产生无明，因此在所见所闻之上有所迷惑，不能断灭，此为见惑。或是修道之人在思维之上有邪思妄想，不能断灭，此为思惑。以上两惑皆是修道之人最大的障碍。如果有道伴提携，有名师指导，若有此见思惑产生时，自有名师。或是道伴以正见、正念、正定及正思维解之，否则容易贻误大道，更贻误他人。蔡生那么一心想清修者，也是不易。即佛之易行难，因此有清修之志者，必要断去荣华之念，改去浮沉之性，再谈清修，否则胡乱立下清修愿者，若无名师指导，又无道伴提携，最后还是改变原志者未多。蔡生恩师所述之理，甚是合乎中道，希望正要清修之人有此认识，方不至有始无终，而贻误大道。但是如果有人立下清修大愿，又找到理想对象而成家立业的人呢？即佛此种之人是有心无志，如果已经成家立业的话，亦不必为此烦恼而自甘堕落，应该面对现实，脚踏实的默默耕耘，行善布施，半圣半凡，亦可成就大道的。蔡生哈哈，这种尖锐又顾忌的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感到非常困惑，但是经过恩师的指点，相信对未立清修愿者及已立清修愿者都是一种很好的答复。即佛好了，现在就开始我俩应做的工作吧。蔡生是的，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即佛今夜带你去访问城隍尊神，现在将到城隍爷庙，闲途拟正其一旅，我俩准备入内。此时有一位将军发现即佛驾到，急忙入内通知过了不久，城隍尊神及司礼神与一些将军亦起立准备出门迎接。司礼欢迎即佛驾到，请入内休息。即佛多谢，多谢。此时即佛与蔡生已经进入城隍庙内。城隍欢迎即佛驾到，卑职怠慢，请原谅。即佛不用容气，今日为著作《人间游记》而来，因此需要你们帮忙。城隍哦，原来如此。此时司礼神献上香蒲茶果招待，现在请用吧。蔡生多谢城隍厚礼，请问城隍尊神，为何里面有亡魂的哭声？城隍哦，
这是在左边室内，有些被拘禁之亡魂，因为尚在怀念家亲，所以悲从中来，忍不住而哭的。等一下，我带你前去观看，你便知道。祭佛，那么现在就启程吧。城隍，好的。蔡生未知城隍尊神的职责如何？为何庙中有那么多将军及善魂走动呢？城隍无知职责如凡间之警察局一样，因为职责通于阴阳两界，故凡是在阳间死亡之魂，皆要来此报到，方转往他处办理。蔡生原来如此。城隍方才汝听到之哭声，就是从此事而出。蔡生这些亡魂为何皆被脚镣铐住呢？城隍此事所尽亡魂，皆是在生作恶多端，因此监禁于此，等待本处司过审清查作恶资料，属实之后，方解押的府判罪。蔡生这位青年，年纪尚轻，为何也会来此报道？可否请他述出原因，以资劝示？城隍，那么你就接近访问吧。蔡生，请问这位青年，你为何被监禁于此呢？此时亡魂低头不语，无言以对。城隍，王 XX， 这位是阳间善堂正鸾，今日来此采访案证，你快将在世所作所为讲出，以资警示。如果你据实讲出，本神将呈报明府，你也可以减轻刑罚。此时城隍尊神又命黑白将军将亡魂手铐及脚镣打开。亡魂多谢城隍爷恩赐，但是为顾虑家亲父母之面子，请让我不必将姓名地址讲出。城隍，好的。亡魂想起我在生所作所为，实在惭愧，在就读初中之时，便不学好，开始学会抽烟、赌博之事，因此在就学期间经常逃课，如此隐瞒父母达1年之久。后来被父母发现后，我又不知悔改，反埋怨父母为何要生我，为何要让我活在世界上，为何要做我的父母。一些不正的念头在我心中回绕，自此我就自暴自弃，离家出走，更结交不良朋友，成群结党。本来我胆量很小，但是为了逞威风，不得不装好汉，因此动不动就打人、伤人，动不动就生气、暴怒，或是拿扁钻吓唬老实人。如此养成一脸人见人怕的狰狞面目，以我的认为，实在是威风十足。因为没人敢惹我，就这样在偶然的机会里，我混入了赌场。自此我吃喝玩乐，更是得心应手。但是因为我狂妄自大而得罪了不少同辈的弟兄，因此有一次我喝了酒，而遭到仇人的暗算，被杀中要害，送医不治死亡。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面目全非，现在又被拘押此处，想到过去所作所为，恶贯满盈，罪有应得。生前曾经听过一些老年人的劝告，
但是我都笑他们傻瓜，反而对他们说科学时代哪有因果，哪有鬼神。现在死了，才知道科学与道德并重的，不能违背良心坏事做尽。现在又想起父母养育之恩。此时亡魂讲到伤心处，不禁激动的泪从中流，使在场的气氛显得格外低沉。亡魂低头擦干了眼角的泪水之后，又继续说：想来人活在世界上，是有一半的福可享，又有一半的业要消，得大的福大，得小的福小，但是我将那一半的福也花光了。蔡生想不到你也能讲出醒世的道理。亡魂是我在这里静静体悟出来的，但是现在听到一些将军说，我后世不能为人，可能在地狱受刑期满之后，又要转生畜道轮回。我一想到此，就不寒而栗，因为生前我看到一些鸡鸭狗类小动物，最为讨厌，有时一生气就踢上一脚。当这些小动物汪汪哀叫时，我却哈哈大笑，一点也不生怜悯之心。想不到风水轮流转，如果我下世成为一只狗，希望世人不要随便乱踢。最后我奉劝世人，不要像我一样，不听父母的话，随便欺侮别人，而得今日的下场。蔡生听你所讲的话，我就想起有些作恶之徒，在东窗事发又被警政单位逮捕之后，往往便说出一些醒世的箴言，引人深思，让人回味。这证明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你的聪明智慧太好了，可是反省的太迟了，实在太可惜。亡魂，请这位善人帮忙，拜托，拜托。城隍今日你能将属实讲出，又有悔过之心，讲出醒世的话语，我将据实呈报冥府，减轻你的罪行。蔡生请问恩师，如果有人犯了错，但是因为看到人间游记而悔改前非的话，是不是能够不受将来恶报呢？城隍，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之过必改，善莫大焉。因现代青少年常于末流之中，花花世界迷人生活，稍一不慎，便被滚入洪流大海，永无出期。但是如果接近善之事，或是看到此本人间游记，而知道以往所作所为罪大恶极，当要即刻回头猛审，永断恶根，堂堂正正的做人，迈向光明的大道，以报父母养育之恩，努力工作，更要找一份正当事业，忏悔过去，助人为乐。自然他年不但不受地狱刑罚，更可超生天堂，不受轮回。其他房间尚有之恶魂不必访问，现在我们往右赶善魂之处吧。蔡生这间亡魂室，看他们心情比较轻松，请问这位善魂，你在阳世之事可否讲出呢？善魂，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大善事，但是心不做亏心事，
又与邻里和好，再生过得愉快，死后又受当地福神接引来此休息的。蔡生的确很好，为人原则不失，人道永存，家道永兴。祭佛今夜时间不早，我看就此吧。城隍好的，那么在此奉送祭佛及贤生了。祭佛贤徒坐稳莲台，准备回城。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回城吧。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破魂投体。加025人间游记，地念5回。色不迷人人自迷，物香本空空色相。济公活佛降，壬戌年7月初3日，21日8月1982。诗曰：色相本空物真宗，六尘非有见性亡。三星扫去归正觉，五蕴尽除可神通。继佛科技发达以来，暴力事件时有所闻，这些迷昧的人，有的为了追求金钱，有的为了追求地位，有的为了追求荣华，有的为了追求春色。其中为了追求春色而堕落的人更是不在少数。但是仍然有些灵觉不昧的修道之人，还能够在桃花洞中勃然醒悟，洞察一切色相，而悟了色相本空之理，知悉六尘非有之道。今天为师带你去访问这类的闲修之士。蔡生这道很好，相信现在仍有许多在色魔的牵引之下，越陷越深，更痛苦不堪，而不能自拔的人。我想此时正是这些人在呼救的时刻了。继佛贤徒，你说的也是。所以说站在高处去鸟瞰迷魂阵，便能了然分明。立在道心来观察盘丝洞，只不过是诱人的迷窝而已。蔡生，那么恩师今天所要访问的闲修之士，大概已经站在高处，立在道心吧？继佛大凯是吧？人总有迷糊的时候，可是去了迷糊之心后，就能显出本来的妙智，去观察一切诸相，而洞彻本性。蔡生的确也是，那么于途就随着恩师的背后，去访问这位带有大圆净智的大德吧。继佛，那么现在就准备启程。贤徒坐稳莲台。蔡生，我已坐稳莲台了，请恩师启程吧。继佛在这世交格外的清静，大部分的人早已睡入梦乡之中了，只剩下一些人尚在马路上行走。前面这座古老的建筑是一个大家庭，也都已入睡了。蔡生既然入睡了，恩师带我来此，岂不是会打扰别人的清梦吗？继佛贤徒，你有所不知，这个家庭有一位青年在数年前因身体衰弱而忙坏了父母。蔡生，这是为什么呢？继佛，还不是为了色字。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这把刀就把这位青年身上的肉与精气神割去了不少，当然身体衰弱，
蔡生后来呢？继佛后来当然劳动了家中的父母，买了一些高贵的补药，补了又补，又买了中药、西药大包、小包统吃，还是不能痊愈，使父母困扰万分。最后这位青年在偶然的机会里走到庙宇，发现一些免费赠送的善书，而随手取来翻阅，自此奉圣盛情，无意中就将色魔赶出了门外，生理也渐渐的不药而愈了。蔡生哈哈，心病还是心药医，真是太巧妙了。继佛现在这位青年正在酣梦中，待我念动真言密咒，将他提灵，与你对话。蔡生好的。此时继佛口念真言密咒，已将睡梦中的 X 姓青年提灵。元生恩师你好，请受于徒一拜。继佛贤徒勉励，现在我向你介绍，这位就是圣贤堂的天比蔡生。元生哦，原来如此，久仰。久仰。蔡生师兄，你好，今日来此，请多多指教。元生蔡师兄，你真客气，我学道不久，以前又是前过重重，但是自从研读圣贤杂志之后，性之反悔自新，否则现在不知堕落何方了。蔡生此何以解释之？元生说来惭愧，还是不说为妙。继佛贤徒，今日来此就是要采访你过去能从迷茫之中返回悟觉的过程，如果今天你不说出来，如何能够拯救他人，也能一样悔悟自觉呢？元生恩师之言甚是，可是我的私人秘密，怎好公诸世人，当作他人茶前饭后的画饼呢？继佛贤徒，这点你放心好了，你的真姓实名与地点皆不会公开的。元生既然恩师如此一讲，余徒只好照办了，那么要从何处讲起呢？继佛当然从你年轻堕落的时代讲起。元生好吧。年轻时候，一向任性贪玩的我，又好奇成性，所以买了一些黄色书刊观看，因此染于色魔甚深，不能自拔，后来竟然也跟别人去看黄色小电影，自此我在色魔的引诱之下，经常浮现春情妖艳的美女形象，有时精神恍惚，有时半夜梦遗，不能自主，无形中将自身三宝精、气、神耗散殆尽。虽然父母为我操心，经常买些补药为我补身体，可是仍然效果不彰，因此我生活上觉得非常痛苦，但是又无良策来治愈我的毛病。有一天，偶然的机会里，我在一间庙宇里面拾获了几本善书，而知道修心养性之道，可是有时仍然受不了外缘的干扰。最后在半年前，我看到《人间游记》第6回，每一回产生时，刊于下期圣贤杂志。第6回10月生，今7月，约半年多。
里面有继佛恩师对美色的阐述与分析，使我当头棒喝，亦使我举一反三，更悟了不少。自此我就将女色洞彻分明，了然一切，而不再受色魔的支配了。蔡生 X 师兄，你竟然拿得起放得下，不愧为一位大丈夫，能够如此，胜过其他尚在迷茫的人千百倍。但是请问 X 师兄，汝是如何将女色一刀两断的？原生这个说来话长，我也不知从何说起。本来我每看见异性，便产生爱慕亲恋与欲望之心，这都是以前看一些黄色书刊所引起的淫念驱使作用。如此意乱情迷的行为，更使我心神不宁。后来我静静的沉思与观想，到底女色有何迷惑之处，使我轻狂如此。因此我开始深究这些微妙的关系，最后我发现了女色本空。蔡生 X 师兄，你的发现太好了，那么请问你是如何分析的？原生好的，我分析的结果没有所谓的女色，因为女色诸相皆是人为的巧办与自身迷惑而产生的结果。譬如在街道上偶而看到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她身上穿着是一件色彩绚丽的露背装与一件艳丽的迷你裙，梳了美丽的头发，脸上涂上了秀丽的化妆品，更于腿上着了一双晶莹剔透的丝袜，如此就成为一幅美人之形，秀色可餐之香，使她顾盼生姿，成为男人注目的焦点，甚至使有些人着迷于这种诱惑的外表而难以自拔，更产生心理变态有之，染毒淋病有之，惊哭生皮有之，强暴杀人有之，金屋藏娇有之，休妻纳妾有之，造成家庭风波有之，社会道德低落有之，真是难以一一枚举。然而这些迷人的装扮，有时就好像蜘蛛布了迷魂网，引诱一些好奇的飞蛾自投罗网一样。如果要排除这些色相，只要以观想的方法就能启发出观察智慧，去观察到底我为何会受到他的迷惑。到底是他穿着迷人，或是化妆迷人，或是玉体迷人，还是他的肤色迷人？如果是他穿着迷人的话，那么他所穿的迷你裙与露背装只不过是布料所做成而已。为什么当我们看到布料不迷人？如果是那双丝袜迷人，那么丝袜当它在工厂的时候，只不过是一捆的丝线而已，一点也不迷人。如果是脸上的化妆迷人，可是化妆品只不过是一些化学品而已，一点也不迷人。如果是玉体肌肤迷人，那么之果我只观察他身体任何一方寸的部分，就找不出他的诱惑力与迷他力，因为以他的玉体肌肤还抵不过现在瓷器碗的晶莹光滑，以它动体的柔软绵细，尚抵不过棉花的细腻柔软，
由此可见色不迷人，人自迷，美色只不过是自己意时产生的错觉而已。蔡生哈哈，怪不得在有名的《西游记》中描述猪八戒的贪色而惹来许多麻烦，其实这些都是针对人心而讲的吧。其用意就是提醒好色的人不要被那些不真实的外物所诱惑而蒙蔽了本性，否则只有自找苦吃了。原声但是仍有一些迷茫的人还在迷惑中走入盘丝洞，尚以为快乐窝，其实在探照灯或是显微镜的照映下所显现的光明中，这些迷惑的色境本魔所存。蔡生听师兄对色相的剖析的确高明，相信你的话能够解救不少的迷途羔羊。原生那里这些都是学道以来所获得的妙观察智呀，所以我还要感谢你们呢。蔡生我们只不过是为社会大众尽一分为部的力量而已，相信一些幕后功臣者才是最令人敬佩的慕道者。继佛今天时间不早了，你俩针对色相的言论甚佳，因此老衲在此呼吁中国的女性在衣着方面该合乎中国贤惠的女性美，端庄贤淑，而不是以巧扮装饰的色相美来当作迷惑异性的利器，否则不但对女人本身的安危会亮起了红灯，更对社会风气有害。在此更希望迷惑于色场上的有志青年能够慧见斩情丝，不要为色所害而身败名裂。此时继佛将 X 性原身安魂定魄 XX 原身仍然在睡梦中，继佛与蔡生也准备结束今天的旅程了。蔡生准备回堂吧。蔡生好的，我已坐稳莲台了，请恩师启程。继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26人间游记地念6回。王母圣诞人间法会前祝寿，普渡良期，幽冥善魂享自由。济公活佛降，壬戌年7月19日6日9月1982。诗曰：鬼门大开灯普渡，中元起赞魂不孤。盂兰盆会处处有，金忏祭典拔苦途。祭佛时间过得真快，转瞬间，贤徒你在圣贤堂的效劳已经6年多了。这6年多来，你在半圣半凡的情况下，悉心奉献不少，可谓精神可嘉。反观现在的孪生，不是信心不够，就是厚力不足。每效劳1年半载，就半途而返，真令老衲摇头叹息，想不到道还是这么难行，使人产生畏途。蔡生这大概是所谓的大道宽阔，圣门路窄吧。祭佛好了，今天不谈这些了，贤徒你知道本月有何大节日吗？
蔡生中元节，祭佛事雅。每年一到中元节，家家户户就特别的忙碌，商场也因此而大发利市，皆为普渡大事而忙得不亦乐乎，真可算是阴阳皆普也。蔡生恩师说错吧？难道洋人也要普渡吗？祭佛，哈哈。阴魂尝其气味，阳人识其体物，不是阴阳皆普吗？蔡生，哦，原来如此，在此月中，相信众生都大饱口福吧。祭佛此月虽然是普渡大祭，鬼门大开，但是在冥府之中罪孽深重者，仍然不能到阳间享受祭典大会的。可是尚有无计其数的鬼魂还可以到阳间参加盛典。蔡生恩师，今天是否要以中元普渡为题，去访问那些游魂孤鬼呢？祭佛事的，本月庆赞中元的地方到处皆有，昨天又是王母娘娘圣诞加成，因此为师趁此机会带你到王母宫访问一些孤魂吧。蔡生，那真是求之不得也。祭佛快坐稳莲台，准备启程。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已经到了，贤徒下莲台。蔡生，此处精深悠扬，孤魂来来往往，祭品满桌，形成一片热闹的景象。坛前有法师正在大诵经忏，一些喜听经声的孤魂正在聚精会神的听经说法，但是仍然有一些孤魂对于经声不感到兴趣。祭佛，此是 XX 宫，现在这些信徒正在庆祝王母娘娘圣诞而办理3天法会，今日是第2天了，现在有驻堂神圣前来迎接，贤徒你整齐衣履，准备入内接受招待。蔡生，好的。此时宫内有3位神圣走出宫外，迎接祭佛及蔡生入宫。王母娘娘又命左右侍者赶快准备榛果茗茶招待。住此位王母娘娘乃是人间历任代表王母娘娘之神。祭佛，劳烦你们了，今日正逢母娘圣诞，因此无携于徒蔡生前来祝贺，并参者于人间游记之内。王母非常欢迎，圣贤堂为普化事宜，不辞辛苦，令人亲服。祭佛及贤生，你俩辛苦了。祭佛，那里个人职责不同，怎有辛苦可言？王母，祭佛你客气了。祭佛，贤徒，因为时间宝贵，现在你随这2位将军到堂外采访就可，为师在此与王母娘娘闲聊一刻。蔡生，好的。此时蔡生随2位将军背后走出堂外。将军无患，来几位孤魂让你访问吧。蔡生，好的。此时将军已唤来几位孤魂了。前面这位孩童，你今日能来参加盛典，心情大概甚为愉快吧？同魂是也。我本来被禁在枉死城中，但是本月正逢普渡佳期，因此凡是在地府之中
罪孽不深重者，皆可赦免，来到阳间。参加7月普渡法会的蔡生，你年纪轻轻，为何早死呢？同魂，我是在一次游泳的时候不小心遭到溺毙的，但是阳寿未尽，所以暂时被禁于枉死城中。今日正逢王母圣诞，因此我们能够来此参加盛典的，但是唯一美中不足是不能到处乱窜，因为我们尚在冥府将军的监护之内，不能离开范围之外，否则会遭受处罚的。蔡生，前面这位善魂亦来此参加盛典吗？善魂，是的，自从7月初1开始，我们就能够自由来到阳间了。蔡生，为何你能受到特别的自由？善魂，因为在生的时候无功无德，可谓一生平平，因此王后被分发到贫民区工作。本月正逢中元佳节，所以我们可以放假1个月。蔡生，想不到你们还比我们洋人舒服，还可以放1个月的假。善魂，是也。此月之中，我已参加了不少法会。蔡生，那么你在阳界走动之时，是否会扰乱阳间的百姓呢？善魂，不会的，因为在7月之时，日夜由神加强到处巡逻，又我们在生之时及于冥府之中皆表现良好，才有此特别自由的殊荣。如果来到阳界后不知检点，而犯了过错回阴之后，就要受到处罚了。蔡生，原来如此，多谢你接受我的访问。此时蔡生又另访一位同魂。这位小弟弟，你全身有点伤痕，是为什么呢？同魂，我是在阳世之时，因为家里发生火灾而被烧死的，现在阳寿未尽，因此尚在枉死城中。蔡生，那么你在枉死城中是否痛苦呢？同魂，因为我们是遭灾劫罹难而亡，所以暂静在有广大庭园右环境不错的枉死城中，等候冥王的裁决。刚开始居禁于枉死城的时候，因为刚刚离开亲人，所以甚为痛苦，但是现在已经结交了几位知己，所以能适应环境之后，就不会感到痛苦了。蔡生，原来如此，好好保重吧。前面那位女魂好像很饿的样子。将军，那位女魂是在生的时候贪嗔过度，不惜五谷，浪费过多，因此王后被禁饥饿地狱之中，但是幸有她的女儿能够参圣学道，所以才能超拔她参加王母娘娘庆典的。蔡生，原来如此。此时两位将军又带蔡生入内堂了。继佛贤图你采访之后，感想如何呢？蔡生，下生感觉因果善恶报应，事实俱在，天并无亏待任何之人。所谓作福得福，作恶的恶，勿谓天眼无珠，其实善恶昭彰，条理分析，半点不差，故在生作恶之人，勿存侥幸之念，行善之人，勿有气馁之心。即佛是也。
今日让贤徒有多一番认识之后，希你能够多劝他人去恶行善，此就是著作人间游记之最佳意义也。那么今夜我们云由就此做个结束。贤徒拜辞王母娘娘吧。蔡生好的。王母娘娘请受余生叩辞。王母贤生勉励。此时王母娘娘及诸神圣宋词祭佛及蔡生至宫外，祭佛贤徒坐稳莲台，准备回堂。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回城吧。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家人间游记完。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人间游记531克 HTML。27南天忏悔院补修功德。院内青年子叙述果因。28论修道，道道自然平易心。谈学法，法圆通无二义。29论道法圆通，随缘示现。访归因罪魂，愧恕生前。30行灵公园，历观游人心境。论其因果，善恶报应明分。31纲为常伦，故应修整。功德之心，亦当奉行。32人间含万象，义理贯通。游记数史机，千般包罗。027人间游记地念7回。南天忏悔院补修功德。院内青年子叙述果因。济公活佛降，壬戌年。月日缺。诗曰：青年学道正相当，大道火宅炼性亡。三奇逢险须早悟，莫待涅盘怪自忙。又诗：道脉发扬布世间，真理普化赖圣坛。神仙降鸾传真法，有缘参悟皆不凡。祭佛今夜有10数位好道青年，从各地而来参圣学道，使老衲突感心情舒畅，哈哈。学道之人如果能把握青年时光，好好研修精进，将来定是无可限量。反之，如果不珍惜年轻有为之时，而浪费宝贵时间，将来才知大道可贵，恐怕为时已迟，故无特为今夜各地来堂参鸾之青年勉励。希望此些青年能够在有生之年，好好珍惜机缘，好好精进道业。蔡生恩师突然勉励今夜来堂参鸾青年，好像对年轻学道之人特别关怀，但是末世以来，有些青年位于罪业过深，因此对修道之事产生恐惧，在此是否能请恩师为此种人解惑之？祭佛贤徒汝此问甚佳，如有此种年轻之人，有学道之心，当不要为于道途坎坷，只要自己脚踏实的，按部就班，将来仍然可以学成大道的。现在无谓解答此种问题，不如待贤徒亲证实例，使有志学道青年能够产生信心。
蔡生，那么恩师今夜将带于途前往何处呢？祭佛吾带你到南天忏悔院，因为此院中有许多先前罪孽深重，但是后来有心学道，而将修成果位。今夜吾带你前往采访院内修士，让你访问他们在生之时如何突破困境而修到弃天果位。蔡生，如此太好了，这样我可以多多向他们请教。祭佛，你有谦虚之心，的确不错，现在坐稳莲台，我俩启程吧。此时祭佛与蔡生坐在莲台之上，冉冉上升，一会儿已漂浮空中，向南天而去。前面已到南天忏悔院，贤徒可下莲台了。蔡生，此的风景绝佳，仙鸟、仙树、祥云以待，奇葩异卉交织，成一片和乐的景象，美妙极了。祭佛贤徒，你不必贪恋此种景色，因为此处环境虽佳，可是以你将来的果位是胜于此的。蔡生，哈哈，余途不敢奢求，但是想不到南天的景色就有如此的美妙。我想现在正在修道的人有福了，因为以几十年的修为，可换来万千年的天上福报，的确很值得的。祭佛，好了，闲话少谈，现在院内已有神圣来此接待，贤徒吾俩随他们入院吧。蔡生，好的。此时祭佛即来迎神圣与蔡生进入忏悔院中。蔡生观见忏悔院中的修士，个个善气充满，毫无邪气之表露。蔡生看得非常欢喜，心情更是舒畅万分。正在此时，院长已经前来并与祭佛寒暄。院长，祭佛大驾光临，未知是受何风吹来，真是稀客也。身边这位凡人是谁？祭佛，哈哈，今日带此位凡人来此参观贵院，并参着人间游记的。院长，原来如此，那么此位就是圣贤唐天比吧？祭佛，是也。院长，那么赶快入院内招待室休息吧。蔡生多谢院长厚礼，不敢劳烦。祭佛，是呀。我想时间不足，还是请院长安排几位院生来此参道结缘，并述出在生所为功过。院长，好吧，我马上吩咐左右侍者，即刻办理。因此院长传下左右侍者，并即刻请来3位院生来到祭佛之前。蔡生，前面此位大德，请问你今日能修到南天果位，下生在此先恭喜您了。院生，那里现值墨迹大道普传之事，因此余幸的有缘之人引导并参修大道，故今日方能来此天界进修的。蔡生，不知大德在生之时是修何种道门呢？院生，吾在生之时因罪孽深重，有一次身体欠安，吃药枉效，一时不知如何解决，正在此种困境之下，幸有一位善友前来相劝，说这是因果牵缠之病，
但是无半信半疑。后来我在偶然的机缘中，入銮于山东善德堂中参圣学道，果然在学道之后，身体渐渐健康，但是因为家庭俗务过多，不能一心一意奉献毕生之劳，因此只在圣堂效劳10年之久，便离开善德堂。后来当我岁中之后，蒙受善德堂恩主提拔，到南天忏悔院再参圣学道，并研究依理道法，以其将来可以派下凡间历任神职之用。蔡生所谓天不辜负人，前辈在生之时，能于圣堂效劳10年之久，甚是难得，相信道公已是不凡，在此先恭喜你。此时蔡生又请问第2位院生。院生说来真是惭愧，在生之时，我本是一位流氓，每日只知吃喝玩乐，不知学道为何物。幸好有一次在偶然之机会中，经过吴妻的感化，使吴勃然悔悟，更进修大道，因此今日方能超拔来此的。蔡生此何以言之？院生这与我3世因果有关吧。在生之时，我的贤妻正是修道之人，但是当时我浪荡成性，每破坏无妻的修养与名誉，希望他不要修道，但是无妻仍然不与我计较。时过6年之久，我深深被他坚定的信心及慈悲宽容之大量所感动，不再故意破坏，并帮忙他行持住道。如此经过一生，后来当无归空之后，想不到竟然能受诸天神圣剑拔，来到此处继续进修。蔡生，恭喜你，在生有此贤妻成全你修成真神果位，真是3生有幸。院长是也。所以奉劝世上之人，当要多多参圣学道，做为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人。蔡生是的。现在蔡生又另外请示第3位院生。前面此位大德，请问您在生之时如何修持的？院生，我在生之时是一位庙祝，所以每日皆要看管功德经，又每日来堂参拜之人不少，我皆不分贵贱，虔诚有礼接待。只因道才清白，为人厚道，所以我虽然学问不深，但是仍然受主神之提拔，推荐来到此处继续学道的。蔡生，此种行为甚为难得，修道之人能够身心清白，亦是甚为困难。今日大德能够操结联手，当然能配神格也。继佛贤徒今日采访就此结束吧，以后若有机会再来结缘就可。蔡生，好的。此时继佛及蔡生参辞院长及诸神圣与院生。继佛于途坐稳莲台，准备回堂吧。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继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28人间游记，地念8回。论修道。
道自然平一心。谈学法，法圆通无二义。济公活佛降，壬戌年月日缺时曰：天理人性顺自然，宗教意义不为焉。假事不庄真君子，实相世界可结缘。即佛宗教的意义并不违反自然，反而要人更趋于天性的自然。如中庸上记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由此断便可知，小人皆有本然的天性，顺乎天性而为，就是道。可是人们往往不能依此而行，每每超越道德的樊笼，更做出不仁不义的事，所以圣贤先佛不忍人性堕落，因此才提出教化的准则，让人都能够修心养性。例如，一个恶人，或是一个曾经做过坏事的人，或是一个正准备做坏事的人，他们最坏的打算就是人死万事空，而不知人死只是肉体之死，人的真我灵性又在实相世界重现，人生只不过是多带了一副躯壳而已。所以排斥宗教的人，就是拼斥自然法则的人。这种人也往往毫无忌惮地纵情造业，以致富贵贫困荣辱的失，因果轮回不停，这就是人性的悲哀。一般人以为学道是消极的举动，而大家挞伐这种人，只要一谈到道，就好像谈到虎一样的色变，味道如味虎，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人皆生活于道中，皆踏在道的领域之上，例如人体的生命律、宇宙的运转，无为而为，生生不息，皆在于至虚至无之中所产生的变化，蔡生天地万物的运转，正如老子所云无为的道吧。即佛老子之学是超越了积极与消极的两面，因为积极是圣，消极是负，而老子已达到思想的最高境界，因为人类好像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在走，那就是为了欲望，为了欲望而生，为了欲望而死。如果失去了这个欲望的满足，就是消极痛弱，为消极而生，为消极而死，这是人类的通病。没有深远的意义，没有悠远的目标，也受到七情六欲的浸染与萦绕，在心灵中生老病死，就成为人类的深坑，虚荣名利就是人类的坟墓，这是何等的失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呀！老子之道，就是以淳朴无华、清心寡欲之道，而达到无为的妙境。虽然只是以这几句来概括，可是真正要实行达到这种物与行的境界，的确要下番功夫了。蔡生恩师之言，深入妙机，将老子之学表露无遗，相信好道之人，当能多一层的认识与领悟了。记佛贤图，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赶快启程吧。
蔡生恩师之言有理，我已坐稳莲台了，请恩师启程吧。既佛已到了，贤徒可以下莲台。蔡生此处环境清幽，前有佛寺，正有菩萨住堂。下身参拜菩萨。此时蔡生已见妙能菩萨化身，光芒四射。菩萨贤身勉励。蔡生下身不才，今日有幸能拜访菩萨，讲菩萨能多方指导。菩萨贤身为普化职责而努力，的确不凡。蔡生说来惭愧，虽是普化，但凡尘依然偷盗窃淫不绝，实令人费解。菩萨贤身，你亦不必为此担忧，因为凡尘在太极之内，太极是阴阳相报，因此有善恶因果对待之循环，所以非观普化之绩效也。蔡生多谢菩萨开示，在此清净之地，若能出家于此居住，一定不错。在此先请问菩萨，成道与出家有关否？菩萨身虽出家，心未入道，非真出家；心若入道，身非出家。亦是出家，身若出家，心亦入道，即是身心出家。故身出家指是形象，非实相。心之入道，虽非形象，但正是实相。形象本假，实相方真，故成道之因，非观形象，只观实相，以此悟之则可也。蔡生是雅。那么请问西方极乐世界于何处？菩萨此处即是西方极乐世界。蔡生此何以言之？菩萨心净则佛土净，故是也。蔡生依菩萨之意，西方极乐世界只是名称而已，并无西方极乐世界之地吗？菩萨当然有西方极乐世界之境，但是非不净之人可至，故无说。此即是西方极乐世界，其意是表示先有西方之心，方有西方之地也。蔡生哈哈，菩萨之言的确甚妙，发人深省。那么要如何才能超生西方乐土？菩萨要超生西方乐土不难，只要将酒色财气爱物欲的根源斩除，便是逍遥自在仙。蔡生是雅。是雅。那么请问菩萨，众生皆具有佛性，但是在地欲受罪之众生，是否也有佛性？菩萨当然有佛性。蔡生既有佛性，那么佛性岂不是也一样同要受罪？菩萨佛性无坏、无相、无住，所以不受罪。蔡生为什么不同受罪？菩萨佛性无形无相，真空妙有。众生性执着烦恼，贪恋不绝，魂魄不离，因此佛性欲空，众生实欲有，所以佛性不同受罪。蔡生那么可否谈及菩萨在世之事？菩萨既然受称菩萨，便无过去、现在、未来之心，因此贤身是否要无谈及过去之事呢？蔡生哈哈，多谢菩萨开示，听菩萨之言，的确不凡。
那么再请问菩萨佛的定义。菩萨佛是福人之诸三心四相、七情六欲等。佛是无执，佛是无染，佛是无分别，佛是无去来，故名佛。菜生是凡心死，圣心活之意吗？菩萨凡心即是凡人之心，凡心亦就是心猿意马之心，此心猿意马之心，经常与七情六欲相牵相缠，所以凡人10日不得1日之清净，不得半刻之清心，此种之心即是凡心。因此，只要修道之人能降伏此心，便是明朗灵觉之心，此明朗灵觉之心，便是圣心，超凡之心也。菜生那么禅有上、中、下3乘之分否？菩萨众生之分别，故有上、中、下3乘之分，但以佛之见，则无上、中、下3乘之分。菜生此何以言之？菩萨因为众生有上、中、下3乘之分，故先佛方设下上、中、下3乘之法。众生若无上、中、下3乘之心，佛亦不必设下上、中、下3乘之法，是此原因也。菜生守此如来心，则是上乘之法吧？菩萨哈哈，贤生所说是也。如来之法，只有一法，是守一心，就是如原初本来之心，谓如来心，即是佛心也。菜生何名顿悟？菩萨顿者，顿去言思妄想之心；悟者，悟其见性之道，即是顿悟法门。即佛妙能兄之言，令其妙慧，提供学道之人心的境界，的确不凡。菩萨道兄，汝客气了，有谁不知道兄汝分身化意，无拘无束，广度有缘佛子？即佛妙能兄，汝过讲了。但今夜时间不早，不能多谈，惜后会有期，再见。菜生下身参辞菩萨，并多谢菩萨赐下之金言玉语。即佛贤徒坐稳莲台，准备回堂。菜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回城吧。即佛圣贤堂已到，菜生下莲台，魂魄投体，100%加029。人间游记地念9回。论道法圆通，随缘示现，访归因罪魂，愧恕生前。济公活佛降，岁次壬戌年8月念3日，9日10月1982。记曰：说法无定法，以众生心为法；谈道无定道，以众生心为道。继佛圣贤堂普化以来，所阐述之真理，可谓不少，所以在阐述之过程中，时而讲大法，时而讲中法，时而讲小法，时而讲无上之法，有时常令众生不知如何选择。老衲现在不如一语道尽，就是说法无定法，讲道无定道。因为众生心的悟境皆非一样，
所以圣贤先佛所阐述之真理，亦不能以一定的格式为真理，而以对象因缘为契机的准则，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环。因为万法皆是为众生而设，若无众生，亦不必说法，更不必谈道。因此，法皆是因人而设，因人而教，有教无类。蔡生恩师所讲甚是有理，所谓对下乘人说下乘法，对中乘人说中乘法，对上乘人说上乘法，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即佛贤徒，如照你所讲的话，只能达到契机和合而已，尚难以使对方产生精进道业的效用。如果能对下乘人讲中乘法，对中乘人讲上乘法，对上乘人讲无上之法，如此才能提高修道之人的悟境与行持。古圣先贤皆是以此教示后学，其苦心无不是要提示后学的进修路程。蔡生还是恩师讲的有理，余徒智慧浅薄，尚需恩师多多开示。即佛，其实你说的也对，因为如果对一位固执成见的人避免讥讽相对，当然只能以局限的道去论范围以内的法而已。况且有些人只肯接受别人恭维的话，不肯接受训诲的言辞，所以就难以启发对方的智慧了。蔡生这种情形的发生的确很多，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大概是这个原因吧。即佛，哈哈，时间宝贵，今晚不再谈这个问题，贤徒坐稳莲台，准备启程吧。蔡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即佛，贤徒前面就是人生的归处。蔡生，哦，前面有一家殡仪馆，怪不得恩师说那是人生的归处。即佛，其实这还不是人生最终的归处，只是人生肉体的暂期之所。蔡生恩师所讲甚是，来到此的有人正在痛哭，非常可怜。即佛，生离死别本是人生在所难免之事，但是人之生非是真生，人之死非是真死，故生亦不必欢喜，死也不必过分悲伤。怎样的来就怎样的去，因为生死本是人生的自然过程。聪明的人只要珍惜真我灵性，不必执着假我肉体。现在我俩进去馆内采访吧。蔡生，好的。当即佛与蔡生进入馆内时，蔡生看到有亡魂被将军扣押。蔡生心中有疑，便问即佛：前面有将军，不知是何处派来的？即佛：哦，他们是从城隍之处派来的。此时在馆内之将军看到即佛前来，顿时萌动恭敬之心，便向即佛行3鞠躬礼。即佛，你们辛苦了。将军那里？那里？即佛，贤徒现在由你向他们请示问题吧。蔡生遵命。请问将军，我看你们甚为忙碌，不知是为何而来？
将军，我们是奉城隍之命来的。蔡生原来如此，那么今夜祭佛与我是为了著作人间游记而来。将军是否能够赐予方便，让我访问那2位亡魂？将军，当然可以呀。蔡生多谢将军。此时蔡生前去访问第1位亡魂，但是此位亡魂闭口不说。将军 XX 亡魂，你快将在生之时所作所为从实述出，等待回音之后，我可以将实情呈报明王，当可以减轻你的罪过。经神将之开导后，这位亡魂已有点悔意的样子。亡魂，我在生所作所为，现在回忆非常惭愧，为何又要我再说一遍呢？不是叫我难过吗？不如让我早日归阴吧。蔡生这位大哥，今夜我们来此是为著书劝世而来，今日你既然有惭愧之心已是甚佳，但是尚希望你能够将在生之时所作所为述出，以便将来这成书后可以劝化世人，你亦功劳不少，何况我又不要求你将真名实姓与地址述出，所以你可以放心的。亡魂，前面这位兄弟，我看你非常良善，令我惭愧，想不到在此世上倘有如此善良之人，但是可惜我在生之时不能与你一样。蔡生听亡魂之言后，竟然不知如何回答。亡魂，好吧，我将在生之为人说出吧。想来真是惭愧，在生之时，我本是聪明人，但是一念之差，使我步入黑暗之途，只因为我好赌心强，在读书之时就结交不良朋友，平常欺侮老实之学生。当时我在学校是有名的流氓，因此在一次打群架后，受校方记了大过一次，我就对读书无心去，后来干脆离家出走，到台北谋生。刚到北部时，起初在一家机车行学习技术，但是好逸恶劳成性，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再产生兴趣，又结交了飞车党，每日到处乱跑，可谓威风凛凛。过了一段时间，金钱来源又发生了问题，所以我又开始跟随一些恶友学习开锁之技术，起初偷些脚踏车，后来胆量渐大，就偷起机车，最后更于取轿车，音响变卖典当。只因技术不错，虽然我曾被判入监狱数年，但是出狱之后仍然不能自悟，又与窃友为伍。后来我们更做大于帮派之中，每日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今天与几位朋友喝过酒后，回家途中驾着轿车，因终日心神不定，结果一不小心在蒙蒙中撞上桥头，一命呜呼而去。想不到在生之前不好好为人，现在归阴之后才知人之死亡非是全死，只是死于肉体而已。蔡生大哥，
你能将在身所作所为毫不隐瞒一一说出，真是难的。可作为醒人之借镜，相信尚在黑暗之中厮混的人，若是听到你悔语的心声，一定能够早日回头，更迈向光明之道。那么再请问第二位亡魂，你在生之所作所为，亦希望能从实述出，如何呢？亡魂，我在生是一位赌徒，我现在如此说，希望你不要耻笑。蔡生大哥，我不会的，希望你能放心吧。亡魂想起赌徒生活，有时真是令人咬牙切齿，因为在赌场上与人相处，无不是以勾心斗角往来，外表是称兄道弟，心里是各怀鬼胎，很少有真正实质的朋友，有时真有要好的朋友，也因为赌博而大伤感情，或成为仇人而反目。蔡生，你说此话，真是令人深省，如依真灵效的强心剂一般，但是听大哥之言，我也有点迷糊了。亡魂，你不是赌场之人，当然是听不懂的。蔡生，那就请大哥开示了。亡魂，好吧。我本是务农之人，但是贪图荣华富贵，因此迁到北部谋生，本来是做建筑之工作，偶尔休息之时，便玩玩扑克牌。就此我玩上了瘾，后来更与朋友上职业赌场，如此越赌越大。正在此时，认识几位赌场的老千，专门以诈赌为伎俩，因为有利可图，所以我跟他合伙，并利用机会找些稍微有点认识的朋友或结交几位有钱的老板，为了赌博赚钱，便不分朋友弟兄了。起初来到赌场之人，大多先让他们赢上几回，而且更厚礼接待，如此大鱼可算钓到一半，剩下的一半只有等他上钩了。蔡生，如何上钩呢？亡魂，因为他们吃到甜头之后，便会自己走上门来，而且越赌越大，我们就开始在赌具上大做手脚，或耍些花样，但是外行人又怎样能够发现呢？如此一来，有些人被我们诈得家破人亡，至今想来的确太不应该了。蔡生，是的，这样的确违反做人的原则。祭佛好吧。今夜时间不早，贤徒坐稳莲台，准备回堂吧。蔡生，我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祭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30人间游记第30回。行灵公园，历观游人心境，论其因果，善恶报应明分。济公活佛降，壬戌年8月29日、15日10月1982。诗曰：臣住坏空悟始终，生老病死人所痛。清心寡欲超尘界，安贫乐道自轻松。即佛成住坏空本是万物生化的自然过程，人也是一样。
身体有生的一天，就有死的一天。只是有些人以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闲适生活下，活于生的领域之中，可是有些人就不同了。这种人不是过得身心疲惫，就是精神崩溃，因为这种人不是自奉太后，就是嗜欲太深。有以上两者的比较之下，前者是自求多福，后者反而伤身害命。但是在生死之间，能够真正了解摄生养命的人，就的确太少了。因为这种人必须了解真正的生死之道，也超越了生死的假象而得到自在解脱境界。因此，也唯有领悟到的人，才能超乎这种境界。蔡生这种人，大概已了解真我不生也不死的意义吧。祭佛贤徒，你答对了，这种人对生不惑道可喜，对死也不惑道可悲。因为道种人已超越了生死之道。好了，今天也不必多谈，我们还是负起著书的任务吧。蔡生，好的，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吧。祭佛已到了，贤徒可以下莲台。蔡生，恩师今夜倒是轻松。祭佛，为什么？蔡生，不然为何带于徒来公园？祭佛，哈哈，为师260中皆轻松，为度众生日夜忙。蔡生，恩师又讲禅机了。祭佛，哈哈，贤徒你的确是老衲的知心呐。蔡生，那么今夜带我来此是有用意的。祭佛，那当然。今夜来访问一些闲逛夜景似轻松，心情混乱一忙的人吧。蔡生，哈哈，恩师心血来潮，话中有话，这个余徒就不懂了。祭佛，你不看前面这些闲荡的人，其实有些老人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也隐藏着徘徊的心境。虽然外表看来心情似是轻松，说不定心坎上正是一茫茫。因为这种人在心灵的深处都怀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往事历程。这些往事的历程导致心灵的裂痕、意志的彷徨、今宵这些中，老年人来到此的只是想以短暂的轻松去弥补漫长的空虚与回忆。蔡生，恩师之说的确深妙，我看前面这个人长吁短叹，意志彷徨的样子，好像内心有说不完的往事无奈吧。祭佛，贤徒，前面这个人今日的落魄，壮士可怜，可是此人在30年前，在黑社会上曾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蔡生，竟有今昔相去10万里之人。祭佛，此一时，彼一时，风水轮流转，彼时身怀巨款，身强力壮。此时在岁月的履亘之下，已经孤苦伶仃，衣薄单影，只能落魄街头了。但这也是他自招的祸报。蔡生，原来如此。祭佛，前面正在溜达的老人是一位退伍军人，因为年轻时正逢战乱，因此随军来台，
现在已经退伍了，论起此人，正直无私，将来自有福报可得。蔡生精忠报国之人，最受人敬仰，祝福他能够颐享天年，并得善终。继佛这位坐于椅子的人，论其身世不凡，但是平生不悟因果，不信神佛，所以善事不做，德性未修，福报渐消，最后事业遭逢逆境。前年其妻又患癌症死亡，现在只得回味往事了。蔡生我想，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希望他能看开点。继佛前面此位老人卧于板椅上，你看到了没有？蔡生我已看到了，此人好像非常落魄，不知是何原因。继佛此人今日的下场，完全是其自作自受的结果。蔡生此何以说之？继佛此人在中年之时，本有个美满的家庭，但是不安分守己，专做投机取巧的生意。有一次，正逢经济不景气之时，心生邪念，便以诈骗方式佯装公司倒闭，而暗地里却存了很多钱在妻子的户头，又与妻子办理假离婚，想逃避债主在所讨欠款时所需负的法律追究责任。此种诈骗的行为当然受到法律的制裁，最后在监狱里度过了几年的岁月，梦想出狱后又可与娇妻重温旧梦，安享晚年。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当他出狱之前，妻子眼看不对，已与情夫远走高飞而不知去向。最后此人在走投无路之下，只有自暴自弃，悔不当初了。蔡生所谓天不从人愿吧。继佛这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奸中自有奸中手，想要黑吃黑，结果自作自受。因此人如何对待他人，他人就以何种态度对待我们，这是一定的道理，切不要以为自己奸巧能够逃过他人的眼光，其实非也，奸巧之人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蔡生恩师之言甚是。继佛前面此人老态龙钟，蓬头垢面之模样，蔡生我已发现了，未知此人过去如何呢？继佛此人是酒成性，自己酒品不佳，但是尚要多饮，此是最坏的习惯。蔡生那么今日为何会变成此种模样呢？继佛此亦是自作自受也，本来他娶的一位良妻，但是此人福薄，依然是酒成性，经常晚上喝得大醉酩酊，然后才回家闹事，又经常打骂妻小，所以其妻因不堪痛苦，便离家而去了。自从此后，此人之事业就呈现瘫痪的景象，后来此人干脆以做零工为生，现在自身已体弱多病，都是以前是酒惹的祸端。蔡生此是否与人的命运有关？继佛经云天难成，命弥长，其意是天赐给人的命运并非一定的。因为感应篇又云祸福无门，为人自照，虽然人之命运是自
即累世所照的因果，所显现的路径。但是世界上有两种人是不照命运而行的，一是经常犯错的人，一是经常行善的人。此两种人的命运一定未照本来的命运而行。方才之人就是经常犯错的人。蔡生恩师之言是也，难怪经常看到有些人脸有福相，未见显达，而脸无福相，却能作为上司或是赚了大钱，大概是这个原因吧。即佛贤图你所说的，只是福报的一部分而已，其实无形的道德才是真正的福报，而有形的福报有时未必是真正的福报。因为这个时代欺世盗名的人太多了，得到非分之福的人也太多了。以上这些人不一定就是有福或是有德，只是的名的利。因此依迷茫之人的眼光来看是福，依仙佛的眼光来看却是祸呀。蔡生哈哈，恩师之言太妙了。记佛好了，今天著书的采访资料也已经差不多了，我俩准备回堂吧。蔡生遵命，我已作遂莲台了，请恩师启程。记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31人间游记第萨一回。刚为常伦，故应修整。功德之心，亦当奉行。济公活佛降，壬戌年9月16日，1日11月1982。诗曰：人间游记废神人，3纲5常写历程，4为八德义记载，公共道德须提升。记佛三才莫不天书，即将者成，1年多来，圣贤诸生未相赞此部天书之著作，其办道精神可嘉。现在此书即将完成校制。老衲回想过去，在游记之中，无不是提倡3纲5常、4为八德之。中华固有文化，其含义无非要修道之人，先由人道恒起。谚云：人道尽，天道尽，此就是修道者之座右铭。但是在新生活的规范中，除了5伦之外，中华人民硬要再加强的地方，就是第6伦。公德心，使人人遵守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共同建立一个安定祥和、互助、互惠又美满的新生活社会。这是国人应该共同奋斗的目标。蔡生恩师今夜突然提起第6伦功德心，甚合于图的意思，好像师徒连心吧？不然为何会有如此的巧妙呢？即佛师徒连心不连体，心心相印，因为灵台清者则是佛心，佛印心，心心相印，师徒连心，相差几何？蔡生哈哈，的确是呀。心佛不二，佛心不二，但是今夜恩师所提倡的第6伦功德心，为何古圣先贤未曾大力提倡呢？记佛贤图，
古时不要交通标志，不要交通规则，行人可以来去无阻，通行无碍。如现果在不要交通标志，不要交通规则，行人就难以通行了。蔡生哈哈。的确，人民的生活规范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呀，就像古时候不要仙佛降坛服鸾阐教，人人都能遵守道德。可是现在的人灵慧日昧，疑心深重，非要以显化方式来救醒一些迷途羔羊，否则这些人就不得行善立德，我行我素，只知逃避法律责任，而不知守住公共责任，更不知守住良心的责任。祭佛贤徒，刚才你所讲的话的确不凡。蔡生，这大概又是一次师徒连心吧？祭佛，那很好，希望你能够经常心佛相连，就是师徒连心了。蔡生，是的，是的。祭佛今日就以沙盘扶鸾方式，针对第六轮功德心来唤起人民的自省自觉吧。蔡生，但是要以何种方式去灵游著书呢？祭佛，那么今天就带你环游一些先进文明的国家，让你知晓中土人民与先进文明的国人对功德心遵守的比较吧。蔡生，哈哈。恩师今夜提起此事，其实余途早已想过要请示恩师了。就是自从《人间游记》著作以来，只在本国领域之内为题著作阐述，这是何因呢？祭佛，这也没什么好怀疑，因为宗教不干涉政治，况且扶鸾是中华古圣先贤所创立之法门，又以中文著作出书，所以凡是看此书的人大都是中土人民，因此著作此书不便带你到外域谈一些与道德无关的琐事。蔡生，经恩师之解释，余途听来亦觉甚有道理，想不到在人间游即将要者成之时，可以开开眼界了。祭佛，好了，那么闲话少谈，我们启程吧。蔡生，好的，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启程。但是今日以此为题，会不会让吾们中华民国的国民说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祭佛，我想有这种见解的人，只要低心下气，就能悟到另一句话，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即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的道理了。蔡生，的确也是，就是多批评自己，少批评他人，多问问自己，少讲讲他人，是吧？祭佛，好。这句话就能够使人少造口业，所以贤徒刚才所说的话，就是这本书最好的礼物，人人如果能够如此，自然能够洗心革面，改头换面了。蔡生，希望如此。祭佛，贤徒，我们先来观察吾们中华民国国民的功德心吧。现在我俩停于十字路口，由你自己观看就可以，到底是不是遵守交通规则。
蔡生这里没有警察站岗，我看到就有一部汽车闯红灯了，还有一位机车骑士好像将消音器腋下，在马路上行驶，雷音震天，呼啸而过，而且又超载，但是他们好像很逍遥的样子，完全无视于他人的侧目。祭佛这些人骑着车子，只是在观望四周有没有交通警察。须知，如果每个地方都要站着交通警察，那么等于每个十字路口都要一位辛苦的警察，也需缴更多的血汗钱，花在请保姆的警察身上呀。就像刚才这位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只怕自己被罚钱，而不知道节省自己的血汗钱，结果因小失大。人民如果能够守住公德心的自律，就是等于节省自己的血汗钱，这是一定的道理。蔡生恩师讲的真有道理。刚才于途又看到两位行人不走人行道。祭佛，如果人民不守交通标志及交通规则，那么设了交通标志与交通规则又有何用呢？现在吾又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吧。蔡生，好的。祭佛，此是一个野外郊游的地方，闲途你只要往下看就可以了解到底环境如何。蔡生，这个的方有山有水，溪水潺潺，山气绵绵，溪边到处有野餐烤肉的痕迹，但是纸屑与果皮到处可见，塑胶袋报纸及垃圾流入溪中，污脏溪水并漂派四处，的确不雅观。祭佛，公共的场所不能共同维护清洁，这些都是不遵守公德心的杰作。蔡生，我想有些人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反正今天我到这里，下次就不来了，管他的。祭佛，是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吾想这位自私的人也不会再来这里了。蔡生，为什么？祭佛，因为这里早就变成垃圾场了，这位自私的人还想来吗？蔡生，对。祭佛，每个人只要多为别人想想，这个地方不就是一个清净的地方吗？所以人应该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胸襟，才能使人人幸福康乐。现在吾又带你到外域参观别人的优点吧。蔡生，好的。祭佛，闲途现在由你自己看看，再把心得讲出来吧。蔡生，好的。在这十字路口的地方，没有随便按喇叭的司机，也没有争先恐后及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祭佛，是的。西欧人民在人伦亲切方面的确跟不上我们，但是在公德心的建立又是令人刮目相看。现在吾又带你看看别的地方吧。蔡生，好的。祭佛，闲途你看前面这个大广场非常广阔，庭中有喷水池一座，一些鸽子常翔其间，漫步逍遥，
自由愉快，没有人会去破坏他们的自由。蔡生的确太好了，但是这些鸽子如果在别的地方，可能就会被人捉去烤鸟肉了，怎能还在广庭之上逍遥呢？继佛是的，相形之别就在于此，所以此部人间游记者成之后，希望能唤起国人的自省自觉，人人守住公德心，才能建立一个安定祥和的新生活社会。蔡生我听说过一句话，就是说要观察一国之人是否遵守公德心，只要往公共厕所一看，就能了解了。继佛无想每个人只要回想自己的公共厕所是否清洁，就能知道了。蔡生恩师今天好像贬低了自己的身份似的，不讲信理心法，不谈高深的道理，不说微妙的真理，而去纠正社会的行为公共道德，会不会让一些有道之士辱笑呢？继佛子曰：有教无类，贤徒你难道要无有分别心吗？蔡生我没有这个意思呀。继佛那我们就不要自命清高万法平等的，于徒你就安这个心吧。蔡生的确也是我要安这个心了。继佛哈哈，于徒你已经悟到我的意思了。好了，今天这个以公德心为题的游记就此结束吧。蔡生我已坐稳莲台，请恩师回城吧。继佛圣贤堂已到，蔡生下莲台，魂魄投体。加032人间游记第32回，人间含万象，义理贯通，游记数史机，千般包罗。济公活佛降，壬戌年10月26日，10日12月1982。诗曰：光阴似水长逝流，人间游记范圣周。32回中完满，望其观月至立修。继佛时间过得真快，人间游记的著作也随着光阴的流转，很快的过去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回了，贤徒你有何感想？蔡生有开始的一天，就有结束的一天，于当然高兴呀。可是这本游记不是36回才要结束，为何在32回就结束呢？继佛36回是36天罡之数，人间是以4为8德，4纪8节，4象8卦为数，而且佛陀以32好相出现人间，那么人间游记何不以32回出现中土？蔡生说的是也，那么今夜是否要参加书成之庆典？继佛贤徒，你大概想要领奖吧？蔡生不敢。继佛为什么？蔡生于途没什么功德可言，至于领奖品的事，应该让众生去领才对。继佛哈哈，果然谦虚，我以为你正在盼望庆功宴的来临，既然贤徒不执着领奖的日子，
为师就安心了。其实这次三才莫不天书的庆功宴已经改在癸亥年元月15日，27年2月19日8时3角书那天举行了。蔡生那还好，正合我的心意。祭佛怎讲？蔡生因为今天我不能参加领奖，读者不就可以领奖吗？祭佛哈哈。那么今夜师徒就多送众生一份礼物吧。蔡生要送什么礼物？祭佛当然是送无形又珍贵的礼物。蔡生我知道恩师的意思了。祭佛那很好，吾先问你，你已立下大愿，要广度苍生，但苍生无边，贤徒何时度尽？蔡生于途是希望早日实现心愿的目标与理想，可是天宇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法虽广，难度无缘之人。于途虽有广大心愿，但是众生难度，因此于途及有缘之人，皆要有自心众生无尊是愿度之认识，此是真度，亦是真愿也。因为自心不度，何能度人？是人人自度，非于途能度，如依靠他人之度是假度，人人自度方是真度。因此只要众生自省自觉之时，则是众生度尽之时。祭佛于途你倒是讲得好。那么万法由心生，心做好就好了，是吗？蔡生虽是万法由心生，能讲做不到，仍然是空法，非是实法。祭佛是的。世界上就有许多这种人，只是口头说理，嘴皮论道，而在行位上却是骄慢亢高，像这种人就成为口头禅而已，只在道外打转，未到道内悟心。因此贤徒你当在这方面多下点苦心了。蔡生的确也是潜移默化之机，于途尚未达到那种境界。祭佛，那么你就多亲近那位说未能达到境界的人吧。蔡生那个人？祭佛问你自己。蔡生哈哈，我心。注蔡生说我心其实就是人人时时看心明心，因为真心真性才是无去无来之宝，而一切色相皆是有去有来之物，因此只要人经常去见本心，即是佛心也。即佛是的。见性怎见？蔡生见性之见，非是眼见之有见，乃是心见之无见。祭佛何以心见之无见？蔡生譬如明眼之人入暗室，本无一物可见，今有一人开灯，忽然眼前物皆见，今人则说眼睛看见，可是无灯何以能见？因此应说是灯见，非是眼见，但是今人皆谓眼见，以此譬喻，可知见性之见，实非眼见，乃是心见。祭佛于途，你对法的知解虽有超见，但是末法时期众生灵昧，此论还是不能普利三成的。
蔡生，我想请恩师说些易修的法门好吗？祭佛好的。正如佛云，末法时期，众生业障深重，唯有念佛法门，是普利三根之人。蔡生于途还以为恩师最不喜欢净土法门呢，想不到竟然在人间游记的最后回述中，反而宣扬净土法门，的确玄妙。既佛净土法门不失为一大方便法门，为何不谈呢？蔡生说的也是，可是有些年轻人说阿弥陀佛谁不会念？既佛贤徒，你有所不知，阿弥陀佛四句是万德洪名，况且阿弥陀佛有发48大愿，只要众生恭持名号，若1日，若2日，若3日，若4日，若5日，若6日，若7日，一心不乱，其人临终之时，阿弥陀佛当与诸菩萨等现在其前，皆引往生西方极乐国土。因此，修此法门者，当修信、愿、行。蔡生如何信、愿、行？祭佛。1. 当信有阿弥陀佛。2. 当愿生西方极乐世界。3. 当行日日辰时念佛。4.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蔡生可是净土法门，如以理论来讲，应该有个道理吧？祭佛贤徒，你说的也是，如以理论来剖析的话，也是可以的。如中峰国师云：倾诸头于浊水之中，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入乱心，乱心不得不净。西方极乐阿弥陀佛，彼若倾诸众生烦恼妄想，彼者浊水。只要众生能够时时将西方倾诸投入自心浊水，因为倾诸入水1寸，浊水自清1寸，入水1尺，浊水自清1尺，直至一心不乱之时，则是倾诸投入水底之时，此念佛之净念，就是排解杂乱之妄心也。人若能常念阿弥陀佛，则用此至诚一念，克服千般妄念，再由正念达念魔所念，如此达到能所双忘，则一念清净，九品超生。因此的佛光加倍，待业往生，凡圣同居土。此属仰仗佛恩加持他力而度脱，在众生浅根不至，无法领悟禅宗自参自度的究竟涅盘情况下之补助法、权宜法。蔡生原来如此。祭佛好了。本书之著作即将告一段落，现在就让我们来做全面总检讨以及最后的祝福吧。蔡生请恩师开示。祭佛此书普利三圣，内容包含意义概括为引三教经典而阐扬性理心法，并论及因果报应、人道常伦、念佛法门、修身要领等，真是面面圆通，理理坚固。唯有众生信受奉行，则人间游记著作所费之苦心，将得到最佳的投资报酬了。蔡生由其恩师的苦心，相信老母必更加勉您之功劳非凡了。
既佛老衲不觉为苦，亦不足为念，更谈不上功劳，老衲但略尽一点心力而已。将来老母弘慈之加冕，老衲必绝愧不敢当。吾想这个功劳应该是属于全体圣贤堂诸当世及孪生之效劳，尤其圣贤读者诸生的支持与出资捐印，否则即使这臣亦无法广布流传，那岂非空忙一场而未收到实际的效果？所以说，最大的功劳者应是圣贤读者呀。相信老母会嘉许圣贤诸生及广大读者，老衲将来所接受嘉许之荣誉，亦将全部转赠给诸生及读者。唯有众生能因此书之劝化而修身养性，老衲将会感到无比的慰藉。因此，众生之好好修身养性带给我的慰藉感，那就是最好的回报了。蔡生恩师真是广大慈悲而又谦德无比了。既佛那道不敢，最后我期望人人都能接受本书的劝化与引导，犯过之人能真心忏悔，革面洗心。圣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做错能改，善莫大焉。即浪子回头金不换，亡羊补牢犹未晚。好好改过忏悔，则必不堕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之门。心存侥幸，仕途非义而行者，速悬崖勒马，否则一旦堕下崖中，恐怕侥幸生机不多，必身败名裂性污，轻则遍体鳞伤，重则粉身碎骨，甚或万劫不复。平常之人，则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恪尽人道，敦守伦常，养则不愧圣贤明教，辅则不作于大地人们，自问则良心所安然坦荡。若为修信天大道，亦不愧为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不愧为人之资格。纵使最后灵性未得超升上界，亦不至于堕落三恶道之途径。进一步者，当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即使不能明心见性，亦成正人君子，注世贤良，将来或能为三界中之福报神旨。修道之人，当将脾气、毛病及情欲三毒消清，将来方不堕于修罗道中。果然立真心，真志于参修大道之人，更当追求真宗道德真理，并真修实练，则注世不愧为活圣贤菩萨，以待天宣化，将来回归天上，则为万世之圣贤仙佛，真达道成天上，名留人间，祖斗馨香，万古流芳。此老衲之所至勉也。蔡生相信众生皆能身体恩师之心了。祭佛好了，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在著书这段期间，你的确辛苦，现在就让你休息休息吧。蔡生感谢恩师的教诲。祭佛不过，最后吾还要告诉你，以后无论在行道方面，在度化方面，当要有莲花出于淤泥而不染的心境。因此以后
无论你在毁谤之下，在恭维之下，在褒奖之下，在凌辱之下，在名利之下，心当以不染着的境界，得之勿喜，失之勿悲，毁之勿辱，宠之勿骄的态度处置之，这才是一位不化大道者应有的气度与涵养。现在讲的是你将来可能会遇到的事情，只是来早与来迟。蔡生于途虽然智慧浅薄，但是恩师的教诲当铭记心中的。记佛好了，本人间游记著书就此结束。祝福圣贤诸生及圣贤读者与一切众生皆前途光明，并自在安然居人间。蔡生魂魄投体吧。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奉旨著作《阳间善恶游记》目录。下载《阳间善恶游记》170K 5网页负532X Execute。谕旨活佛宝告老君续孟子续主席续因果。532B HTML。01生死栏02游佛国03凡圣地04游病院。05恶魂宿06太平间07游寺庙08八仙洞09游本省。532CHTML。10游高雄11理法厅12妓女院13游精舍14观众生。15骗众生16善魂宿17被害因18西净土19谈末法。532DHTML。20素食店21东岳第22关居士23关走私。24恶果士25苦灵山26隐居士27居行所。532HTML。28游外国29谈末法30听帝君31庆功会。预照济公拔前言。下载本网页纯文字，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修改转赠。加阳间善恶游记 Yang Jianshan UG。奉旨著作。加 CC。前言。时间1981年，文内日期为阴历。地点阳间。导游西方济公。访客王生。传真。原产高雄灵隐慈善堂，翻版书没留地址。公务欢迎修正引用复制，自行做网页，不用声明出处。注意，凡有此符号 XXX， 其内文原书没有部分字被改作异体字或近义字。感恩，所有善书均不设立版权，是我国一种优良传统。在此仅向有关同工及承先启后者致敬。转化 Doc WordPad Office 文件转作 Text 纯文字文件。A. 先造一纯文字文件，在桌面上右按滑鼠，新开档案，纯文字文件。随意命名 B. 打开 Doc 文件档案 F. 另存新档 A. 存档类型 T. 选纯文字文件目录 S. 选 Desktop 选刚刚造成的纯文字文件。储存档案 S. 是 Y. 乱码
本文或有少量词字汇乱码，可复制该句，贴上新文件便见内容。修改：先把本文分拆不过 30K 文件多份，有此符号%，改正后重组，否则或引起别处乱码。术语：邮寄内文有关洋间货币、地点等等多指台湾省习惯而言。字码 Chinese Word Code Big 5/JBK 容量 120K 加00目录寻找代号标示反白按望远镜按 Enter 钮532 HTML A22 谕旨 A33 活佛师尊简介附件 A44 西湖灵隐道济古佛宝告附件 A55 太上老君道德天尊降序 A66 亚圣孟子序 A77 本堂主席灵灯台序 A88 论善恶与因果附件532 HTML 001第一回观看杨氏善恶生死栏，以示知众生之事实。002第二回游佛国听到尼佛谈正邪之理。003第三回即游凡圣地，察世人是非之谈。004第四回游凡间病院，观察众生病苦之因果。005第五回即游病院听恶魂诉原因。006第六回游凡间太平间，察是非。007第七回游寺庙听道尼说因果。008第八回游八仙洞听汉钟离仙翁说法。009第九回游本省意外灾祸。532 CHTML 010第十回游高雄市听凡人设神坛骗其世人。011第11回观游凡间观光理法厅。012第12回游本省听善人谈行善及顺游凡间妓女院。013第13回游凡间精舍，观道有进修。014第14回游本省观众生惹是生非。015第15回游本省观察居道士用假法骗众生。016第16回在本堂听善魂诉被害原因。017第17回继续在本堂听善魂所被害原因。018第18回奉旨游西方净土观仙佛谈末法。019第19回即游西方观众佛神各谈末法。532 DHTML 020第20回观游凡间本省素食店。021第21回观游本省听东岳帝君说法。022第22回游本省观居士起灵坐禅。023第23回游观凡间走私情形。024第24回活佛王生游观本省不以人知之恶果事。025第25回游苦灵山中，观佛门老居士谈修法。026第26回即游观隐居士说法。027第27回游观阳间善魂机炼所及恶魂居行所。532 HTML 028第28回游外国听学士谈谈理。029第29回仙佛在西方谈末法。
030第30回由本省庙寺听帝君说称神经过。031第3回在本堂举行神人庆功会。532 AHTML Z11 预兆 Z22 西方济公活佛降拔 M1 下载本网页纯文字 M2 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 M3 修改 M4 转赠加A22谕旨本堂主席临登台，盛世献客谕旨将降本堂，命城隍5里外，福神10里外迎接。诸身安静，排班后驾。金阙内相徐降。诗曰：玉皇怀念佛缘性，命众佛神下凡劝，颁旨直辖慈善堂，解开阳间善恶果。盛世无今夜代旨宣读，神人俯伏。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正居凌霄，独95之尊，但正心关怀人心，人心不古，不敬天地，不信圣佛，不信六道轮回。今有天上圣母及济公活佛二亲所奏言，准亲所奏，书名曰阳间善恶游记，敕令由济公活佛带领新一道生、王生出游，观察阳间善恶，命在120天完成，望生勿为旨意。著书完成之后，论功行赏。轻灾勿乎，叩首谢恩。天运历庚申年10月15日、22日11月1980。A33活佛师尊简介。活佛原名李修缘，南宋浙江省天台县人。绍兴元年，公元1130年2月2日降世，父名李茂春，母王氏，乐善好施。活佛18岁出家，在杭州西湖灵隐寺修道，拜圆空长老为师。在某年3月初6日，道成归空。今逢3期末节，活佛奉无极之天命，普度三曹，上度气天神仙，中度善人，下度鬼魂，同登天堂。所以天上人间，共尊为活佛师尊、济公师尊。原是一代名僧，饱学之士，道通三教，法究阴阳，智度三曹，佛法无边。仁爱象征，圆寂归空。历代尊奉天命，降落凡尘，披星载月，临世引渡善缘，航登彼岸，而其希求善性，各守岗位，各尽义务，守法行善，同舟共济，创造人间乐园。伟大精神，活耀人间。A44恭请西湖灵隐到济古佛宝告至新归命礼3称。西天竺国罗汉灵分
降生于中土，华夏参破乎？清净佛门，修空无蕴，断尽六根，慈悲救世，常转法轮，僧中称圣，拔萃超群，疗病起死，逐疫驱瘟，玄功莫测，妙法绝伦，3000世界，广布慈云，古今称羡，存眉瞻恩，大悲、大愿、大圣、大慈，339扣真诚一点，密咒俺嘛呢叭咪唵5回，西方无量寿佛普济护世天尊，加 A55，太上老君道德天尊讲序。诗曰：代天宣化慈善堂，今朝降文驾凌晨，者造游记警示人，毁绝前恶时变欲，素自道教随方摄教以来，历劫度人，园林敛气于无极天，逍遥自在。那知现今世人，忘本求末，追求现实，人心不古，纵欲横流，奸盗邪淫，杀人自杀，色情无理，乱伦而不觉耻，不忠不孝而不知义，世风日下，愈来愈坏，道德坠落，私腐化越深，因而造成空前未有之浩劫。因此近年来，水火之灾、瘟疫饥馑、旱灾等屡见迭出，此因是人不遵天理，不守道德，恶气冲天，致惹天心震怒，上天降下灾，劫已成恶孽，遍地劫煞重重，实由恶气冲成的。然而人有善有恶，岂可善恶不分，绝不能玉石俱焚也。故乃本堂主席天上圣母灵亲慈悲，请求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降旨着造扬兼善恶游记一书，命西方济公活佛领王善生灵驾亲游东土探访，取实证，而由南天福鸾童子伏笔，以慧眼传真，摄著阳间善恶实相，当场挥书而成。阳间善恶游记，揭露阳间善果恶果之秘，并实证事实，劝化世人向善除恶。此书善恶游记，因奉谕旨，在120天完成著书，但因高雄灵隐慈善堂奉谕旨之命，代天宣化，由西湖灵隐4季颠活佛执王生之灵驾，救度众生，救世万民，使着造本书因而担误了，而使玉帝慈悲再降谕诏，延长时间完成，以致在辛酉年4月16日完成著书。于今书成，世人如能阅读此书，切切行功立德，改过自新，才不负上天之慈悲，并望东土众生读者多与宣化，并广为翻印流传，凡有所求，皆能应验也。望众生能体悟无言之。太上老君道德天尊降驾于高雄灵隐慈善堂。天运辛酉年农历5月13日，
14日6月1981。加 A66。亚圣孟子序。夫无官世上，世道衰颓，文风退化，人心俱恻已无穷。男不孝财，女不守贞洁。纲常沉沦，伦经丧失，讳言四处，孝道全无。触怒，天心升温下降。四民遭殃，惨极异常。圣、神、仙、佛各抱慈心，不忍作事，鱼目混珠，善恶无报。褒贬无分，幸蒙谕旨降下命高雄灵隐慈善堂，扶鸾者造阳间善恶游。记由西方济公活佛带领王善生出游阳间观世人善恶果，并观世人修心参理过程，协助慈航，普度群生，超脱苦海迷津，拔登彼岸，启化凡俗愚顽，而诱导民心向善。现书成卷。本游记本为绝世，非为受世。所传阅者勿知之。愿以世人归依圣教士为序。亚圣孟子降序高为士灵隐慈善堂。天运辛酉年5月26日序，27日6月1971。加 A77。本堂主席灵登台序前引。1. 本堂自庚申年9月奉无极一旨之命，负起救世度众任务，并有发行善书，翻印各种经典，醒化世人，不计其数。其目的是替天宣教化，而挽回凡俗之不良颓风，使阳间能安详快乐，无忧业。2. 虽然著书中也有遇到一些难关模考，但众堂生能克服一切难关，一切困难，最后一切平安顺利。而本书在描写正实现世是人善果、恶果及修心悟理之宝书。本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的瓜，种豆得豆之理也。3. 本书字句虽浅近，但是乃本堂生费了一片心血泪成着造，乃待天宣化，专心以劝化世人为旨，与一般授书不同，故阅后应传阅为是，切勿死葬除替。4. 本书旨在普遍警醒迷津，及早回头为止，故在文句难免有所不拘，韵脚不齐，非神学浅陋，欲使众生们明了而不取朴辞饰句也。5. 为善必昌，为恶必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理昭然报应，是人不明真理，万事都为自己之利益，明知不正偏偏故犯，罪加一等，没有反省之心，罪恶贯满，报应之日必到，反悔莫及，妄愿众生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而有善者翻印赠送，必加其寿，必尽其福。加 Z11。
谕诏本堂司礼神登台。甚是，县客谕旨将将，命城隍5里外，伏神10里外迎接，诸牲肃静后驾。金阙内相徐将。诗曰：奉帝代旨下凡尘，诚心堂生公如命。善恶矫书实澄清，今香言徽告凡人。盛世无今夜奉命代旨宣读，神人俯伏。亲奉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察尔高雄市林雅区灵隐慈善堂奉朕之命著书阳间善恶游记，今自庚申年开笔至辛酉年历月正式总编校正完毕。而在察本堂乃是旧事劝化迷子向善，乃功不可没，使朕心未安逸。朕命本书在辛酉年8月15夜校书完毕，在于本堂中厅中将阳间善恶游记至奉上于香案上，画火3册以书烧化，并另在注印本书之众生名姓及地址做成一册画焚之。朕特以嘉赏各注印之众生，以示行赏之。朕而特别赏各其祖先亡魂及注印方名，并命制成表彰一册数，当中按听焚呈上苍，以便即成谱画成果。朕愿生能速办之，使游记出书能劝化众生迷子行善，百余天各生辛劳，希能保持再接再厉，以挽救世道风气，以示善恶有轮迥之正理，而尽大同世界，勿为正命。钦此圣命勿忽，叩首谢恩。天运辛酉年7月1日比照金阙，30日7月1981。加Z22。西方济公活佛降拔。本书乃应时运、天运而降旨着游的，而萧隐慈善堂乃南天直辖3教道场，乃是应天运救劫度众生之堂。本书一切观游都是事实。语云：暗室窥心，神目如电；人间私语，天文若雷。大科学家、大学问家、自认天才的人，有许多人不相信有天堂、地狱，认为是宗教的妄谈，是愚惑妇孺，是神教社教，是虚无空渺。然而众生想过没？有人若行善，心便会感到平安；而人作恶，内心便惴惴不安。而心安的现象，即是天堂；而心不安的现象，便是地狱。冥冥之中，即有鬼神之存在。阳间善恶游记之著作，乃是上天慈悲，命高雄灵隐慈善堂负起本书著作，旨在醒化众生，回头是岸，立善修身，审心自悟，救己救人，3纲己守，5常遵行，8正为本。勿在昧良逞强，不存天理，罔顾纲常，是善莫作，为恶多行，违背人道，终必恶亡。阅读本书者，如能了悟忏悔自己的过错，改过自新，使阳间社会
一切众恶念能见消除，不上大同之道途。然而本游记与一般俗书不同，以简化用平常书句而达人，挽回俗子，非是迷花弄蝶之意，而是指在引迷入悟也。现以著作书成，望愿示众勿以善小而不为之，勿以恶小而为之。须加前行善，而上天将会降福禄绵绵。作为善恶之赏罚分明，甚哉！尊哉！西方圣僧济公仅拔于高雄灵隐慈善堂。辛酉年历月1日30日7月1981。加 A88 论善恶与因果。本于封面首页。自昼之炫，日月星辰运行数定，四季八节，犹如法轮旋回复去，定规律行，成为千古不移之理。虽然浅近，变化奥妙，莫测高深。自古人心敦朴，顺其天理，结束轻微，自无因果可言。待至中古人心智慧渐开，八德蒙蔽，道心远离，兼贪缠佞四起，如洪水冲堤，泛滥泛而颠沛，无法控制。是故上天慈悯，察事善恶悬殊，为晚世道，无如门及鸾之醒示，待天宣化警惕于蒙。鸾堂林立处，处开坛，矫正人心，此乃圣神仙佛下凡救世，从娑婆世界挽位极乐世界，造慈航救脱苦海，济天下成为贤人君子，乃因世人不愿回头，为善不作，为恶逞能，以屈为直，招惹罪愆，奸淫好杀，谋财害命等等，造成因果循环报应。是语云：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为善必昌，必有福报；为恶必亡，必有祸临。警示篇曰：祸福无门，为人自招。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作恶之家，必有余凶也。善恶之报，如形随影。一帛之善施人，一毫积福。亦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持宿冤冤相报，纠缠不了。四生六道轮回，不息。业尽成盈，思揣自明。上有天界，中有寰宇，寰下有地府，是成万物，为人为鬼为神，皆在因果之中造就矣。善恶两途，祸福殊分，生生死死，苦苦乐乐，皆由人自招，不信因果，则曰人死如灯火熄灭。即日只见活人受罪，不见死鬼枷锁。虽知人乃躯体之外，仍有气体与灵性。人死，气体与灵性存在，即然人非真死，在生所作之功过稽查查判，善者引进乐土，为恶
居入地狱，不觉3寸气断。扣在第一殿涅镜台前显示在身所作所为善恶分明，使恶者无法狡辩，从此无法超生。奉劝世人为善积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悟彻真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加 M1 直接下载全文纯文字。一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2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一菜单。3选纯文字文件，随即有一新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5选桌面上栏，选纯文字，星号 Text 下栏，再选新建文件。6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 N2 直接下载网页，含控制码。1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2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一菜单。3选网页文件，如缺网页请看甲。随即有一新建立网页在桌面。4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5选桌面上栏，选网页，星号 HTML 下栏，再选新建网页文件。6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加先选纯文字文件 Text， 后改作网页文件 HTML。以视窗原本没显示 Text- HTML 附档名，显示方法如下。95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95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98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检视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并新建文件即显示 Text， 按右鼠选重新命名。丁新建文件 Text 键入123 HTML 必须正确网页文件。加显示网页控制码。1新建网页例123 HTML 转换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或123 doc。 2转换方法看甲乙丙。3双击新建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doc 是 WordPad 或 Office 文件附档名，避免使用。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
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 M3 修改。乱码和分拆。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直接修改很易乱码，恶意破坏。如做大量修改，请你分拆多个文件才修改。分段符%。如做少量修改，请你反白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鼠标往左移至尽头，键符，按一下，整列反白。编辑剪下，或按右鼠选剪下，往新开文件贴上。修改后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往原件贴上。加 M4 转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请小心，注意你所用之版本。如你用新版视窗制成之磁碟片 1.44 万位元组，或可重写光碟片 RW， 切勿送给使用着旧版微软视窗的亲友，因为新版微软视窗会偷偷写入控制符。旧版的用了会捣乱磁碟机或光碟机。本人原用95中文视窗，最近购买 XP 中文视窗。我把95至磁碟片和重写光碟往 XP 修改，返回95使用时。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盖茨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包拯在那里。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阳间善恶游记。532B HTML。001第一回观看杨氏善恶生死栏，以示知众生之事实。002第二回游佛国，听到尼佛谈正邪之理。003第三回既游梵圣地，察世人是非之谈。004第四回游凡间病院，观察众生病苦之因果。005第五回既游病院，听恶魂诉原因。006第六回游凡间太平间，察是非。007第七回游寺庙，听到尼说因果。008第八回游八仙洞，听汉钟离仙翁说法。009第九回游本省意外灾祸。加01第一回观看杨氏善恶生死栏，以示知众生之事实。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庚申年12月初3日、8日1月1981。诗曰：灵隐慈善堂感天，作恶行善全一念。今夜活佛冲导游，灵驾随无出洋游。活佛今夜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跟各生共同来担任造着阳间善恶游记。此乃本堂之重任之光荣，王生不知你在出游前感觉如何？王生无感觉任务之重大，无可能无法胜任，但有本堂各位堂生对后生之爱护，吾真不知如何是好。当然吾要感谢上天能有机会
赐吾出游阳间，周游各国及本省，吾感之喜之，忧之。活佛既然上天及本堂之恩主公提拔，爱护你，当然要全力以赴，不可借口是非，更不可受不进修之道人之影响，要全力担起著书重任。王生此次出游阳间，看世人生活之迷昧，不知今夜要上何处，请恩师指点。活佛今夜因首次出游，我们师徒先叙谈一下，因当时你贵堂主公有奉请吾，在你做官49天之时，吾有助临于你，才有今日小成就。吾现在用宝扇打你头3下，以助临功。王生师尊，您法力真是无边，打了以后全身舒服，血路畅通，请师尊再打3下好吗？活佛今夜乃奉旨著书，不是奉旨打你，真是想贪，以后有机会为师再敲你100下如何？王生真是太好了，一言未定。活佛因现在是4季之冬天，可能在游时临风很大，为了预防你感冒，吾再赐下1颗护心丹，以助你心之热度。王生师尊，今夜您好像没有喝酒。活佛今宵吾哪有时间喝酒，因本堂各生都非常诚心，所以无不喝酒。王生在凡是有人奉上师尊您金像，大多有喝酒，本堂也不例外，是何原因呢？活佛因世俗是以诚心敬神，无是以诚心待各世人，所以喝点，表示无爱护世人之诚虔。如世人有机同喝了很多之酒，乃是各寺庙之秘密，吾在此不便说出，望各寺庙要拿出良心做事。王生无完全知悉了。活佛时刻不早了，我们师徒该出游了。王生要如何出游呢？活佛现在无念动佛咒，化成一道白莲花座，我们就坐上莲花之上岸吧。王生好漂亮的白莲花，师尊您法力真是无极，吾已经准备好了，请师尊启程。活佛你的2眼要闭上，如中途张开，由空中掉下来，吾才不管的，启程吧。到了，请眼张开，以后在空中驾云之时，没有为师允准，不要乱说话。王生好的，遵命，以后不会再发生。活佛此生地是阳间统管各国城隍庙，我们快去拜见王爷，前面已经有神官排班欢迎我们师徒。王生拜见王爷及各位仙官，今日本堂乃奉旨出游，望城隍爷多多指导开悟。城隍欢迎高雄灵隐慈善堂王善生及济公活佛来本庙寺参游。早几日前，吾有接到上天谕旨通知，你们是奉旨造着，以醒化世人。今夜王生有问题可以提出。活佛王生，王爷答应解答问题，如有疑问你就说吧。城隍请活佛及王生入内奉茶，命本庙奉茶官奉上丹心茶。此
茶吃了会在心中发出一道阳光，就是温和。活佛王生喝吧，不要客气，此茶阳间是没有。王生多谢赐茶，关于阳间行善行恶是否该有报应呢？不然现在因社会进步，世人都不相信世人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善言，请王爷能证明。城隍王生，你所提之问题很好，这种事无妙从玉皇敕命武统管事。人之善恶，兼统管阳间世人之魂，因世人死后一定要来本庙办理报道，除去阳极在田上阴极，如有善果之人，当然由福神代引回。因府报道，此事罪恩惠优势，而作恶之人，由黑白无常相在捉。犯人一样，戴上手铐来本庙除阳极，并且马上带领回阴府治罪。望世人要知道有善恶报之时，在吾左手边有一个公告栏，就是今天世上要回阴府报道之人，此栏你可以往前观目之。王生真是有这回事，如没有吾亲眼观看，吾是不会相信的。上面有台湾省某某名，在什么时日要回阴府报道，还有东南西北之国之人姓名，都在此公告栏中，真是在世上只有听到，没有看到，也是古人所说百闻不如一见之道理。活佛王生，你观看后，回堂要多多劝化世人行善，不要再让众生一错再错的作恶，恶事做多以后回阴府之时是不好受的。今夜因时刻已到，不能再参观，下次有空再来这游，快去拜别城隍爷及仙官。王生今夜多谢王爷指导，并告示今言，我在此代表高雄灵隐祠善堂向各神官感谢之。活佛王生拜见之后，我们准备回本堂。城隍欢迎下次再游，命本庙司体神送2位一程吧。活佛王生上白莲花座吧。王生准备好了，请师尊回堂。活佛本堂已到，灵驾头体。加02第2回游佛国，听到尼佛谈正邪之理。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庚申年12月初6日、11日1月1981。诗曰：福禄生辉照善家，不良之辈偏缠邪。犹记醒化凡情孽，望早修功治一家。活佛在世上有几个是真正去悟真理，大多被花花世界迷去自己真正之良心，真是感叹万分。今夜由阳著书，王生你要振作精神，不要失去元神。王生师尊今严谨铭记在心，当会遵守一切规则。活佛因世俗之人，多数是被动，如今天为师教的于众生训言几句，反而还会被众生唱反调。王生为师之言，你感觉如何？王生师尊之言真是对极了，因世俗之人被名利财
色所引诱，才会有如此之事发生。望师尊在著书之时要多多开导。活佛就是度众乃个仙佛之任务，为师也不例外。因92园林还在阳间的辅轮迥之中，无极老母还日夜思念流浪之园林，能早日回无极里天，享受无忧无愁之天乐。在游记经过之时，吴会详加介绍原理。王生多谢师尊金言，吾等唐生会诚心者玩这本劝化之书。活佛今夜我们师徒要由阳间最友善的之道，要从天空观下各国之良才，望王生你要沉静定才能全景目察。王生师尊今夜为何没有带酒喝之？活佛为师之酒，就放在各身之内，等著书完毕之后，为师当然要喝个痛快。为师再另外赐下1壶酒，作为在百日之辛劳，以表未免。现在谈此话还过早，望你及唐生要努力行修就可。王生谨当遵守，师尊我们该启程了。活佛现在时刻不早，王生快上白莲花座。王生已坐稳了，请师尊启程吧。活佛现在正离南天门不远，左边观去就是南天门。王生师尊你光说话，徒是否可以睁开眼观看之？活佛当然可以看，无用佛善，斥开你的凡眼。王生师尊，南天门上空原来是这样清净，来往出入神佛都自在逍遥，是否可以再往前？活佛我们是奉旨游阳，不是奉旨游上天，现在莲花座已慢慢往下降。王生师尊，我失言了，望师能谅之。活佛现在离凡间之地差不多有3万多公里，如用你仰眼观看，我认为还是看不到。王生师尊，离太远当然看不到整个市景，我们还是再降低一点，以无眼观看得到为止，不知师尊意下如何？活佛好知，现在你在观看是否又不一样了？王生师尊，现在大约小部分可以观察，后面那块的好像是西北方很暗淡，跟前面之地完全相反，是否有原因呢？活佛对极了，前面那块的之国是有行功立德而信神佛之国，大部分之民都是行善之家，而只有少数之民没修行而已。而上天降道就是降在前面左边最为发光之地，也就是道之发源。而莲座之后面不用谈，此国乃是误杀生灵，不信有神鬼，不信有天堂的福之缘故，这国土之人当然要受上天收缘，而又要降灾祸于此的，在不久将来可能要最先收回园林。望世人要多多除恶向善，切切行功修心，而后才能平安逃过这次。结束。王生师尊现在是3期末节大开普渡，如何才能速速渡回园林？为何不能告知之？
活佛如我诉之于世人，因世人在劫灾之时大多不信，为何原因呢？因社会进步，民生过得无忧无愁之日，如果我说之，还是那几位悟道之人知之，大多数之人还是不知，为师化意，是要诸众生自己去误解之，才不会违反政策，因我们是奉旨在著书劝化。你明白了吗？王生师尊之言有理。活佛我们下降阳的吧。因下面有几个圣地佛，正等候无师徒俩。王生好吧。请师驾下莲座。莲座急速下降。活佛到了佛国圣地，王生你大约知悉此的之人，跟你讲话可能谈不通，所以早日为师有手笔请本圣国之佛来翻译。前面穿着全身白衣之道尼，手拿佛尘，现在客正往我们所占圣地前来，望你不可失礼。王生遵命。活佛快参拜佛国道尼佛。王生晚辈是中华民国台湾省高雄市灵隐慈善堂正鸾生，在此向佛国道尼佛请安之。道尼曰：不要多礼，吾知道你们要来，乃是奉旨出游著书，及时正善恶，醒化众生，并开导除恶向善。今吾带领你及西方活佛导游圣地，并一一参观之。活佛王生快感谢道尼佛。王生多谢道尼佛慈悲带引。活佛因时刻见惭快道，快随道尼佛后面。道尼前面有两位佛祖，在庙左边是正法度人，在庙右边是邪法度人。王生既然是度人，那有正法、邪法之分呢？请佛能解释之。道尼好知，先观左边正法度人之法宝，再往前观之，请看度人之法是否有在八德之意用，反之，右边无用一道灵光化神光，让你凡眼可以观看邪法度人之情况是否不一样。王生真是离奇，邪法度人是用受皮肉之痛苦，是用苦行之道法。在此修行之人大多是什么样之人呢？请佛详说。道尼因本圣地之人人口少，国土也小之，所以修道之人分为正法是书生办公之人，邪法是出道士练功走火入魔之人。修其之人修之。王生现在无以明晰。活佛下次我们要继续游圣地，因时刻已到，不能耽误太久。王生你快暂别道尼佛。王生今天多谢道尼佛充引导游，在此感谢之，下次可能要再麻烦佛之带引。道尼此乃当然之。活佛今夜就暂游到此，快上白莲花座。王生无坐稳了，请师尊回堂吧。活佛灵隐慈善堂道，灵驾头体。加03第3回祭游凡圣地，查世人是非之谈。
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庚申年12月初9日、14日1月1981。诗曰：红尘到处是非飘，祸福无门汝自招。半百人生如羁旅，早修大德可逍遥。活佛今夜诸唐僧为了一字乱盖言，如字不畅可以参考字典。今夜己言望能在伏鸾时改过之。王生师尊这点小错误，请师能多加包涵。活佛每个人都有错误，但能及时改之，为师也不会见怪。但有一些人知错而不能改之，再三错下去，像这种人是最不好度之。望今后诸生能悟道修心，才不负为师之教导。王生多谢师尊金言良语。活佛因本堂正鸾生欠缺，兼王生因你佛缘比较好之，因前世你在雪山修道之时，心内贪念凡尘，所以被玉帝降下投胎凡间受苦刑。公劝化世人行道，日后你功果命完满之后，才可回到极天。如你再不修心，行功劝化世人，日后灾劫来临，求为师帮忙，那时我才不管。望以后你要切切实实做人，把不良习惯改过，这是为师要求之。王生以后我会切实把坏习惯改之，以后如在做人方面有不对之处，望师多加指导。活佛曰：本堂有几位大德士即心来转世等，以后有时间，无再引开谁是即心来投胎转世，因为酉阳时刻已到。王生今夜师尊说的那么多良言，吾等唐僧十分感谢开悟，现在已准备好了，请师尊起驾吧。活佛现在白莲座台已浮出了，王生上来吧。王生好吧，已坐稳了，请启程。活佛到了，请下莲台，前面有一位武将，是佛导之将，应在上回。我们师徒还未了解佛导善恶之正邪分法。王生今日所游之地方是否不一样，请师尊开悟之。活佛其实在上次佛国道尼佛所言正邪之分，是佛导之人所称呼之，不是正可修之，邪不可修之，因他们人民把苦练成道称邪道。因为入邪之教，大部分之人都贪淫，才被正教之道人称呼为邪之。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可怕，现在佛导守护神将已来了，如王生你有疑问可以问之，不要客气。王生是遵命。神将吾代表本岛之主向西方活佛师尊及王善生表示欢迎之，因吾主有令，故知悉你们是奉旨由阳著书，以劝化世人行善除恶。今若有问题，请说出。活佛因今夜无有点凡事，请王生你不要太啰嗦，以正题为主。王生在阳间之人，为什么要行善修心才可以证道，请能开悟？神将因世人如不能守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想修道、悟道，
修心是妄谈之，在本佛道大部分之人，多数都能守四为八德，因在三期末劫运，世人大多是不知修法，多数众生口谈修道，而己身不能切实做到自己行持目标，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且现实最甚之，知谈不知行之。现在小神指正力之王生，你看，离这不远之地方，我们可以前往观之。活佛，好吧。王生快随神将后面。神将，你看教堂里面正在讲道，大约有50人在听道，而讲道之人也非常认真，在为道友讲出真理。王生因方才无灵光有减退之，现已复原。教堂讲道之人，在台湾也有设堂传道真理，这是不错之。神将现在无详细分析一下，讲道理之人讲得那么虔诚，而希望下面诸生能真心去修心之物，并要求唐僧能去行之。王生现在讲完道理，已散会了。神将现在前面走出一位穿红色上衣，另外2人穿青衣，这3人所谈之话，请王生注意听吧。红衣方才教师在上面要我们唐僧要切实行功，说是3期末劫，天地要轮迥，如没有修心悟道之人，可能这一大劫跑不掉，真是气死人。二亲不要听无教师之言，他又不是神，为什么他知道呢？还是只听而不去行，谁也不能知悉。我们喝酒去吧。神将我这样翻译，王生你可能已误听方才他们所谈之言。像这种上讲下不行之人，实在空谈修心悟理，望世人能切实改过行修，上读下行之道。不要认为三师神将不知你所言，因每人有神明察目，所作行言，神佛都一目了然。所谓三师神察尽无私。王生多谢神将开悟。活佛做人本分如有守之，而在行持修心，悟道是按部就班，不要想一步就登天，此事不对的。因著书游阳时刻已到，王生向神将拜别，我们可要回堂。王生多谢今夜指迷，神将欢迎下次再有时间能多加互相研究真理。活佛现莲座浮出，王生快上莲座吧。王生好之，我坐稳了，请师尊驾莲回堂。活佛本堂已到，临驾投体。加04第4回游凡间病院，观察众生病苦之因果。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庚申年12月13日、18日1月1981。诗曰：夜游病院察是非，万苦千求无实修。呜呼，在世何贪乐？客道谁能解汝忧？活佛今夜王生，你要提起精神，如不守住元气，排除杂念，会引想由阳著书，因正孪生乃一堂之骨干，最主要是心正，要切实奉
行圣命，不可有失差错。王生是师尊，今夜无因加班，所以有点疲劳，请师原谅。活佛闲话少说，快上莲座。王生无已准备好之，已经坐稳了，请启程。活佛今夜所要由杨著书之地方是本省，你可以目睹本省并院之情形，快闭眼。王生师尊到了，这是什么地方？请师尊解释。活佛，你当然不知此是什么地方，因这地方被为师佛善挡住了。你凡眼当然看不出来，我变化一下，你看是否不一样？王生，此病院吾好像来过。活佛，当然来过，且是你最难忘之地方，你不要把这间医院公告出来，我们师徒是奉旨著书劝化，相信你懂。王生是师尊。活佛，快上莲座，不要坐电梯，因现在探病之人还很多，我们师徒不要去惊动他们。王生已坐稳了，请师上楼吧。活佛，已经到了，此病院现在还有一些医生在值班，王生，我们为了节省时间，访问比较重要之人就可。王生，你认为如何？王生，好的。依师尊意思就是。活佛，好的。现在无用佛善山三下，先告诉本净土地公，再行调洋人之魂，说出为何住院原因吧。王生师尊，我看选男生比较好之。活佛，好。男魂起身吧。王生师尊，你调来之人，依我猜之，可能在60岁以上吧。活佛，是你猜对了，此人姓陈，在本院可能住院不久，现在已上来了。王生，你可以问是何原因住院治病。陈魂今夜是何人调吾来此问话？没有我的许可，就调吾之魂呢？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道教张天师之门徒，如果对我失礼，吾就用符咒伤你们。王生师尊，你跑到那里去了？这人说话为什么那么凶之？活佛，吾正在你后面，因为师隐身起来，当然你看不到，等此妖道说完话，吾再出来，那时此人看到我，可能会跑给你捉。王生，真是如此。陈魂为洋人，你调我之魂是不是？快说，不然吾就对你不客气。王生，这位大哥，你好，因吾是奉谕旨由杨著书劝化世人，今夜是吾师尊调你之魂来问话，请多包涵。陈魂，我管不了那么多，现在吾要回甲生安眠，我要走了。活佛，慢之吧，请留步，请转身看吾是谁。陈魂，没有什么好看的，我还是走吧。活佛，好吧，看你现在是否走得动吧。连手机头都不会让你转动，你就永远站在这里，失礼吧。我们师徒要走了，你自己保重。
陈浑真的？现在何以全身都不能动呢？你是谁？为何把我拴住？现在全身好像火烧一样，请这位大德把吾放之。王生，刚才你不是说你的符咒很厉害，为何不表演几招？为什么不灵了？之光会说大话。陈浑呐，原来是我家中奉拜之济公活佛师父你，方才无言有失。礼之处，望活佛不要记在心里。活佛修道人要慈悲为怀，而你出口乱骂伤人，不修师门之圆规，这乃修身之居士吗？今日你为何住院在此养病？你知道是何原因？陈浑小人不知道，请师解疑。王生，此人现在求师尊你解释，师尊你是否能答应他呢？活佛，陈浑，你先说出你为何来住院之原因。陈浑，是师父。活佛，因你说出是要著书劝化，要说真实，不要说谎，日后书成。吾可以告示你主公张天师之前，难你3分罪，望你从实招供原因。吧。王生，师尊，快教他招供吧，不然此人会不实招之。活佛，没有关系，因时刻已到，不能让你繁体站太久，日久会有病之。王生，快准备回堂，明天再继续服之。王生，好吧。此人要怎样办？活佛，命陈浑你明天再后招，你不会不来吧？陈浑师父，明天小浑会准时后供之。活佛，王生，快上白莲座吧。王生，是师尊，已做好之，请回堂吧。活佛，本堂已到，临驾投体。加05第5回既由病院听恶魂诉原因。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庚申年12月14日、19日1月1981。诗曰：花花世道日恒斜，人心不古尽是邪。举的天师符灵咒，今夜活佛至途迁。活佛，王生，快上莲座，因今夜乃不由。王生，师尊，吾已坐稳了，请启程。活佛，已到了楼上，陈浑已经等候多时了，快上前问话吧。王生，是遵命。陈浑，今夜我已经等候1小时，此事对活佛之敬意，望能多加开导。活佛，闲话少说，快将你为何来住院之经过告诉王生，好让记载在善恶游记中，以劝化世人。陈浑，好吧，我真实招供。话说前2个月，小人学个神正邪符法之时，因为我迷上酒色，每天都有喝几杯酒，且时常喝醉，在之因无有毛病就是色。有一天，因小人路过一条小街，看到一位很漂亮小姐，无因动了邪心，就念动真言邪咒，用手指去，那位小姐就跟我走了，然后就带往旅社强营，
试完后又偷走那位小姐之金钱花用。我做完恶事5日后，就无缘无故发病，既知全身不舒服，一天一天更病重，求无主公之卢丹服用也无效，想没有办法，才住院至今。这是真实经过，望活佛能赐无病体早日安康之。王生，你所说出之经过真是太残忍了，你一定会下地狱，接受冥府之刑罚。活佛，好的，现在你所讲的经过，吾会给你重新做人机会，望你病好了后要多多劝化世人行善，不然的话你的罪行会下地狱，全身用火烧身致灰，望在出院后能在你主公前发警，以后改过自新。这是本佛对你交代之言，而做人要慈悲，要能吃上没有人肯吃的苦。你所学的正邪咒要用以行善，知道吗？成魂活佛之言，吾会铭记于心。如无再有做伤天害理之事，我愿被五雷敲身。活佛，今天你讲的话要切实行持。王生，这位前辈如有时间，监望你能来本堂一游，吾等诸堂生非常欢迎之。日后愿前辈能有所大成就，以度世人，这是晚辈之愿望。成魂，多谢这位小哥之言，吾不会辜负你之愿望。活佛，但愿如此。王生师尊，今夜我们又行一善了，心里真是快乐。活佛，王生因今夜是加班服銮，不能太久，那就暂游到此，下次我们师徒就参观医院后面太平间，因那处地方是放死去假体，下以吾再分析给你听吧。王生是师尊。活佛，快上莲座，回堂吧。依这位成魂，你可以投体去，我要回到高雄市灵隐慈善堂。王生师尊，请回堂吧。活佛，本堂已到。王生，你要早些休息，不假谈太久，否则伤灵光元气，好吧？灵驾投体，100%加06第6回游凡间太平间，查是非。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庚申年12月19日、24日1月1981。诗曰：太平间内叹凡师，佛心恻隐劝人间。由阳醒化经半月，唐僧艰辛更加鞭。活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由今夜著书由阳醒化众生，望王生你今夜要提起精神，不可一时凡事而生杂念，这对由阳会失去灵效。今夜吾再赐下静心丹，服之。王生，多谢师尊赐下灵丹，现在精神饱满。活佛，快准备由阳。王生是，吾已准备好之，请启程。活佛，已到了，快下莲座吧。王生师尊，游这地方为什么都没应有人呢？活佛，这里距离医院太平间放尸之地，尊有1公里，我们用走路
参观你们花花世界之夜景。王生师尊，前面好像有人在哭，我们可以去观看个究竟吗？活佛有什么好看的？等一下太平间内你就可以看到一切情形了。王生是的，好像已经到了，前面有一大堆人在谈论，不知为何呢？活佛王生，现在你跟着我后面走。王生好的。活佛在两旁之中，有一位是发生车祸而丧生性命的男人，今年50岁，是善人，另名是女生，其中一位是奸谋商人，而得到现世报应。王生太平间那么大，又阴沉沉，有点害怕。活佛有什么好怕？你看太平间这3位管理之人，每天跟死人在作伴，他们都不怕。你奉旨在身，你搏什么呢？连这礼服神都要为你指开迷津。王生师尊，你看，你看，前面又抬来3位死人，放在左面。师尊，像这样刚死去之人，你有没有办法救治呢？不然那3位那么年轻就死去，真是太可惜了。活佛王生，你求为师救治，这太难了，太难了。因这3位阳寿已尽了，做门的亡魂由福神引走了。王生原来如此，看样子这3位大德可是善人。活佛当然如此，凡是由福神带引都是善人。王生师尊，为什么没有看福神引走这3位亡魂呢？活佛这是在半路发生事故之时引走的，而送来医院就没有救治。这乃天数，不必为他们悲伤。王生是的。活佛王生，你看，又抬来了一位凡师，后面跟了阴府二爷范必安、谢无常，世人称黑白无常。这2位好像你们凡间警察一样，凡是众生命亡如恶者，这2位就要对亡魂不客气。后面那位亡魂已被无常用手铐链住，现已经要来见我们。谢江小官拜见西方活佛及高雄灵隐慈善堂王善生，因今夜知道你们奉旨由阳著书，劝化世人，特带这位恶魂来，叫他说出报应之果。活佛多谢将军。王生，你可直接问这位恶徒。王生师尊，这位大德很可怜，现在可以让他舒服一下吗？活佛范将军，你看如何呢？范将好吧。王生之请求无准了。恶魂多谢这位阳生之请求，让我暂时自由。请这位阳生帮忙我说好话，我是好人，他们捉错了，请能帮忙。活佛，你的罪状，神圣已经闻知了，请你不要用瞒下去，不然你下冥府就有苦头吃之，快招供。谢将对的，快招吧。不要耽误时间。恶魂，好的。
我是台南人士，今年48岁，从商，在今年2月中跟朋友合股做生意，有赚点钱。有一天，我就邀请跟我合股从商这位朋友喝酒庆贺，因我朋友一时疏忽大意，不知身上带有很多钱，而我就趁机会灌醉他。我当时因起了邪念，就想了一个法子，先用我的车子送他回家，再交代我的司机在半路停车，趁他酒醉未醒之时，将全部现款及支票偷走，大约有200万元之多。夺走之后，因我这位朋友想不开，就喝农药自杀死了。吾以为人不知，神不觉，那知逃不过天理之报应，望世人不要像我这样。我现在心里真是难过，我只有向这位朋友表示我做错了。活佛现在认错，已经是太晚了。王生，那你为何生病住院呢？恶魂，那我也不知道，因我一时感觉头昏，就失去知觉，而被家人送来此院治疗，到今已拖了1个月之久才去世。王生，原来如此。活佛，这乃现世所作罪恶，而现世所报之报应。好了，请将军可以带走了，我们师徒不要耽误你们回阴府交差。谢将今夜你们是奉旨问话，我们当然要遵守圣意，不然就吃罪难当。活佛，好。现在我们师徒由阳劝化时刻到了，望下次有劳烦你们之地方，望能多加帮忙之。谢将太客气。活佛师尊以后望能多为我们兄弟开导。开导。我们先走。王生不送。活佛，王生，我们准备回堂吧。王生，好的，白莲座已浮出，师尊请上来吧。活佛，在行程中，因你的灵光还未全部畅通，所以没有为师允准，最好不要张开眼睛。王生遵命，请师回堂。活佛灵隐慈善堂道，快下莲座，记着以后最好不要有杂念缠身，知道吗？王生好知。徒谨当遵守师尊教诲。活佛，在世界上有正有邪，有善有恶，有迷有悟，然而我要提示众生，合于道理就是不迷，不合道理而信之就是迷。王生多谢恩师开悟之。活佛堂道，王生灵驾头体。加07第7回游寺庙听到尼说因果。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正月念5日，1日3月1981。诗曰：率性求真有始终，念经诵课6更空，称神成佛无难事，端在持修不费空。活佛今夜乃今年首次扶鸾著书，王生你在今年心有不知有何打算？王生师尊，今夜一见师面，心中真是有一股正感之灵通，但心
中还有一些烦念。活佛因在世俗之中，不止六根无法守住，连自己在修求真主学道也无法除去繁杂，所以每一位练士要守其八德。如无法做到，那是妄谈修真也。王生今夜师尊经言，无会谨记旧事，不知今夜要往何方呢？活佛先服下无丹吧。王生师尊，这粒黄色之丹叫什么丹药呢？请能解明。活佛，这是西方炼心丹丸，服下自然可以保持心中平静，快服下。王生好知，真是舒畅无比，比凡间最好高丽参好了几十倍。活佛，那是当然，这是仙品，乃西方最好之仙丹。王生多谢师尊恩赐。活佛，快准备由阳著书，劝化世人向善。王生现在已准备好之，请师尊启程。活佛，本堂因所有堂生之诚心，再加上你每夜为所有众生之服务，所以一这连坐也跟着长大坚硬，这是各生诚心之得果。王生那也要感谢师尊在这几月中之教化训示，才有这点小成就。活佛，好吧，该启程了。王生是，请师尊启程。活佛，到了，这是你们凡间最大之妙寺。王生，哦，好大之妙寺，真是庄严无比。活佛，里面的主持现在客正打坐之中，我们可以往前静静的观看。王生，是的。活佛，你看前面有一位老者，心稳道师，已往我们这方向来了，可能是要恭迎我们师徒，快往前参拜。王生是，遵命。心稳参见西方活佛师尊及高雄市灵隐慈善堂正銮王善生，今天来本寺不知有何贵事。活佛，我们师徒是奉旨由阳著书，如有麻烦先长的地方，请能详加解说。心稳，那是无之荣幸，我会尽量解疑。王生参见道长，因本堂乃奉谕旨著书，所以今天有麻烦您的话，请能解惑。心稳，请王生不要客气。活佛，今王生你有疑问，请说无妨。王生，好的，前面有一位道姑在那里面打坐，是念何心咒呢？何以口中吐珠？请能解疑。心稳，好知，我们再往前走，你就知道一切真相。因在世上所练之术是有形，但不知有形之中乃是真无形，而无形之中是真空。空要尽的，要练到心如浮形，不然在世间所有道事也是骗行之术。请王生往前问他，就知悉一切真果。王生多谢先长。心稳，快往前吧。现已灵性出窍，已向我们这里来了。王生，这位道姑请了。道姑不要多礼，因刚才吾打坐入定之时，已知道你是奉谕旨来，且是把善恶记载书中，
以劝化世人向善。王生不知道姑是何方人士呢？道姑吾乃清河人士。王生请道姑能说出您修行之经过，好让记在书中，以劝化世人，持修之真立正。道姑好知，早年吾是被人收养之女，到现在吾也不知生我之父母，真是遗憾无比。话说在吾13岁之中，偶然无对肉鱼类突然未敢呕吐，而在睡觉之中，也曾梦见一位白衣士前来向吾微笑。至夜半，吾在偶然之中，看到一位穿着白衣小姐向吾要一杯水喝之，而那位白衣士叫吾从今天起要守人生礼节，如有空之时，要多看经书，不要浪费宝贵光阴。说完，吾转身就不见了。从那以后，吾不断习修，起先还能做到，后来因受到外魔之考，吾心就退却。至有一天，吾忽然生了一场怪病，且可以说是到达生死边缘。而有一夜，吾看见一位端庄严肃白衣大士向吾责骂人要守住罪，后外魔之考才能成器，不然也是白修。如要你的病好之，你要下定决心，不然你本灵光已被魔收去一半，今夜吾赐下丹水，可速复原之。以后你可以持香3支，向北方发愿，如病好之，决心学道，救度众生，那病很快就会复原。说完就不见。王生，那您为什么来此寺修炼？道姑因本人在梦中所见行径，乃白衣大士之引进，自吾养父母死后，吾才来本寺求脱人生之苦海，而曾主持收留至今，已将半4年了。王生，刚才您口中吐珠，是否能道出真情？道姑好知，因在吾打坐之时，心如静行，这是吾对外无杂念也。这是修道之人，该只有杂念。王生，因吾在世上看有些修道之人，还未除去烦念也。今看到姑您打坐之时，身边发出一道红光护身，这是世上难见。道姑最主要还是行善在立功，助人，这是修道之士所该行，要做到心行口出手动之觉，不然是妄谈。王生，多谢今天道姑之金言，在此吾就代表本堂众生谢之。活佛，这是寺中最优秀修士，望世人能学修之，因时间不够，下次有空再来之，快向前辞行心稳道师吧。王生，今天多谢道师开悟，在此受吾一拜。心稳，不要多礼，快起吧。下次希望有我服务之机会。活佛，快上白莲花座，准备回堂。王生是师尊，已坐稳，请启程回堂。活佛堂道，凌驾头体。加08第8回由八仙洞听汉钟离仙翁说法。西方济公活佛降，
岁次辛酉年正月念6日，2日3月1981。诗曰：善如青松，恶如花。看看眼前不如他。有朝一日霜雪大，只见青松不见花。活佛今夜无诵这一首很有趣味之诗，相信王生你大概知道这首诗之意。因这首话是谈在这现实社会之中，只认财不认人，真使本佛感慨万分，但吾还是很赞美诗意，并且要解释这首诗的内涵。因在一个社会之中，只知道昙花美丽，但不知这艳丽是不能受长久之考验。但反过来谈一棵独立青松，因它是万古长青，不管受风霜雨雪打之，它还是永久不变颜色，也不会遭挫折。但是拿花之美丽来谈，这花艳是经不起风霜雪打，因它会凋谢，所以任何一位仿恶之人，就像花一样，绝不会长久了。而行善之人，就如青松一样的万古长青，望王生你能悟之。王生师尊之教诲，徒当会遵守。活佛今夜我们师徒要往八仙洞观游胜景，王生你快上莲座，准备启程。王生是，吾已坐稳了，请师尊起驾。活佛已到八仙洞口，请王生快下莲座吧。王生吾已下莲座了，师尊，前面为何花色摆开呢？活佛这是昔日八仙下凡游玩之时，在这里面修习之所，这些花可能知道你身中带有无形之玉旨，所以特别张开花枝来欢迎之。王生师尊，真是如此吗？真是灵通之花草也。活佛，我们快往前面走，入洞内参观里面之胜景吧。王生师尊，你看左边有一桌圣餐，且有8张非常精美别致的桌子，好像是白玉所做成的。活佛，是的。这里面一切之盛景，跟昔日八仙来此用餐之时同样。王生在右半路上有一支旧圣剑，还有一件破衣服，可能是昔日八仙翁用的衣裳吧。师尊，是吗？活佛，那还用说，当然是。再等一下，可能汉钟离仙翁会下降，你可以详加问谈之。王生是。活佛，王生，你看，洞口已走进一位很安稳慈祥之老者，渐渐向我们依这怀方向走来，这乃八仙之中汉钟离仙翁。王生快往前参拜仙翁。王生参拜仙翁，因无堂乃奉旨扶鸾著书，所以今要麻烦仙翁指导开悟真理，以力劝众生向善，望仙翁能指引。仙翁请起，不要多礼，这是无应尽之物。王生因世上之人，大多数都不知修行，不知仙翁之看法如何。仙翁因在这花花世道中，世上之人大多被花花物质迷去原来之原性，以致世道日渐低落，使神佛
不知从何下手劝化缘儿。除恶向善，今天望生你奉旨由阳著书，以实证劝化世人。吾在此勉励你，在替天宣化，乃要续而不断，不可中途变卦，才不会辜负上天之美意。今天你问为何世上之人大多不知修行行善？吾在此例出一二，向众生道出原因。无人未生之前，皆为一。灵住于理天，无极天，无极天就是灵性之故乡。当初灵性下凡投胎为人时，是从正规正路而来的。人之初，性本善，人生下来，本性本来就是善性的，而是众生在世上中不知行持积善，行功立德而已。欲离世间，却不知从何而返，迷失当初来的正路，从此便走四门，坠入地狱轮迥，实在可悲可叹也。而在今天的社会中，众生为何会大胆作恶为歹呢？因大多数众生，他们都不相信有因果轮迥的报应，此于道德风气日渐低落，而教他们众生来信神佛是更难也。现逢天道降于火宅，故人人都有学习求道、改过自新的基层。曾经在东土的经中有一段话提出，向众生说明信佛神的力量与好处。信为道德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法，断除以往出爱流，开示涅槃无上道。信心消尽无垢浊，灭除骄慢恭敬本，亦为法藏第一财，为清净守受众生。信能会师无吝惜，信能欢喜入佛法，信能增长至功德，信能必到如来地，信使诸根尽明利，信力坚固无能坏，信能永灭烦恼本，信能专向佛功德，信于境界魔所者，远离诸难得无难，信能超出众魔道，示现无上解脱道，信不破坏功德种，信能生长菩提树，信能增益最上智，信能示现一切佛。所以信的力量非常重大，从信着手，从愿力行持，有了信就得有愿，这愿是从信心中产生的，是无形的一种力量。有人行大善，无法有成就；有人一日行善，却可升天，岂不怪哉？其实没有什么怪的，完全是愿力的力量。行善一日者，将身心全归向愿力，愿力其超诸人天之上，有人终身行善，知善行不知回向发愿，于是变成来生的福分，便不能得到解脱涅槃的道果了。回向就是愿力，愿力就是立下誓言，愿天下众生能切实改过从善除恶，以前知错，现以真心发愿行善立功。因有愿力，如坐舟船一般兼备岸，自然可达。王生多谢仙翁之指导真理，活佛仙翁之理，
王生你要去家务之。仙翁因一位修道或一位未修道之人，平时一定要守四维，对于色、赌、贪都要立以改过，不然是妄走世间一尘。在左边有个线，是行无只要念动口中真言，闭中之事行间就会现出真景。王生仙翁，你的意思是说闭中真形会现出，如想看世上一切情况，仙翁口念动真言就会自动浮出真形。仙翁是的，是否要观看呢？王生好吧，看个究竟，看看是如何呢？活佛王生因今夜时刻不多，不能长谈，望看完之后就可，我们要准备回堂。王生是，遵命。仙翁王生请看，吾已经速念真言，形已露出壁上。王生，那不是我们灵隐慈善堂，现在客正扶鸾之中，而所有堂生都在壁上现行，真是法力无边。如世上每个地方发生问题，可能这壁上之形影会随时现出真形，故一个人所做之善事及恩事，都逃不过神眼也，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也。活佛王生今夜就许由于此，快向仙翁辞行，我们准备回堂。王生多谢今夜仙翁指悟，请受王生三拜。仙翁请起，日后你堂是以普化众生，救度世人为宗旨，回去之后要多加努力修功，才不负无经之谈语也，容即不送。王生多谢仙翁悟隐，开悟。活佛王生快上莲座，准备回堂吧。王生已坐稳了，请师尊启程回堂。活佛堂到了，王生临驾头体。加09第9回由本省意外灾祸。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2月初3日、8日3月1981。诗曰：意外祸劫应难免，众生是求消灾劫。今夜察观凡亡灵，生途精神勿迷途。活佛今夜吾带了一杯清露水，将妄生你所有不清之物全部洗掉。王生师尊，你今夜好像心中有一股灵灵气势，今夜我见师尊好比见一只凶猛老虎，心中骇薄之极。活佛，那是你可能此时有做错事之遗憾，我观你脸部左处有黑影浮出，正可证明你最近善气大有做错之地方，是否呢？王生是，只因为。活佛，你不要再说下去了，吾全知道了，今夜要提起精神，准备由阳劝化世人。王生是，师尊。活佛快上莲座。王生已坐稳了，请启程。活佛，今天早上吾已知悉你们本省有一股亡灵，将归往阳间城。皇爷庙寺报道，将有位数40名之亡灵，而现在我们已到了现场。一观，王生快下莲座。王生是，师尊，前面好像有很多人在围观，
还有一些警察在处理后事，好像死了很凄惨。活佛人身意外亡伤应该是免不了，只怕众生不知天数而已。亡生师尊，像这种意外亡伤是乃论天数吗？师尊那边有一位先生，好像已经死去了，不知师尊你可以救活他吗？活佛亡生，你开玩笑，因凡人假体活动细胞已全灭绝，心脏已停止，无以没法子。现在引魂童子将全部亡魂引回阴府报道，我们去参访引魂童子。亡生好的。活佛这位是凡间城隍爷左前引魂童子，今天无代高雄市灵隐祠善堂王生前来参访之经过情形，望童子能详加细说。王生参拜引魂童子，引魂不要多礼，今夜无奉无主公之令前来引回这可怜凄惨之亡灵，才不会飘荡四处。王生原来如此，刚才吾看你拿一只引魂翻摇机下，原来是把所有死去之灵魂全部集合，以便顺利带回。引魂大概是为了他为什么这么早就死去，因为看到家人哭，亡灵当然会心慌意乱，故奉劝所有家人有死去之家属，人如死去，在48小时内，希望不要大声哭泣，以免影响亡魂往生。亡生大多凡俗之人，在家人死去，当然难免会哭，但望引魂童子能再详加分白。引魂只要心中悲哀就可以，而大哭大叫有何用呢？尤其是善事之家人要惦记这点原理。亡生像一些凡间道士，给这些亡灵在引灵，不知是否有引灵。活佛凡间道士引亡乃是形象而已，而这要全赖以亡灵之善功，才能安然回往西天，如恶者当然要下地狱受罪审。亡生原来如此，多谢师尊开导。引魂因时间问题，吾要全部的回阴府报道，容我先行告辞活佛。师尊及王生。王生多谢今夜之指导。活佛今夜扶鸾者犹至此，我们提早回堂。王生是。师尊。活佛只要你每次浮游之时，集中精神，不要有杂念就可，快上。连坐。王生是的。已坐稳了，请启程回堂。活佛堂道，快下莲座，凌驾头体。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阳间善恶游记。532 CHTML。010第10回游高雄市听凡人设神坛骗其世人。011第11回观游凡间观光理法厅。012第12回游本省听善人谈行善及顺游凡间妓女院。013第13回游凡间精舍，观道有进修。014第14回游本省观众生惹是生非。015第15回游本省观察居道士用假法骗众生。016第16回在本堂听善魂宿被害原因。
017第17回继续在本堂听善魂所被害原因。018第18回奉旨由西方净土观仙佛谈末法。019第19回即由西方观众佛神各谈末法。加10。010第10回由高雄市听凡人设神坛骗其世人。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2月9日、14日3月1981。诗曰：仙佛下凡乃救世，凡众设坛作食神，奸下美淫外恶报。只是一念下欲行。活佛今夜带王生拟由高雄地方神佛直击情形，望王生看了之后，要惦记于心也。王生是记于心也。活佛好吧，准备起驾游扬。王生无以上连坐，请师尊启程吧。活佛到了，请下莲坐吧。前面有很多人围观，可能是发生车祸。王生要不要前去观看？活佛办正事要紧，而奉劝众生们，无论在骑车或走路，一定要往一凡间所定交通规则也，才不会失事，反面而谈。不能违反上天所定的天律也，乃是上下界神所遵行。王生师尊，今夜我们要参观之地，是不是前面那坛呢？前面好，多人可能要向仙佛请教，不知如何，师尊是否可以再往前参观之？活佛可以也。王生现在已经开始请教了。活佛前门顶上有上天敕令 XX 宫，这乃民众对上界所求之敕令宫也，而左边有1尺6寸之小黑令，此乃正邪之用，而里面奉上主神玄天真武高上帝，配神有天上圣母、中坛元帅等等很多。王生你详细观之。王生这坛不大，为何救度众生，生意会那么多也，真是太奇闻。活佛现在上界已派一位守护天神来谈，王生快上前参驾也。王生参见将军，望能详加悟开这坛之因也。天神这间神坛，乃上天所赐下救世之坛，而辅助凡间医生所不能医治病症也。以前有很多善男信女来请教医治，多非常灵验。因这坛主非常热忱，对仙佛非常敬重也，才有今天之成果。但现在就不同了，因这坛受名利所诱，现在有时候主神没有直击同，而真武高上帝之部下击之，击同，就以食神作祟，乱盖众生衣场，而以神的名义欺骗众生钱财，受骗众生难以算。因这种食神作怪，乃天律所不容也。因起先这坛就是众生有功，现在是以功抵罪，如抵完之后，上天要派南天执行使者收回谕令也，并行显这位假机之人，因为玄天真武高上帝乃慈悲为怀，看这坛矣。今变相图利，这完全是凡人食神作祟，
若世人有设谈旧事，妄不要受利益引诱也，这要受天律之刑罚。王生，那么今天请教之人为什么那么多呢？活佛，这完全是在首次办理旧事时有效果之因也，才有今天那么多余人来此受骗，真是令吾感慨万分。王生，那么本堂办理旧事，是不拿众生之文也，而无在福临也不敢轻视自己，本堂以师尊看是否有真诚呢？活佛，那当然，本堂乃受南天所指定救世度众，以劝化众生向善之堂也。尤其本堂有几位古道热肠之居士，那还怕本堂中途变卦？王生，如今天众生，大家多能向善，不知多美好。天神王生所言，这完全是要靠个人之修功也，望世人要问事情，教神佛要用自己智慧去衡量，才不会上当。活佛，今夜多谢守护天神之开悟，使众生能明了有人以神的名誉救世，其实都是一群骗人钱财黑毒虫。天神不要谢之，你们乃奉谕旨著书劝化，此乃当然也。活佛，王生准备回堂，向天神拜别也。王生，多谢将军，在今日之旨勿迷津。活佛，快上莲座。王生已坐稳，请师尊回堂吧。活佛，堂道凌驾头体。加11 011第11回观游凡间观光理法厅。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2月16日、21日3月1981。诗曰：满身是罪生今世，此不回头待何时？六和善功位第一，蹉跎失度时堪悲。活佛，今夜看王生你好像心情不定也，在著书之过程要保持心情平静，不可一时心不正，误了大事。上次你因事忙，望你要在忙中求精神，今夜吾再赐你静心丹服之。王生，多谢师尊赐下灵丹，现在精神比较好之。活佛，快上莲座，准备游阳也。王生是已做好之，请师尊启程。活佛，已经到了，快下莲座。王生，师尊，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那么多人呢？活佛，这是你们凡间最为热闹之地也。王生，是否台北西门町呢？活佛，快随吾之背后走。王生，是师尊。活佛，这是你们凡间理法之所。王生，你看，好大的闪闪亮光之某某观光理法厅，是否要进去理个法？因你的头发太长了，再修短一点比较好看，才像修道人，进去吧。王生要进去。师尊，你先进去，吾才不要呢。听说台北理发都有，加上马杀鸡、massage 音译、一女按摩，吾才不敢。活佛，因世人大多以这种诱色之法来引诱在理发之客人，所以
现在这些以色麦春之理法厅，在不久将来会受到因果轮迥报应。所以奉劝现在开理发店之老板，要改过换新，不可再行不入人道邪生意。王生师尊在现实科学发达进步之中，也不止台北有这种理发厅卖春，别的地方也有，不知何时才能终止也。活佛现在我们进去参观，顺便看里面在搞什么东西。王生师尊，里面的小姐为什么没有向我们师徒招呼呢？活佛废话，如果这些小流之辈以凡眼能看到我们，那他们的修为可胜上真仙也。王生原来如此。活佛上2楼你就知道，里面春风满室，看了真实无堪悲也。王生已到2楼了，里面好像有人在细语交谈，师尊你是否听到了？活佛不听也罢，因他们男女交谈，没有好听的话语，都是一些下流之话。里面在做什么？王生，相信你一切知悉。王生其实以恩师您参看，他们这种交易是否犯了天道地规？是否可请师尊详加解释？活佛，好吧。我们在上5旅，在5楼顶上，本区统领善恶真武玄天上帝宫，在楼顶等候多时，快上楼参拜上帝宫。王生是。活佛已经到了5楼楼顶，王生快上前参驾上帝宫。王生参拜上帝宫，因本堂奉旨由阳劝化，把众生之恶习惯记录在善恶游记之中，以利劝化众生，也望上帝宫能说出这间理法脉春之将来报应之因果。地宫欢迎活佛师尊及王善生来本区者游，本神感到万分喜之也。说来话长，这一间理法厅开业将近3年了，生意特别好，来的怨客也非常多，最主要原因是小姐漂亮又大方之故。而这间老板在本区人事方面也非常通章，人事打得通，什么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而本神在因果善恶之部观察结果，此间负责人乃因赖祖德之庇佑，所以要发监才6年，才能结束这因果。而店内所有为顾客服务小姐，无有另做成一本记事因果簿，将来死后送入地狱罚罪，并减去本身寿命。望世人能知道这因果之环报，不要因财受迷，不要因色被迷也。而去观光马杀鸡之客，也有罪过，也要受到天律的刑罚，望世人能切改这种不良之习惯也。王生多谢上帝公开悟。活佛世人在今天如有看过这阳间善恶游记，能速改前非，而决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愿，成为逍遥之人佛，成为良性之善民也。王生师尊，这次由阳著书将来出版之后，
可能会劝化不良之众生，乃真是功德无量。活佛今夜就由杨著书于此，快辞别上帝宫，我们准备回堂。王生多谢上帝公，在今夜只破凡人因之果。帝公奉送济公活佛及王善生。活佛快上莲座。王生已坐稳，请师尊回堂。活佛堂道：临驾头体。加12。012第12回由本省听善人谈行善及顺游凡间妓女愿。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2月20日、25日3月1981。诗曰：乐善好施最上功，显清耀祖正门风。上苍慈悲垂恩沃，汝不回头勿作龙。活佛因19日乃观世音菩萨成道千秋之日也，本堂来了上界之仙佛，故乃停游。今乃不游，王生要振起精神，才不负上苍降旨，到本堂著书劝化，以救世人之真正意义。王生师尊吾已备好了，不知今天要往何方呢？活佛今日要游南方最为好功之善人，并观看梵文最为害民害世之场所。王生已坐稳了，请师尊启程。活佛已到，王生快下莲座，前面有一个大庄，乃瓦顶房屋，里面只剩下一位60岁之老人。这位善人乃无观看空中有一股善气冲天，所以今日我们吃喜要拜访这位善人。现在这位善人正在睡觉，无用无知佛善山引3次，把他的灵魂引出谈话。王生好的，再看看师尊之佛法，如果这把佛扇送给本堂，该多好呢？活佛这把佛扇乃是师尊随身宝物，怎可送你们堂上呢？奇迹也！不必送，你们堂中自然有一正气之佛扇，而这把佛扇要看你们堂中如何去应用之。现在这位善人已经到了，王生你有话就跟他详谈行善之经过。王生这位善人请了，今夜打扰你，因本堂乃奉谕旨游阳访善恶时事，以便着天书内劝化世人。善人这位想必凡间人人称呼活佛师尊吗？而这位想是某堂之善生，吾在此向尔位拜礼。王生不要多礼，请起，你乃吾之上辈，吾怎能担当得起呢？善人因吾自小孩之时，就亲口持素至今，有50年之久，而吾到今一直守4为8德，平时助一般平民及帮助无依之孤儿，从亲口以后也没结婚，祖上也留下一大片祖业，只有跟无形之仙佛结缘。吾奉上圣母之像及佛祖之形象，但吾真有奇怪之事，就是吾从来没有生过一次病，这连吾自己也不知何因也。今夜你们来访，要把吾之行善经过录编于书中，以便醒化众生。总之一句话，
劝化杨氏之人，不要做下为害天理之逆，且不做亏心事。最重要的是要守4维、5戒、8德，把一切之恶贯排除，乃可称为人佛也。拜托声明赤子能早回头，早觉悟，看破红尘，才能顺利登上无极天。王生今日听善人约道，真是心学，在凡事要多多跟善人学道理。活佛王生快告别善人，我们还要到别处去。王生多谢善人今日开悟之，因公事在身，不能多谈。善人奉送活佛师尊及王善生。活佛坐稳吧。王生已坐稳，请师尊转往别处。活佛，这是你们凡间花花卖春之场所。王生师尊，这地方也要采访，吾真感觉不好意思，还是回堂吧。活佛，修道人看了是不好意思，但我们乃欲旨在身，自然不拘也。我们走2圈观察情况。王生好吧，就随吾师后面。活佛，王生你看，本地方土地公前来恭迎我们师徒，快往前参拜。王生参拜福德神，王生拜叩。土地请起，不要多礼。王生请问福神，这一带好多妓女，是否有全部记上因果之簿？以后时到，在行报罚。土地当然有之，在这里之妓女，多有因果，才受善恶之报应。王生原来如此。活佛，像这些自甘堕落之女辈，应该受非人之罚。王生师尊，但这些妓女，有些是被环境所迫。活佛，如回堂之后，你们堂中若有堂生前往这些不良场所，望能速改之，因时刻到，该回堂吧。王生好吧。白莲花座扶出，已坐稳，请师尊启程回堂吧。土地奉送活佛师尊及王善生。活佛，多谢福德解释开悟众生。王生多谢土地公之指悟，因时刻到，以后有时问再来参悟。活佛，堂道凌驾头体。加13 013第13回游凡间经舍，观道有进修。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2月念3日，28日3月1981。诗曰：历史悠久学圣道，道德伦理并四方。善者学修广播传，多者乃劳静业修。活佛，今日吾代王生你观看阳间学修道业之人，及阳间专门传道、宣传道理进修之地也。王生师尊所说，就是现在宣讲讲道之人，先佛有指定地方修学道业，并宣说于世人之悉。活佛，快上莲座，准备出发。王生是已坐稳，请师尊启程吧。活佛，已到，下莲座吧。王生是的，今日师尊好像心情很快乐，不知是何因呢？活佛，师今日心情当然高兴也，
因你们堂中之身，多非常臣前之。这部善恶游记在著书过程中，各位堂生都非常臣前，使这部游记在著书中也能顺利，而游记也近半数，日子也快尽着完，上天之旨，我也可以安然交差了。王生原来如此也。活佛等这游记一发书，会振起全球不良之辈，能向善除恶，使全球之人能过安定之生活，正合于上天之意也。王生我也希望这部善书能劝化众生，以达世界大同。活佛前面用你的眼瞻望，有一间不大不小的精舍，乃是仙佛指定学宣讲之人所练习学道之处。王生这经含四方八处，好像有一股灵气围着，如魔要想进入，可不简单，不知是否有神将把守呢？活佛当然有知，这里面有三清道祖先师镇守，魔当然要远离。精舍前面有一位尊者迎来，王生快前往拜叩。王生高雄市灵隐慈善堂王生，叩拜尊者，因本堂乃奉旨游扬，以及善恶资料记载书中，以劝化众生向善，今日望尊者能开悟指导。尊者欢迎西方济公活佛及高雄市灵隐慈善堂王生来跸精舍参观，在此表示恭迎之。因跸精舍乃全省道友及有一些洋道友也到精舍学真理，并于学成以后，到各寺堂宣道，乃是替天宣扬教化，这乃天旨之德，吾待你前往里面参观之，而进一步研查。王生多谢尊者开悟之。活佛王生拟观后，同到堂中，在堂上宣道之时，要说话道源治理，以免堂生向道学修，并开悟道源之信也。王生遵命。尊者王生拟看前面中央及左右两边，有几位学习进修宣讲之人，在学习之中，多非常诚学之，在这里学习之人，年龄最大有60岁，最年轻有23岁，有13个人已结婚，其余27个人还未成婚也。而这些学修道理之人，现正课专心学习，并在72天结业，而后上天派直到各处堂4宣化天道。王生原来在社会宣道之人才，也要进修。活佛如没有修道、学道之原理，这怎能宣化道理，以达到理劝化呢？今夜就到此为止，准备回堂，快拜谢尊者。王生多谢今日指悟，使吾能完全了解，宣道乃要有相当之进修，使吾能进一步悟之。尊者奉送活佛及王善生。王生师尊，吾已坐稳莲座，请启程回堂吧。活佛堂道：凌驾头体。加14。014第14回由本省观众生惹是生非。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2月念6日，
31日3月1981。诗曰：人生宛如一梦空，看破世情是因果，利害道克邪害儿，只破原因分明着。活佛太上道祖曾经在《太上感应篇》内曰：祸福无门，为人自照。这乃对世人提示说，人的祸灾与福是没有门路，这要靠自己修谓之德。如一旦遵背良心做事，而你的祸灾是自己招来的，反正如你心安理的做事，不做亏心事，光明正大，那上天自然会降福运于众生。愿以众生能悟出这诗句之用意。王生多谢师尊教导，望众生在修心悟道之过程中，能了悟师尊之经言。活佛今夜我们师徒将反观今日社会用巧言骗人之奸人，以点破引正世人，能改过自新，以达大同之道也。王生快上莲座吧。王生好之，已准备好，请师尊启程吧。活佛王生，你看，前面有一堆人在惹是生非，凡间之人就是这样，为了一件不必要之事惹是生非，真是祸福无门，为人自照也。王生师尊，我可以前往劝之吗？可能要打架起来，恐怕会出人命。修道人慈悲为怀，不知师尊意下如何？活佛现在你我都是无形凌驾出游，要以什么之躯与这些恶道和理论呢？王生对了，我怎没有想到这点呢？那要怎么访观知之？活佛我们可以照本镜管善恶之神，将问之，不就知之。王生好之，免请师尊施佛法，以照善恶之神将。活佛王生，你看，前面左边有一位头载金盔，身穿道袍之神将往我们仪这边前来，快往前参拜。王生拜叩神将。今夜吾随师尊来观这些恶汉在惹事，不知为何因呢？请神将能告知，以便折入游记之书，引证劝化世人。神将贵堂扶鸾著书善恶游记，以引立正案，乃上天早已颁旨各神府，要全力助之完成。这些恶汉发生事由是这样的，他们都是道教之信徒。前有一位老者，就是前面说话很大声，而口口声声要杀这位青年，因这位小子骗了这位老者的钱，老者聘请一些无赖流氓助阵，以敢死绝杀之。这位骗人青年是金光党，用假慈悲救人之法，往老者家中说，你儿子发生车祸，叫我拿1万元去医院，以假医院开取假证明，骗老者。而这位青年早在3天以前就准备骗这位老者，可是谢找不到机会，到今夜才下手作案。还有2位是伴着这位青年，也是同党，可能因坏事做多了，应得报应，现在已被众人捉绑住了，等待凡间警察来理。因人每当起邪念，
头上之3尸神明9之一。切，被捉绑金光党，其中有一是儒门道人，乃真可悲，有失道理。虽入儒门，仍会遭到报应，望修道世人了解此因也。活佛世人就是这样，没真正用劳力赚来之钱，最愿望得到之。而现在社会之中，好多人都是用这种方法骗人，以图利益，真是可悲也。王生师尊说的有道理，现在社会真有这种现象。神将这些恶习的罪愆，将一一记上善恶簿中，以便将来送入的欲刑罚也。如有世人看到本善恶游记之书，能改过自新，立加注印本善书者，将化罪一半也。活佛多谢善恶神将，在今日能证明，隐暗说物无闲途，在此感谢之。王生快向神将辞行，今夜就到此为止。王生多谢神将今日训示，吾在此代表众生，表示谢意，因今夜时刻到，不能与神将多谈，以后有法缘，再请教神将大道。活佛王生准备上莲座，王生已做好之，请回堂吧。活佛堂道：凌驾头体，100%加15。015第15回由本省观察居道士用假法骗众生。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3月3日、7日4月1981。诗曰：巧言假语全谎道，假设道谈骗众生，复会沦落日道邪。指出败类劝化身。活佛今夜王生提起精神出游吧。王生是师尊。活佛快坐上莲座，因时间不多。王生好之，已坐稳，请师尊启程吧。活佛到了。今日凡间众生在庆祝玄天上帝之生日千秋，在各堂寺庙中都非常热闹之，而善男信女往玄天上帝庙中行香礼拜祝寿也非常多，而显然表示众生是对神佛之尊敬。今夜我们师徒来到本省最为热闹寺庙中观察，因在今夜有一位假集神佛之名，以骗众生，而在庙前广场中已安排好，以引欺法骗众生。王生你看，就是前面那位穿衣老者。王生师尊，这地方好像台北龙山寺，今天好多人看热闹，而街上车来人往，真是热闹极了。师尊依我看，那位老者面部五官都非常慈善，不像是一位以假道法骗众生之人。活佛世上之人，不能看面相就猜测是好人，要看这人的内在修行之功，才能分出好与坏也。而在那桌上奉上鬼谷先师之神像，而这种法术乃要数位假法也。王生你慢慢看下去。王生师尊，有位年轻人已被那位老者叫进去了，而旁边还有一位年轻人，好像是乩童，可能是为众生请教问事。
那位老者用五令旗在这位鸡童身上飘3下，口中不知在念什么咒语。活佛这些咒话，乃是鬼谷先师之灵通咒也，是这位人有练灵咒108天之修灵，而这位老者用这种旁法以诱众生，而众生被这位鸡童道出因由时，大多说坏运，要改运消灾，才能安然无事，不然会发生灾祸。以这种方法骗人，如不信之众生会受到灾祸。原因是那位老者是用灾害符害人，到最后发生事故之人来找这位老者，对病症下药，把灾害符收同，才告成功。往生难道没有人能破此法吗？像这种邪法，害人是否有报应呢？活佛当然有之，这种报应要在地狱受到最严厉之刑罚。可能这位老者之寿命也差不多了，如不能快行改过，将会连累子孙，真是悲叹。往生在这庙前之事，难道庙中神佛不管吗？而使这位老者无法无天，骗其众生。活佛这些事，庙中之神当然知悉也，而为什么不去管呢？当然有原因。往生什么原因呢？请师尊解释也。活佛现在庙中观世音菩萨已往前来了，往生快上前行拜。观音往生免礼，早已知悉你堂上乃奉旨著书，无理当指物，因依这位老者在学道恒功之中，有救了好多人，因最近几年被财力所诱，至今用此邪法欺骗众生，现在上天用他本人以前做过行善之功果来抵消恶果，减完之后就是报应之日，望众生要知到因果报应之时，不要被外在之邪道所骗。活佛多谢菩萨之解悟，因时刻将到，不能和菩萨多谈，下次如有缘再行谈之。往生快向菩萨辞行，准备回堂吧。往生多谢菩萨今夜开悟，这位老者之因由，因时刻到，不能跟菩萨多谈，在此表示遗憾之。活佛往生快上莲座，菩萨送活佛及王善身。活佛堂道，往生灵驾头体。加16 016第16回在本堂听善魂宿被害原因。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3月6日10日4月1981。诗曰：唐氏救劫尊圣道，鸾台到处尽班书，替天晚世行人教，愿汝迷扬自革新。活佛在今社会之中，各教甚多纷纷设堂救世度人，行善除恶，而奉旨著书，劝化世人，乃是替天行道，挽救末劫之术也。但有一些不知迷路之众生，却到处宣传说是谎话之谈，不可信，真是可悲可叹也。往生世的师尊今夜所说几句经言，乃是在今社会中确有之。
是时，有些人对各鸾堂仙佛之盛事全不采信，乱语批评，而使传道救世度人向善除恶，有时难以进行。活佛老衲之烦恼也是此因，所以要劝人行善，行功立德，乃是艰难之事，而王生及本堂之身要刻苦忍耐，使救世传道能畅行，世界大同也。王生深定尊圣意，使每位众生能在末劫中顺利得到无上之道，使社会安定进步。活佛王生，你看，你们堂前之路中有2位阴魂在门前徘徊，一位是男魂，一位是女魂，可能有冤情要向本堂倾诉也，而被本堂门前将军挡住。王生师尊，是否可以请他们进来诉出原因？活佛，好吧。王生之请求，命本堂司礼神带引到堂中问话。礼神是圣僧。王生这2位阴魂为何到本堂？不知何因要诉求呢？活佛王生请他们2位上座问话吧，而不可无礼。王生请2位坐下谈话吧，这是无师之意，可不要推辞。浑男多谢这位善生之美意。浑女阿木，快往前参拜济公活佛。浑男是阿秀。男女2位小魂拜见济公活佛，希望济公活佛菩萨能为我们2位做主。活佛看你们2位的形色，好像刚虽开阳间不久，为什么没有往城隍爷庙报道，除去阳疾，而黑白无常为何没有跟来呢？是否有原因呢？看2位之灵光是善生，请有话快讲述。王生2位请起谈话。浑男多谢活佛及善生，小浑2位不敢起谈，而活佛及善生之美意，心领就是。活佛，好吧，请诉说原因吧。浑女，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是台南人士，今年刚结婚不久，原因是我们夫妻在几个月之前往北部游乐，被一位假传道之人遇到，说是我先生的朋友之故乡老友，而我先生又不认识他。那位假传道之人在说话谈论中很客气，真使人有美好之感。之后我们就结成普通朋友，而我先生就把家中的地址留给他，在北部游玩后，当天就坐车回台南。经过半个月，那位朋友就来了，因在结识中说他是传道士，但他的本来面目我们又不详，从表面看来是慈善之人，到后来才知悉原来是恶辈。浑男每次来到我家，总是问东问西，真是使人心烦，但也不敢得罪他。这位假传道士知道我家中的生活本不错，家中也存了不少钱，才使这位传道先生起邪贪之心。活佛，听你们2位所讲之话，那伪善传道士是假伪传道，而你们才受骗不知，2位为何会死呢？浑男是这样的，
有一天他带来一罐美酒送我们，当天中午我们请这位伪传道士吃午饭，也顺便喝了这罐美酒，而不知不觉中就昏过去，然后他把我们2位绑在仓库中，而后这位强盗就把家中所有黄金10多两及钱5万元都夺走了，事后没有人来救我们。经过了10天，我们就活活饿死在仓库中，之后我们就被俘神引到城隍庙报道，除去阳极。活佛2位平时虔诚敬奉神圣，又时常注印善书，常常寄款到各堂中救济贫穷之平民教堂寺庙，待你们乐捐救助贫穷之人。王生济公活佛菩萨，你为何知悉呢？活佛当然知悉，因2位知善恶不，现已被送到本堂来。王生是谁送来的？请师尊告知。活佛本堂济公神送来的。王生原来如此，难怪师尊知悉一切内容。活佛今天的诉请审问要延后查求因由，因本堂扶鸾时刻到了，只好请2位回去报道，另日扶鸾著书之时，再通知2位再来查公吧。请先回吧，命本堂司礼神送善魂吧。王生，那本日游阳可要停游1夜吗？活佛当然，那么晚了，而大家站立那么久，该休息了，下次再浮游吧。王生是师尊。活佛吾也该回西方去。王生好吧。活佛王生，凌驾头体。加17 017第17回继续在本堂听善魂所被害原因。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3月初9日、13日4月1981。诗曰：善构心生死，犹记力劝子，望众赤心醒，伏彼离世性。活佛今夜继续审问上回之诉冤案。王生师尊，上回那2位善魂到现在还未到本堂来，是何因呢？活佛刚才吾已命本堂持惩神去通知，可能马上就到。对了，明天我们师徒奉玉旨之命，要往西方大雄宝殿观摩众神佛意。是，望王生你明天能早点到本堂，因是时间问题，请不要误圣命。也，王生是，明天吾会准时的。活佛现在2位善魂已到了，命本堂司礼神奉请入堂审诉也。司礼圣僧，2位善魂到，无暂退。2魂痛叩圣僧济公佛及王善生。王生请2位善魂起来谈话，在本堂申诉，不要客气，尽量说吧。魂男多谢王善生。活佛2位有话请说吧。魂女在我们受害之后，因我们在阴府善恶功罚部中既是功果不错，乃暂时寄居阳间城隍府中学习道理，因在前日中府中有几位神圣在谈论，本堂乃南天指派正气救世度人向善之堂也。
我们听到之后，向王爷请示我们的事迹经过，说出来以利劝世人，不要像这位伪传道士那样假善害人，所以王爷准了之后放我们两位到本堂来诉说一切经由，望能者于书中，以劝世人。浑南上次因时间不够，才延到今天，犹无继续谈之。我们两位受害后，那位伪传道士把我们的钱都花光后，又要继续去欺骗别人，但因天眼雪亮，在花完1个月之后，就发生车祸而流血过多死亡，被黑白无常将军追查归案，现已在地府受刑罚中，不久就要受的府全身热割心肺之重刑也。浑女世人不要以为作案中没有人看到，就随便乱害无辜善民。但上天有眼，明察秋毫，你所做一切都非常明晰也，望众生能铭记此点。活佛望世人能彻底明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理也。王生两位善魂之话，如能力劝众生，真是功德无量也。活佛两位有慈善果，贫僧会上诏于地藏王菩萨，把两位分配到学道堂中来修心悟法，其不要受地狱之苦也。两魂多谢活佛。活佛好吧，今夜就到此，两位请回吧。命本堂司礼神送善魂。王生助两位善魂到地府学道堂，能学而后致用，道果功成。活佛王生凌驾头体。加18 018第18回奉旨由西方净土观仙佛谈末法。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3月10日、14日4月1981。诗曰：观摩仙佛谈末法，大雄宝殿及众神。王生领命游西方，瑶池盛会乐无疆。活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今夜王生你要提起精神，全力以赴，不可有一点疏忽，更不可有杂念之想。今天无专从西方净土带来净混丹，你先服下再说。王生多谢恩师赐我净混丹，服下立觉全身舒服无比，精神大振，飘飘欲仙。活佛这是世人本身不净，而有业障之因，本身不清净，那可上西方净土呢？王生师尊，今夜任务重大，吾心真是惶惶无比，如万一有任何差错，吾真对不起本堂之身友也。活佛如你能全力以赴，就可以，又何必谈能不能胜任？如你不能胜任，那上天何以对你那么器重？王生多谢师尊训示，吾当全力以赴。活佛在升空中，吾再告知西方情形，现在你快上莲座，准备起程。王生吾已坐上莲座了，请师尊启程吧。活佛王生，升空之时千万不可有杂念，不然从空中掉下来，吾可不管。
王生是遵命。活佛王生，你看远远有红红飘来，是你凡间太空船。它的飞行比我们慢，你看，我们连座椅上升在真空中。王生，难道在报纸、电视新间报道中，真有凡间洋人所创的升空太空船，真要登陆太空？这件事不知你们仙佛是否知道呢？活佛，这件事上天早已知悉，但凡间的梦想可能会破灭也。王生，平时从地面上看空中的云景，真是美丽无比，但从空中往下看，好像一望无际。活佛王生，现在你把心静下来，西方净土快到了。王生是遵命。活佛现已到西方佛国净土，光亮无比，琉璃光辉照耀人心，真看了就回想众生未能活的人生最大的意义。人空空的来，也空空的去，但不知去后往何方。而在人未悟的真理，就梦想自己如不做坏事，归空后就可上升到西方极乐国土去享受。那是空梦想。如一个人不能真心行功利德，而又不能守三从四德，不守礼义廉耻，不行八正道，那还谈何修道养气，更谈不到成神成仙也。但人要知道这点理由。王生向师尊所言谈之道，众生要修心悟道，真要切实奉行，才能安然成神成仙。活佛，不知不觉中，我们师徒两人已到了西方净身池。这净身池乃是凡佛门弟子们归空之后，一点真灵飘向西方净土，先要在净身池中洗礼，方可入西方净土。这池也是供佛门弟子洗礼净身之池。王生，原来如此。这池的水很清白无比，没有人看管吗？为何池的两旁没有任何仙佛定洞呢？活佛，当然有之，因今天我们是奉谕旨游西方，而看持佛将军。因为你身中有无形之旨，而不敢向前冒昧打扰，因师尊乃是西方仙佛，看持佛将军当然认识无忌功，当然不敢动问也。王生，哦，是这样。活佛，还未尽西方净土之真的，吾师先要把你全身洗礼一次，做全身检查，以表清净，不然以你在凡间凡身不清净，要想入佛国土门都没有，这就是今天要你洗礼之由也。王生，多谢师尊垂爱，不知水会冷吗？活佛，王生，你快下去吧。王生，要怎样下去洗礼呢？活佛，你心暗念世尊，赐吾全身清净3遍就可。王生，师尊快来救我，水中冷热不和，好像在烧化全身各筋骨，吾真受不了，请师快来拉吾一把吧。活佛，这是证明凡间业障重，而本身所积内罪业所致，等一下你就会快活无比，而会给你意想不到之处。王生，
现在好像水中温和点，而筋骨舒畅，真好，真好，跟方才不一样。活佛，好吧，可以起来，快把你的衣服穿好，我们要往大雄宝殿去。王生已穿好了，师尊走吧。活佛好，走吧。王生师尊，西方真是庄严佛土，景色丽人，而非凡间所能相比的。活佛习曰：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而庄严佛土句，在字面上虽当庄是严整佛之沙土之解释，而内意上凡是妄想修品正果，成佛成祖，以及达成涅槃之常乐我净等，都包括在内。总之，凡者住于这些既功既果之事者，凡是属于非理之妄想心皆是，都应算在庄严佛土内。有我当庄严佛土之心，便有我相了。这样非但不名菩萨，而且所庄严者，也只是住相庄严和有为庄严，不常。此和真正菩萨之性功庄严是不同的，真常。故佛乃说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王生由此看来，菩萨实当行自性分内之事，不应生四相，不应住庄严。活佛如能这样，则所获自性庄严当是无量。假若妄来妄住，气内求外，别其所谓庄严者，也就即非庄严。今将是列表如左。菩萨无我，是名菩萨，非相庄严，性功真是菩萨。菩萨有我，不名菩萨，住相庄严，外貌当非菩萨，这样的分析，王生相信你能悟之。王生多谢师尊开悟之，远远有很大雄壮无比佛殿，是否世尊所居住大雄宝殿呢？活佛是，猜得不错，快往向大雄宝殿。王生是，今天西方之游，真是没有白走一趟。活佛王生，你看前面已走出一位仙佛，你看是谁呢？而是跟你们堂中有疑虑之音，你瞧吧。王生是，真有一位面善微笑的老佛者，穿白灰色的佛衣，真是使无有沾净之意。活佛，此乃西方药师菩萨，又是南无消灾延寿琉璃光如来药师佛。王生哦，原来是以前曾亲驾到本堂著书，阳间治病发愿咒之药师佛菩萨，今拜谒法身，真是使我流连忘返也。活佛王生，快往前去参拜药师佛菩萨也。王生，拜敬菩萨，因今天跟师尊游西方国土，乃是奉旨之意，要来本国土观摩众神佛谈末法，不知今药师佛菩萨有何事要开悟。菩萨今欢迎王善生来本国土，观摩本净国土之仙佛及景色，因你堂跟本佛有缘，所以特来迎接之。活佛药师你好之，因贫僧乃奉谕旨之命，
待王生善游凡间，即善果及不善果之例证，传真于书中，力劝众生向善。菩萨吾早已知道，因现在在大雄宝殿论会末法之众神佛还未到期，依时间10日算来，时刻还未到，而世尊命吾通知你们师徒，在3月13初分再来观摩众神佛谈末法之期也。活佛，好吧。王生快向药师佛菩萨辞行，我们回堂，待命出游。王生无代表本堂各位堂生，向菩萨请好之，而望菩萨能多来本堂开悟众生智慧，以助本堂向大道康庄迈进。活佛，王生快上莲座，准备回堂吧。王生已坐稳莲座，请恩师启程回堂。活佛灵隐慈善堂道，王生灵驾头体。加19 019第19回既由西方观众佛神各谈末法。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3月13日、17日4月1981。诗曰：佛藏末法传千年，灵隐居士度众生。西方净土本清净，叹此世尊悟妙法。活佛今夜王生，你要把衣服整理完整，以表对西方之行旅径。因西方是清净之国土也，而今我从西方取单一例，乃是清净妙心单也。不然，在凡魂出家，想到西方清净国土，乃是难上加难也。西方之游不是普通之地，在上回之游，想必忘生你知道，而不是。现在庙中修持和尚修了几十年，修了几载世，就能登上西方无极清净国土，而要切切实实去行道度众生，而积道满功之后，才能正归西方，不然是妄谈修行也。王生抵在有些佛教之人，都诽谤儒门，神教乃是乱谈玄机于佛道，不合众生去信也。不知师尊你有何感想呢？活佛在这佛道是非是说可因证，台中圣贤堂扬生由西方世尊有言，说出在此省略。现在你快步上莲座，准备启程。王生，好吧。现已坐稳了，请师尊启程吧。活佛在一路上，吾再告诉你关于现在佛教进步情形也。王生遵命。活佛一瞬眼已到空中，而在上飘进去，就是南天门，而我们今天要往西方，要在近飘108度之空间，转往西方比较近也。在空中，你可以看到那些得道高僧，真魂飘飘然，自由自在，自任乐逍遥，归正西方国土。王生原来如此，而现在在凡间修行老僧、主持或老道姑，都往这条真道佛路进行了，现在吾才悟出这真理也。活佛如有些未证道之僧，或在家修居士，归天之后，都由西方接引童子，引渡到西方，这简理
想必不要再去论坛也。总是，无论学佛学、大上之道，或学孔尼真理之人，都要做到人之善起，因乃恶除也。是这些学理学前贤之人，终守慈悲为主，乃是道也。而从这方面持之，在修道过程，以修之伴也。在令办事要靠众生们努力行功，不能光谈修道，不去行道，乃是白纸一张，没有你份也。王生多谢师尊开悟，而众生是定能行持，方才空中有白、青、红、黄之光，是否有原因呢？活佛这乃本莲座发出之光芒，因为我们师徒在莲座上谈道，而通灵之莲座表示善喜之。王生原来我们所乘坐之莲座，也是通灵性之莲座也。如不是师尊素之，吾也不知其然也。活佛刚才谈到佛门中之人，不信儒教、儒门、神教，非鸾著书劝化之鸾门也。这种事情，西方世尊早即闻知之，有派西方凡间善恶使佛者，到东土来观察，等于考察各道佛，正之后察之有事时，早有回西方回禀世尊教主，两将在今，在大雄石殿中参论此事也。王生原来二次上西方，是有兼阳间善恶之事，才远来此之目的也。活佛王生，你跟为师结缘这4个月之多中，你的头脑也精通不少也。一说出，你就知耳，这就显然证明你的道果进步不少。但要努力去行持，而把你原性在雪山修道之未完使命，要继续前去前进，不怕任何困难，而以拯救众生，使92缘而安然归向无极逍遥之地也。王生多谢师尊再次训示，活佛已到了。王生今无心情，有点心惊胆寒，不知何因呢？活佛很简单，这是你平常不能常持斋之因，因西方是一点不染污之清净国土，此是你本灵产生反果之因也。但有位师在此，还有你欲旨在身，当然不要去想就可也。现在莲座已下佛土界了，王生快下莲座吧。王生已下莲座了，看国土之景色，真是让我流景忘返也。活佛在西方国土中，有如一位逍遥自在佛，任你逍遥。王生师尊前面有座庄严之庙堂，乃可是三宝大雄宝殿。活佛是也，已到了大雄宝殿之前。王生师尊为什么没有看见西方各佛呢？不知何因。活佛现在在大雄宝殿中，所有仙佛都聚集在宝殿仙佛堂开会，参议善恶及末法之事也。王生原来是这样，那我们该怎么办？活佛不要紧张，你看，上面走出2位男佛道童子，要来邀请我们师徒入大雄宝殿，
观摩众仙佛谈末法也。童子这位可是西方活佛及阳间王善生，参见二位，欢迎来西方国土，奉无教主世尊之命，引进大雄宝殿，观摩众仙佛参谈说末法。王生多谢佛童子之接礼引之。活佛王生跟着童子后面随行也。童子已到宝殿，世尊有请，请济公活佛及王生入内，恕我二位不能多陪。活佛王生跟着我，前面有2、3位仙佛走来，可能是世尊及大势至菩萨及观世音菩萨，已向我们方向走来，快往前拜谒世尊及菩萨。王生弟子王生拜叩世尊及菩萨。因本堂乃奉谕旨符鸾著书，阳间善恶游记。今随恩师来西方，观摩凡间善恶之众仙佛看法如何，及众仙佛谈末法之情形，请世尊及大势至菩萨、观世菩萨，能开悟世人善恶报应、轮迥之果也。世尊请起，不要多礼。今日你能跟随你恩师来游西方极乐国土，乃是你前世所修来之功果也，才能安然不阻地前往西方，在此为你贺喜也。而你们高雄灵隐慈善堂在发扬中华文化佛道，如知法最为宏愿，而在救人度众及善著经书劝化，乃部落于个大寺庙，虽是小堂，但你们堂生慈悲为主，望你回堂之后，向各佛子说，在末法之时，要勤修并发大愿行善，为救度未醒之善男子、善女子，要快快行功立德，使在无极之原子能合数96元，而逍遥于无极之地也。王生多谢世尊经言开悟之，吾等众生定会遵行世尊之言。菩萨而在今天的谈末法及凡间善恶仙佛之看法谈论，吾都令为你录写一章，你拿去详加悟观，并带同阳间，给各善男子、善女子观悟救世。因怕你著书言犹太久，先为你尽抄在此纸中，回堂再详加观之。王生多谢大势至菩萨的恩赐，观音无在命善财童子通灵助你。王生多谢观世音菩萨之恩赐也，吾会遵世尊之教法来救度众生也。活佛多谢世尊训示，而灵隐慈善堂堂生会奉行使命，以救度众生也。王生向世尊及菩萨辞行，而今业福有已超过10现，而座上连坐之时要坐稳，我们用最快速度回堂吧。世尊命佛童送3罐佛法水来，并赠送你们堂生福之，以法水通身，以助灵光。佛法水代替琼浆赠之堂中之身也，以替无佛行善佛道也。望王生能了解无佛之隐意。王生多谢世尊之恩赐佛法水。活佛快接过手，
并在向世尊菩萨感谢开悟训示也，而把三罐佛法水抱在你胸前，要紧紧抱着，不要在空中掉下，而你们唐僧就免吃到佛法水。王生好，已坐稳了，请师尊回堂吧。活佛灵隐慈善堂已到，王生快下莲座，而临驾头体。末法会内容请详见第29回。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阳间善恶游记。532 DHTML。020第20回观游凡间本省素食殿。021第21回观游本省听东岳帝君说法。022第22回游本省观居士起灵坐禅。023第23回游观凡间走私情形。024第24回活佛王生游观本省不以人知之恶果事。025第25回游苦灵山中观佛门老居士谈修法。026第26回即游观隐居士说法。027第27回游观阳间善魂机炼所及恶魂居行所。加20。020第20回观游凡间本省素食殿。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3月16日、20日4月1981。诗曰：奉劝世人早修素，业障连连乃因果。行善应得乃享报，行恶报应随时现。活佛在凡间世人中，有些人认为有财有势，就天不薄的不怕，而为非乱作，而把善恶报应不当作一回事，而更加严重，把宗教仙佛所降失言到处乱说是非事实，而说为自己是为无毒。尊，像这种人，现在的社会中实在太多了，真是令贫僧感叹万分。王生，你说是不是有这种人呢？王生多谢师尊开示，刚才师尊的话，在现在社会中实在太多了，但也有很好的人在助人行善，不像老奴才，守财不修德，我也万分感悲也。活佛今夜所要游之地，就是要观察本省素食殿，然后查他们的功德行。王生快上莲座，准备游扬。王生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活佛已到了，王生快下莲座，前面这间素食店好像要打烊了。我们师徒快进去坐一会儿，再转往别处吧。王生师尊，素食店有什么好游查的？我每天早上都往素食店吃饭，从来也没有发现有可好之奇迹。活佛当然有之，没有玄机，为师也不会带你来，为师又不是癫呆子。王生真有奇迹吗？活佛，王生你看，在素食殿的顶方，不是降出一道白红闪光，浮出一位头戴龙冠手拿如意的老圣者。王生你猜那位是谁呢？王生不知是谁，请师尊能速速告知，好让我向这位仙佛拜叩也。
活佛这位乃是统管全南赡九州市斋广法天尊，专门管理吃素之人是否吃有清，而看所有开素食店之老板是否有专为吃素之人做最亲切之服务，若有变更掺荤油，以作查证，更以在善恶不中注籍，以便将来赏罚之用也。王生原来如此，王生参拜是斋广法天尊，望天尊能开悟，以作下书中，以力劝化众生也。是斋王生请起，欢迎活佛来毗堂，在此欢迎之，欢迎活佛来者。兼素食堂，因早日前闻知你们师徒要观游查南赡九州的素食店，所以吾特地从南天赶来欢迎之。二位乃奉谕旨游扬，把善恶例记在书中。今天吾把这些事密告于你，因世人在亲口吃素中，冥冥之中已有仙佛随察，如有违反者，把本身亲口功德罚除，三世之功名罚除。所以修道之人，若未立亲口愿，吾在此望能速速发愿亲口，因在修道悟道中，亲口吃素乃先佛于凡人心及人心之心，是故心心相应之理。在世人有人亲口吃素，方清愿60甲年拔超9玄7祖，一人之功，可保在地狱刑罚之悬祖，可兔刑1载，而继原时持斋，直至死不变，乃真可远拔真祖也。乃是持斋之人之好处。而在持斋中，要守下列几点：一、要守八德；二、要守四维；三、要守3从4德；四、如能作为晚点也，乃在世斋先路部，免为一切考。乃在世人中有一些假亲口及亲口颠倒亲口是非，把真亲口之人脱下污媚点，使诚心清心吃素之人万分感慨。像这种人当然难跑报应，而其次谈到开素食店之人，因素食乃奉众生有亲口了愿之人之所开之，当然没有亲口吃素之店，吃之也相当多之。在这里向各众生素之1、2，应在每一位众生入每一间开素食店忆素之人，本佛当吃1次，免节1次；吃2次，免2次节之。以下类推之，应在上天有降千灾万劫，要众生去行持，以自己功行去消除业障祸劫。因每一间素食店有派一位将军佛把守，以观世人之善恶，在1载半年中终止，以就例未算清查一遍；在1载半年中终止，以就例未算清查一遍，有多少人同统计一起送往南天赏罚司，在行例积之，以便将来作为善恶分公罚之也。在今无特以密告之众生之情，望众生要戒杀而行持放生。王生多谢世斋广法天尊开示也。现在世人对亲口持斋有点偏误之，
有时会污骂亲口之人，口持素心不吃素，不知是斋广法天尊看法如何呢？是斋如有这种人，在斋路不中一切功除去，日后要下地狱，在斋堂司要烧其口，把整个心挖出以示罚之，所以像世上有这种人，要特别留意之。活佛好吧。王生今夜就问到此，准备回堂吧。向是斋广法天尊辞行。王生弟子王生拜别是斋广法天尊，下回再来问悟开示之。活佛多谢是斋广法天尊之开示无图，下次再来拜访之。王生快上白花莲坐吧。王生已坐稳之，请师尊回堂。活佛堂道：王生凌驾头体，特公不持斋戒杀一事将特记一得公，开斋破戒一事将记勿罪。加21。021第21回观由本省听东岳帝君说法。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3月念8日，2日5月1981。诗曰：莲的净水化清身，九却吃颠现佛真，一算修身忘脱节，逍遥极乐免审轮。又曰：平逢凡劫类沾经，忽觉莲香应佛心，名利无真行善事，即时积德趁修真。活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已经有好几期扶鸾没有进行游扬，乃本堂在救世救苦之所以才不能顺利进度游扬之，但在欲旨中不能不服从圣命也，所以今夜乃不服之，而王生今夜要正起源。神之灵继续著书游扬劝化，不鼓人心也。王生多谢师尊训示，好久未见师尊，不知师尊在没来堂之时，多往何方游之？活佛为师乃逍遥无极之活佛，四方八达之东土，都任无游行之。而这次老衲奉旨意带你出游，乃是应白羊节顺天应运者游劝化不鼓人心，望王生及堂上之身要本着赤诚之心来应运凡劫，使恶人有向善机会，使在生老病死之中能完全了解人本来是空，空乃无形色，空乃是灵道之无灵色。而这本阳间善恶游记虽然非是完美宝书，但众生看过之后，如能反省改邪为正，而望东土之众生要速速回头向善大道进行登上，而将来在无极之上，才有众徒儿之分也。王生多谢恩师开示也。活佛王生快上莲座，准备游扬著书。王生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活佛王生快下莲座吧。今天师尊带你来之地方，乃是你们凡间有修心修道之堂，而观看世人在神明生日，观众生要速改不良之风俗。虽然众生善男子善女子都非常诚心，
但在敬神佛中，要简单方便，用素敬神佛之金、木、水、火、土和4果花品之，素花就可，何必杀害无辜6处之动物呢？王生对的，恩师说的有道理，但在现在社会世俗中，乃有小部分众生仍无法了解杀生敬神之后果之报应。活佛快往前观之，前面有几百众生用6处来敬神佛，而热闹非凡。王生在寺庙堂恭敬神，用6处敬之人是非常多之，不知恩师要用何法力劝众生用素敬神佛呢？活佛王生你不知，在用荤物敬神之人，虽众生是诚心杀生敬神，但在天律中要受到无形之报，非但不能求福报，反而要受到现世3世因果之报应，所以利害关系，也望众生要知道这缘之理也。反之，用素敬神佛，会在本身有业力多之人，自然会在无形愿力中，自其为用素之人，消其业障，当会受现世3世因果之美报也。王生你看，全摆桌上的6处荤物，叫苦连天，而中央那位道士自己不知在念什么普度经，真实庙中神佛叹息不已也。像这种风俗，要速速改进也。前面是东岳帝君前来迎接我们师徒，王生快往前参驾。王生参拜寇帝君，今天由恩师带吾到本宫观游本宫白白情形，不知帝君有何观感呢？请开悟众弟子之情。帝君现在一般善男信女都认为用3牲9礼杀猪宰羊祭拜上天仙佛，这乃是历古所遗传的风俗，认为生灵是应该给人类充饥的，拜拜，其实不然。拜神佛的目的，在感圣佛的恩德，并且效法他在世的德行，众步他的后尘，而深受奉行，并莫祈求神、佛、仙降福莫佑，使能够道途坦然，身心康泰。但现在之众生，往往祭拜神佛时，大杀生灵，触犯天地好生之德，非但不能得到祭拜成果，反而杀生害命，冤孽缠身，本欲求福，反的祸而得到相反的效果。圣神、佛、先知能成道，无不是在世持斋如素，经修道果而成。成道后，在庙宇受到万民的恭拜敬仰，当然要以素食之清香水果祭拜，方为合理也。由于世俗相沿至今，每逢圣佛、仙神的圣诞，便大排场面，荤腥满桌，生灵待遭其残杀，冤魂不散，哭诉无门。虽为了拜神，其实是犯了欺神之罪也。明知仙佛在世是持斋如素，戒杀放生，教众生要戒酒、色、财、气，奉行伦常，却不好好去遵行圣佛所起是的去学，而偏偏为了媚神求福，致触犯了杀生害命的大罪。
虽本地有屡次降文于本境众堂，但乃无效。今天有高雄灵隐慈善堂王善生由活佛代由凡间著书，劝化众生，借此机会向众生谈此杀生敬神之因类报应也，而每一为众生杀害生灵，当视善恶之神记录，等候再行报应之。王生多谢东岳帝君开示之，众生定能会遵守速速改进不良风俗也，勿再铺张拜神，作无益之浪费也。活佛多谢东岳帝君开悟众生，今夜因著书时刻到，不能多谈之。王生快向帝君辞驾之，我们准备回堂之。王生多谢帝君今天开悟众生智慧，即用速和婚物报应之因果。帝君不送。王生已坐稳了，请恩师回堂吧。活佛堂道，王生临驾头体。加22。022第22回由本省官居士起灵坐禅。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4月初1日，4日5月1981。诗曰：说法谈玄本真性，坐禅参道大修仙，通明大道自无愁，得阔天宽任无由。活佛今著书浮游，王生你要振起精神也，因善恶游记已接近尾声，在最后5分钟要保持良好心境也，不可有一时疏忽，误了浮游之任务。王生徒当会遵守师尊之训示。活佛因人往往在最后5分钟时间，大都不能坚持到底，这乃学道修道之人最大通弊之病也。而悟道之身要在最后冲刺，才能正通神界，以享逍遥无极，任众生快乐有享，何乐而不为呢？王生师尊今言，众生弟子当会遵守奉行之。活佛王生快上莲座，准备由阳劝化也。王生是已坐稳，请师尊启程。活佛王生快下莲座吧，这是南赡部洲东土地，前面有一庄严大雄宝殿，我们师徒快往前参观僧尼炼室，在精舍炼灵，我们上前吧。王生师尊，这庙很庄严，众生及里面僧尼道士看起来好像都诚心坐禅参道也，不知他们在做何事呢？请恩师开悟之。活佛现在他们课正在练灵通之。王生向我们堂中各生也有人在做禅参道，不知是否可以跟着些众悟道居士们相比呢？请师尊开悟之。活佛当然不能比之，因这些修炼居士，他们大多是看破红尘俗世名利七情六欲，都早已空色也，而又持常斋，在本身缘性已继元光隐了，所以你们堂中堂生当然不能与他们相比也。王生哦，原来如此，如众生要练成像他们之元光，不知有何秘诀呢？请恩师开悟之。
活佛当然有秘诀：一、要持常斋之，即吃素食；二、要有功果之人，也就是常行善事；三、本身要有耐力，炼灵要诚心；四、要本身功果达到100功果才可以。因人在本阳间，凡是杂念、名、利、七情六欲都不能守之，而在坐禅起灵之中，当然有凡事连身，使本身元光之灵受损，而才不能顺利达到真功修真也。大都现在众生凡人都修到半功真似仙而已，如没有行善积德，想连到三界真仙是难上加难也。而现在阳间有一些修炼之士，大都伪称自己是何等之炼士，扬称自己是可以证上三界神仙果位之谈也，那是自己妄想而已也。最终之目标还是要行功立德，普化劝化众生去恶行善，这才是根本办法。不然口谈修道行善，而没有自身力行，那各位众生在正道之过程，还是不谈也罢。还是等后世出世为人再谈行悟道也。王生今夜师尊说了那么多良言，众生当能悟开恩师之话也。而将来各位大东土之众生，望大树之善人定能悟参真理，恶之人当会去恶行善悟道，步上大道无形大路进行吧。活佛王生，我们已到了他们坐禅之地外围之所也，而不要去打扰他们清净坐禅。前面有一位老者已向我们这里步来也，王生你看他会是谁呢？王生师尊，依图观看，是现在凡阳间众生所奉拜福神也，不知是否对呢？活佛王生你猜对了，因这位福神乃奉王命在这外围之地保护这些坐禅参道之众也，王生快往前参驾福神也。王生是遵命。王生参拜福神，因本堂乃奉旨出游著书，而由恩师济公口师尊带本身到本地，观看各众炼士坐禅参道，请福神开悟弟子王生之智慧也。福神欢迎王生及济公活佛到本庙来参观之，这是本庙之荣幸也。而这些坐禅参道之众生，乃都是看破红尘事情，才来本积炼之舍参道。而这些坐禅众生大多本身因缘都非常不错，而本身也自悟慈悲，好比正的仙界也。王生原来如此，多谢福神指示，相信众生也会自当悟己本真性之原理也。活佛王生今天出游就到此告一段落，因时刻已到，我们回堂吧。向福神辞拜驾也。王生今多谢福神指开这些参道之人之游也，因时刻到，不能多谈之。如福神有时间请到本堂参视道理，以开众生智慧也。福神多谢王善生之邀请之，如有空之时，本敬福神再行结缘之。
活佛多谢福神开示往生智慧也，因时刻到，往生快上莲座，准备回堂。往生已坐稳了，请师尊回堂吧。活佛堂道，往生临驾头体，100%加23。023第23回游观凡间走私情形。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4月初3日、6日5月1981。诗曰：缘不东土度苦厄，十方菩萨发慈悲，心清行正现如来，难得伽蓝在此时。又曰：刀临灾厄重重来，世界大千尽灾灰，独是菩提树下避，无灾无碍则生灾。活佛昔日吾在西方修道、悟道、修心之时，乃受过无形之灾之考炼之，也受到天魔之斗法，乃是在险中求安法也。因现在世人大部分之人在修道、学道之时，要受到五方之考也，方有任。考不到之人，方能上品圆界也，不然还是一个空色之指灵也。王生恩师说的有道理也，因世俗之人，大部分之众子，因是受到花世道之影响之，才使现在世道一败千落之，真使我感慨之。活佛王生，现在你的灵界智慧已有大进步了，这要归于你的诚心加持之，及你们堂中之身住户之力也。但你要继而伏笔度化众生，乃是替天行布善广福田也。王生今夜恩师教诲，徒会铭记于心，不知今夜要往何处也。活佛今要往本东土海上观游6处水深之，快上莲座吧。王生已坐稳了，请师尊启程吧。活佛即到太平洋上空，王生让我们师徒2人观游太平洋之海景也，而坐在莲座上，虽然海上海风很大，但也吹不到我们座上无量之莲座也。因莲座是活灵之物，随时看情形变化之，像今天我们座上莲座上，在外围之部分，乃有莲座之白光护住之，所以我们乃很温暖之。王生师尊说的有道理，在无听到海风之声，但没有吹来，可是这原因之，真是吾在生第一次观听目睹这现妙之乐。活佛现莲座下降下水上行水之，王生你不要害怕，海上之水不会飘往我们的，你可以放心游观之。王生坐在莲座上，在海上行走，比坐在繁洋之船好几千倍，不知师尊将来这佛莲座在这完善恶游记之后，不知师尊你可否把这莲座送给我们堂上，以便当留念之，好让我带堂上之身观游世上海上美好之景也。活佛那是当然的，等最后一步游观回堂之后再谈之也未慢，但望你们堂中之身要继续保持受南天赞扬之美誉，不要再普化世人，
就化众生行善，而半途而废也。望王生你回堂之后，要多多力劝堂上之身，要彻底早悟早修之。王生多谢师尊训示之，远远望去，好像有美丽的船只在海上任逍遥游行。活佛，今天我们到海上游之，乃要看看世俗之人走私情形，因现在世人人心不古，把自己良心泯没，使整个世道变化无穷之。走私毒品、吗啡、毒烟而危害行人行道之国土也，这乃不道德，而灭没自己善性之心也。像这种人，不但要受天法的法之刑求，而顺以要受阳间国法之刑报之。虽然是一时之错，但也一样要受处刑之。望众生要知道这原之理，不要以为是天不知的不知而一错再错，要切切实实改过自新。王生师尊说的原理，众生定有佛性之人，定会误解真理而改过自新，从良知。活佛，好吧，王生你看，在左边海浪远远飘来，而后面加注一舟小船只，乃从大匪船偷运过海转卖本东土之人，而现在小船已慢停靠海边。王生是的，真是无天良，难道没有各国海关察之，使这些不良被逍遥法外？活佛，虽然这些走私之徒因自只认为天不知的不知人不知，但他们想法是错的。应当一个人想做一件坏事之时，天神就知道。因每个人都有三尸神专看顾众生之善恶，一切既善恶不内面，以待将来善者赏，恶者行之。望众生要知因果报应之理，乃古人常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轮迥报应之理也。王生希望众生切切行善，助功行功，立阴德，使社会步上大同大千明化之界论也。活佛，今夜就列此为止，我们转往原来路线回堂吧。王生是师尊，回堂吧。活佛灵隐慈善堂道，王生灵驾头体。加24 024第24回，活佛王生游观本省不以人知之恶果事。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4月初6日、9日5月1981。诗曰：慈悲不择普行施，正善之修莫有期。诚心众生其向道，先苦后甘正思时。活佛，在现在世俗中，有一些人在外表看是行善之大事，但本身自己所做之事完全判若两样，一面是世人看得到之善，反一面谈乃世人看不到之大错，作恶多端之人也。这是同一人做两件不一样之事也。你看，这不是可悲可叹也？一个人在世上行善，这完全出于内心之诚也。如不诚，行善立功，那你所做的善事完全要泡灭。
而居然一个人诚心诚意行善助人，要本身诚心之，那所作之功德才会浩然广功。而现在有一些众生，如有人提醒教他行善助人，他会一口回绝不要，乃在旁朋友才劝他多少出一点，但又有朋友多方劝捐，最后这位大德先生，女性不大愿意乐捐了一点，在这种众生之功德，在天律、音律上要算无功无德，而还要受到音律记警告，望各位众生要了解知此理也。王生师尊说的有理，而现在众生有少部分之身，才有这种之众身也，不知今夜要往何方游观之。活佛先上莲座，再说。王生是遵命，已坐稳了，请师尊启程游之。活佛已到，我们要观游之立正也。王生快下白莲花座。王生是师尊以下莲座，这里都是富有众生居住之所，不知师尊为何带吾到这里呢？而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助力于书中之立正也。活佛当然是知，这里都是你们凡间众生所居住之所，住在这里之众生都是有钱人呐。因这些人大部分在现在社会中都是有名望之人也，因他们只知道用钱来救助世人，而在另一方面来看，他们所赚的一切金钱都是不法之钱。例如走私所赚之钱，靠女色所赚之钱，用这些钱想要弥补他所做的过错，但是这些不法之众生不知上天是公私分明的，如那么简单就能弥补他的一切之错，那岂不是上天有徇私？徇私本作徇私。这些众生想用他不法之钱来救济贫穷之众生，如用这些不法之钱来乐捐盖庙，来乐捐办一切神事，那是这些不法众生之意想天开之想法。老衲在这里告诉这些不法众生们，这些乐捐之功德完全不能弥补你一切罪过，还是要切切实实用自己心力所赚之金钱来乐捐助人，这才是有功有德。行善之功也比任何之庙中主持还要大之，望众生要明白此理也。王生师尊所说之理，相信这些不法之众生能有这次师尊这些训示，定能改过向善。活佛不知不觉中已到了，前面那幢公寓是你们世俗之众生所居住之所也，当然是有钱人才能住得起。因这公寓在两旁设有泳池跟花园，应有尽有，享受高乐，我们进去观察就知道。王生师尊，他们的门关着，我们要用什么方法进去呢？活佛那很简单，虽然是门关上，但这门看到我们师徒来之门，会自动开之。因王生你本灵上带有玉旨，在玉旨之上当有天神护旨，
而在你本身之灵光上会自动发光，而这些灵光会破除一切障碍之物。你看，这门不是自动开了？好，我们进去吧。王绅士，师尊，好漂亮之房屋，里面设备都是用玉石做成铺成的。嘿，我们众生真会自己享受活佛，而这些短期之享受快乐，完全是空之，还以为这些眼前之乐，乃是最上上之享，不知修身行功，如劫灾一道。我看这些众生，不但人亡财空，最后还要受到阴府之刑求之。王生师尊，前面有男的、女的在河壆游泳，看他们的玩乐情形，一定快乐无比。活佛王生，要不要下去跟他们游泳玩之？王生师尊虽会说笑，徒怎敢下去呢？还是让他们自由玩吧。活佛，好吧。从左边这条大路一直往前走，前面乃是这些事前有事之人所集合谈话之厅。平时他们做了不法之事之后，他们都集谈于此，而也在此厅分红，今天也可能在此分红。王生，我们快上前观察之。王生，是的。活佛王生，你看，厅中有2位中年人及3位年轻人，看他们脸型好乐之，但这些之人要受到上天之处罚，并在3年之中将会降灾厄于身，以代表阳间国法行处这些不法之徒也。而在将来死后，还要打入地狱行宫一切之罪也。而望世人不要因世上国法不能，而望这些不法之众生，不要因世上之人不知你们在做不利于社会之事，而用这些金钱想做乐捐、盖庙、助人来弥补你的过错，那是枉然的。而众生所做一切之事，上天神明都会明了于手上之善恶不忠，望世人要勿于知此理。王生师尊说的有理，今恩师所开悟众东土之人，会切切记于心，印于心中。活佛今天这游就到此，王生，我们回堂吧。而王生，你不要东望西望，这些美丽的景色虽美，但是不能长久美丽，到最后风来、水来、火灾来，还是一场空之，快上莲座吧。王生是，多谢师尊教诲，已坐稳了，请师尊回堂吧。活佛堂道，王生凌驾头体，加25。025第25回游苦灵山中，观佛门老居士谈修法。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4月初8日、11日5月1981。诗曰：世间温情充活力，民生经济达水准，只有众徒不知修，望东土人该修心。活佛众佛一世说法，皆是应机而说，对症投药，并无定法，是即以方便智说方便法，用84000法门，
对治84000烦恼。人生的修道历程，全是借假练真的，从假中练出一个真我，这真我是佛性，本是人人本有的佛性，但受了历代的业障所迷惑，把这个假体当成了真我，以为这个假体是成佛作祖的永恒躯壳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人的躯壳本是土、水、火、风四大假合，土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温度，风为呼吸。所以师尊道这四大本由因缘而生，是不净之体，在四大之外也一样是不可缺的，那就是神识，也就是无形的灵魂。修道人修的是什么？当然就是无形的灵魂，而不是四大假合的躯壳了。因灵魂借四大假合为庙堂，所以修道人因假四大而修真灵，此乃借假练真之法的真理。在现在社会之中，有一些人只知吃喝玩乐，那知修心呢？真是可悲。王生师尊说的有理，愿望众生都能借假练真，完成功果。活佛善恶游记剩下几步就要结束，在这游记将要完成之前，王生你要有一股灵化正气之冲力也，才不负上天交代之任务，快上白花莲座，准备出游。王生准备好之，请师尊启程。活佛王生下白花莲座吧。今天我们所要观游之地方，是一个人在山中修心修道悟性之居士也，而现在运术士大道降于火宅，在山中修心之人，为何比不上火宅修心悟道之人呢？因在荒野之地修心之人，只学当年如来佛祖在菩提树下得到悟道方法，但现在上天慈悲，命先佛道庄下凡，收援救灾，传下不二法门，使每位众生能有觉悟的修正法之道。在山中修苦行之人，只能证通中界之神格而已，而在家修居士，虽然没有苦行，但是火宅之众生，因他们有慈悲之心，还有肯学肯悟，并时时助人救度众生之心，学习前贤之模范，加上本身之诚心，力劝众生行善，所以在家修之人，比苦行之人，当然更为好之也。王生，当然，像本堂之身就是肯学之堂生，现在家修之众生都非常上进，比苦行修道居士还要认真修之。活佛前面有一处灵修房，乃是我们今天要查证之人所居住，这位老居士已快登上神格位。明天我再引导你详加参观这位老居士之树修果，即在家修之居士之树修运也。王生快上莲座，我们回堂吧，明天再来。王生多谢师尊恩怀，已坐稳了，请师尊回堂。活佛堂道，王生凌驾头体，加26。
026第26回记有关隐居士说法。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4月初9日、12日5月1981。诗曰：末法学道乃首心，山深隐士通甲窍，火宅降道在东土，有缘依的任消乐。活佛，今天我们师徒要继续有关深山听事之修炼之经过，而后再行观察，在家修心悟道之深途也。王生快上莲座，准备出游。王生已坐稳了，请恩师启程吧。活佛，好吧，现在为师从老远西方带来金玉丹，要再送你服之，以助你的灵光开智。这丹乃是西方得道之老僧，要回往任游西方国土，任一个地界都要服这丹，才可任道僧游赏西方景色，不然不能任意游赏之。因每一个国土界限都有一土之巧妙也，没有达到修功之道行，不可随意任游。如有要游观任一个国土之界，要服西方教主所亲敕炼成之金玉丹，可助攻使本灵温和发光之力，不然这些修道僧尼虽然本灵驾已归往西方清净国土，乃要在西方攻行果愿再行，补修本灵之静稳之，方可成佛格也，不然还是神格也。所以今王生你服用了这金玉丹，乃有荣幸之，乃要谢西方教主世尊之赐也。王生多谢世尊之恩赐也，即多谢师尊在这几个月来恩赐这么多的灵丹，而也在这几个月中提拔也，而在这由中开我智慧，真是感恩不尽，现在身体感到舒服无比也。活佛，好吧，该出游了。王生是遵命。活佛，到了，快下莲座，我们用走的，一边走一边参观路上景色。在两旁之中都种植新木柴，非常美丽，而小鸟在吱吱喳喳的叫声，可能在欢迎我们师徒呀。在前方有盖上一舍木草房屋，乃是我们今天要查一阵这位老僧修士也，而这位僧道乃已练成神通界也。虽然是凡人，但他的功灵已合准神格也，只是欠东风之指关窍也。现在这位僧道士以步行向我们这方向来之。王生师尊，这位老师傅全身及头上已都长白毛之，可能已上100年了吧。活佛，等一下，你再行详加问之，快上前向这位老师傅问好之。王生，是的，吾是高雄灵隐慈善堂正鸾生王生，因乃奉旨随师遵济公活佛出游观察世上善恶，描下书中，以力劝众生向善也。今望老师傅指教吧。老僧本僧在1个月前已知你们要来之，因有西方活佛师尊之通灵法言，而知王善生你要来之，而在此参见西方活佛师尊。今有荣幸见到师尊之经行，乃荣幸之，不知师尊有何交代。活佛，免多礼，
请你快将你在深山隐修经过告诉王生，以便写下书中，以便劝化众生也。老僧是的，活佛师尊因无事在民国2年1913之前就隐居于此，每天都跟山中之鸟灵之动物共同生活也。刚来之时，都喝水充饥之，或采树上水果充饥，以度3餐。因本人乃是从本福建渡海来，此隐居修行也。在修行过程中，真是苦难加灾，不知是好，但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之通灵教示，使本人安然度过难关。现无已练成神界通灵，直接可以跟上天亿万神佛谈话，而本身之功果只有半道之功，因而我最大缺点是没事将所学之功普化世人，而上天只能协议，我本人尽量用无量时间普化世人向善也。直到道果闷了，才可称成佛界之格也。现在无所举列几点，给众生作参考学修应守以4念如4项。1. 观身不净，人有5不净。A. 种子不净。B. 现业不净。C. 住处不净。D. 生前不净。1. 究竟不净。2. 观受是苦，人一切享受皆是恼。3. 观心不常，人无常心，即非本心，因有妄想心，所以真良心不能实现。4. 观法无我，人知一切苦恼，为我之一字所迷惑，实则世界所有之物，实无我也。此4念乃是小乘修行之必经过程，亦是每一个修道士之学佛基础。楷在小乘法中，其修行之方便法有7点，必以5停心观为入手。5停心观者，是修5种观法，以停治5种过失也。其大意如下： 1. 不净观，对境界要实作不净之观想，以止贪念。 2. 慈悲观，对一切众生宜常怀慈悲之观想，以止甜慧。 3. 因缘观，观12因缘和3世相继之法，以止愚痴。 4. 六界观，观6界或18界，依5蕴皆空之理，以止我见。 5. 数息观，数算出入呼吸气息、使心等意，以止散乱。6界观和因缘观多有相似，可更各为作观佛观。5停心观法之后，再记以4念之修行。因为凡夫生死界中诸法尽是无常，非乐逆我不净之妄相，然凡夫却都妄执此妄相为常、乐、我、净。由此4颠倒便起惑而造业，至永劫沈沦于苦海中而不能解脱矣。是以佛为破除生起此4颠倒之身，受心法之妄见，为生主观之至见起见，乃该4念住之修法如下： 1. 生念住要常观身不净，以5不净之观法进行之，
久之便能蒙厌。弃污浊，求生禁欲之念，而不以色身为重，犹足忌或不净，才生净念也。2. 受念住要常观受是苦人生之一切享受，和心所受之一切诸法是苦，即因苦分生出苦之念以取真乐也。3. 法念住要常观法无我，人生或业苦之造成，皆因我而生。修道不成之原因，亦因我相不灭所致。如能常作无我观，则使万念不生，道心常住而见自性矣。不过此四念住并不能独行，必经五停心观之皆成以后方可，并称五停四念。此即学佛基本也。上面所举几点，是我一个人在深山隐居修行之重点。王生多谢老师父开悟，再请教老师父，如一个人想认真学习真悟之理，不知老师父看法如何呢？老僧如一个人要想修心养道，可以在家自悟修之，以免来到深山林中修行之。因上天把真道传降东土火宅，想要将来免遭轮窘，可自心修之，以免麻烦上山修苦行也。望世人珍惜此言之。今无简单随谈告于王生你，有不详细告知之，望能谅之。活佛多谢这老僧一点开示于王生及众生，功德无量之。至于有原本活佛在行开指一窍，以助你归向无极也。因时间不多，我们还要参观别处，不能多谈之。王生快向老僧辞别吧。王生多谢今夜训示之，因奉旨在身，不能多此一谈之。老僧奉送济公活佛师尊及王善生。活佛王生快上莲座，我们还要观察由在家修之居士的情形之。王生是遵命。活佛已到下莲座吧。在现在社会家庭中，有大部分众徒都有受上天无极指派人点传师之有形开通本性之灵窍，10之8人有得道，但大部分之人只知己得道后，免对有形神像尊敬，任他得道，不必再尊敬这些神之。最可笑之，没有一个人认真修心悟理，只有少部分之徒身在行持之，只是闻道而已，只是向上天无极报名登记。持后要看各位悟道之身，诚心行持并行功立德，把七情六欲慢慢扫除，以将修成道果，方能证为上界之无极。望众生要了解此点之原因，不然还是要受六道轮窘轮转之。王生是的，师尊说的有理，而在现在世俗中，听说师尊你是掌道盘，不知是否真知。活佛然也，但人道收圆，还要依赖本身自己之修德，不然师尊在此说的天翻地覆，没有一个众生修之，那在白羊末节一到，各众生都要受劫数之祸灾，
望众东土之众生，勿负老衲济公和尚之化也。要早早觉醒修心向善，并以善心普化恶心也。而在此老衲明训中有心向善众生，有此秘妙言，可消本身之恶业也。忏化恶业真妙言经曰：奉上无极，今无真悔过，唯言心中，尽知无极天。三请三观，明愿以力忏悔，望众神佛正，活佛道盘引，只求业除。上言无极母，准与民安。今祈愿奉行，某某日忏悔，顶礼三叩，谢妙真言经。望世珍惜这忏悔之真言，能善于妙用也。王生多谢师尊明训，望众生定能悟之。前面是我们阳间传道佛堂，而今天好像没有人来听真理，不知是为何呢？活佛因在今夜，我们来的时间太晚之，而这些慈悲之众生已回去，只有佛堂执事神佛保卫堂安全而已，故不能时以勘察情形。但在家修居士众生，要加油奉行，以救度众生向善，以达大道无形之事，并普化大千三千世界也，使东土92缘儿安然回向无极。礼天。今到此为止，王生我们回堂吧。快上莲座。王生已坐稳了，请师尊回堂吧。活佛堂道，王生凌驾头体。加27。027第27回游观阳间善魂积炼所及恶魂居行所。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4月10日、13日5月1981。诗曰：历劫转轮乃俗身，前因不悟丧缘根。翻来覆去扬长路，悟在奥迷早觉真。活佛大凡万物都是有根由的，在这规律中包含着轮迥，包含着因果，这因果二字是确确实实的存在。因果简单的解释就是种瓜的瓜，种豆的豆。而在这世界上的众生，没有100%的恶人，也没有100%的善人，为恶为善，全在一念之间。有些众生虽无心为恶，却在一念之差，堕入罪恶的深渊，从此种下恶因，实在善性可哀哉。王生师尊说的有道理，由于善恶本一念之间，所以人的一生，连圣人亦是过错，有过错当如何呢？活佛最重要的是三省吾身，神、佛、圣曾教人三省吾身，是要时时刻刻谨慎自己的言行，免得犯过而不自知，而自知后就的痛下决心忏悔，是不再犯，才能无过错矣。若能真忏悔，才能有因无缘，虽是恶因，却无恶果。譬如有一位善人，一生中行善，但是其中犯了一件极恶之事，心中经常因此而难过，而流涕的忏悔，心中才能感觉稍安。当然他
的一生善功和过错相抵消，而善功尚存。然而这种现象是一张白纸染上了一块大污点，每当痛哭流涕时，心中扩大涌出忏悔的泪水，渐渐把污秽的过错冲淡。心是无形的，心若狭小，藏不下一粒粒子；心若扩大，天上地下可包容。所谓佛菩萨，其心可容天地，一切的是非忏悔全在其中，自然形成一种有因无缘的因果。最可怜的是人，有些人心地之窄，容不下一粒沙子，这种心地之有趣当禽兽，如何能成大圣菩萨，能证仙道？王生多谢师尊开悟智慧，愿东土众生做了恶事之人，要赶紧真心诚意的痛改前非，忏悔自己的过错，潜心作恶，如云覆日，后心起善，如炬消暗。活佛如果在世上之人，能有机会转轮为人，乃是前世有因得参功，而方能在出世为人之。而既然为人，当要了悟人生，要修身悟性，方能在真理中了悟我们原来之故乡，如白白的活在世上。不知修身养性悟真道理，那是白跑杨氏一趟。而奉劝世上众生要早早修真，不要在六道轮迥中再轮迥也。王生今晚因公司加班，因而耽误扶鸾著书出游之任务，望师尊多加谅之。活佛因公事耽误一点点时间，为师不见怪，应在阳间善恶游记快结束，而你我在几个月中共同合力，将这部世上众生之善果及恶业描述在书中，供世人了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众生所作善得恶业，神圣都了解如实知。王生而望这部阳间善恶游记出书之后，能力劝世上众生步上康庄大同之世界，使人人向善，除去恶业果，使国土社会能康乐富强也。活佛希望是如此也。王生快上莲座吧。准备启程，而游记还剩3站就终，望在这几站出游中，我们师徒能多多叙谈，望在这部结束之后，但愿我们师徒能有机会再共同见面著书。王生望上天能巧妙安排机会，再次我们合力共同为世上普化度是也。活佛希望是如此，再有这种机缘吧。王生已坐稳之，请师尊启程出游之。活佛今天我们所要参观地方，乃是阳间善魂积善所及恶魂居行所。王生快下莲座吧。前面是阳间总领善恶之因果，乃是玄天真武高上帝。现在已排班，向我们师徒欢迎之。你快向前参拜真武玄天高上帝，不得失礼之。王生是遵命。王生参拜玄天上帝，经由恩师济公活佛带领我出游著书，今来此宫参观现在死后之情形也。
望玄天上帝能开悟，阳间之秘也，以利劝化世人向善之。上帝欢迎济公活佛及王善生来宫参游之，请随本地入内畅谈。活佛多谢玄武上帝，王生我们随玄武上帝入内。王生是上帝命本宫司礼官送仙茶，即请王生及祭佛上座之。王生多谢玄武上帝恩赐座椅之。活佛王生你不要客气，坐下无妨之。王生这椅子好凉好温凉之，好像有一股充气运脉全身，真是舒服无比，不知这是何意呢？上帝这乃温元真武温灵椅，是供仙佛及有善功德人魂座椅之，而没有本地赐座，而任何神圣及善魂都不能随便坐之。因是这椅子乃无极一指而玉帝敕以之，如没有本地亲口赐座，是不能下座，如为之严罚并降神职之。王生哦，原来如此之，那在这里再多谢玄武上帝之赐座之。上帝这是应该的，因你是奉旨来之，乃是功果无量，无以派本宫引导神带你们参观积善所知情形及苦行所知情形。引导请祭佛及王生随我来，我们先参观积善所。已到了，前面是阳世去世之人善魂，因这些善魂功德要合乎于10道功方能进入，每天有上天神佛来此说道。因这些善魂去世之后，直接由本宫接魂神引导来此接受1个月，而再转往城隍爷庙报道，除去阳极之后，再由南天接引魂神带回南天修道院行修道法救世宫闷之后，再派任职到阳间救世众生。如在本宫积善所不认真学习道学道法者，将引阴府修心物理所，在行修之功成之后再度植之，这是对善果之众生心摄之所现。在里面客正在听大士说道之。王生原来是这样，上天无私也。活佛这是这些善魂所得之想学真理之，这是为善因得之报也。引导另外一处是居行所，乃是众生在意外死亡死去，因这魂乃是恶业满身，一点灵魂到处害人，被本宫查恶神捕捉带到本宫居行所居行，并通知城隍爷派人捉回除去阳极，而后再送往阴府刑罚之。活佛王生居行所参观之后，我们准备要回堂之。王生是遵命，引导2位随我来之，已到了。王生看他们之情形好像很可怜，不知引导官是否放出1位跟我谈话之。引导可也，命兵将领出1位来供述来此之经过，并说出本身之恶业果之。兵将已带出，快向王生诉讲你之经过之恶业吧，不得谈谎话之。罪魂是这位善人，请你能救救我，我一定改过自新，不会再做错
请这位杨善人能替我讲情。滨江不要多说废话，快说出缘由，不然等一下再行求之。罪魂好之，我说我是台南人士，因无在一次应酬中认识一位小姐，因一时邪念一出，将这位小姐骗到没有人看到之公园散步。因一时冲动要将这位小姐强暴，以立心欲。但天不从人愿，这位小姐自己冲着一块石头自杀。因我一时紧张，就跑，不管她死活。因事后几天，自己心灵觉得有错，美感不安，而在睡觉中被毒蛇咬住脉血中，就不知不觉被拘魂滨江带来此之，每天要行求6次，而再过几天后，又要入阴府受刑罚，除去罪业之。望世人不要做任何错事而违反阴律、天律，望世人要多多行善事，将有美报。王生望这位男魂要忍耐，等你将你的罪业消除了之后，要看你在阴府的表现如何。今你把你的罪行公报于世，叫世人改过自新，吾会转成本堂主席替你诉情之，希望你好自为之。滨江好吧，请魂随吾入内，不可多谈之，望王生谅之。活佛好的，王生我们到前殿拜辞玄武上帝，而这魂之罪乃是应该自是公律处理之，我们随引导官到前殿拜辞玄武上帝之。上帝经王生参观之后，不知感想如何？王生我觉得古人所说之言，法网难逃，天律难容，所言不错。所以望世人要多行善事果，且公闷之后成正贤戒也。上帝今天吾也没什么美言向众生谈之，但愿众生要在方便法门中求脱人生之苦海，并正理为道之，望众生奉行之。活佛多谢玄武上帝开悟王生之智慧，因时刻不早，我们该回堂之。王生快上莲座，我们回堂吧。王生已坐稳了，请师尊回堂。活佛堂道，王生凌驾头体，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阳间善恶游记532 HTML 028第28回由外国听学士谈谈理。029第29回仙佛在西方谈末法。030第30回由本省庙寺听帝君说称神经过。031第31回在本堂举行神人庆功会。加28。028第28回由外国听学士谈谈理。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4月11日、14日5月1981。诗曰：各堂鸾佛降醒闻，乃有余民不信邪，只等劫灾应佛言。到时即修以晚之。活佛在今社会世上，各鸾堂仙佛下凡挥笔醒化世上之人向善，乃是上天慈悲，特命神佛下凡借鸾堂挥降文章醒点世人，乃
有一些众生因不信神佛所谈论之圣言，常是听到世人在诽谤鸾堂之坏话，不修可谓呀。还要胡说八道，真是可悲也。王生师尊说的有理，而在现在社会中，有好多世人不信鸾堂众佛之圣言，徒在工作后与朋友谈话中，本以好言相劝他行善，向大道路上学真理，然而不但没有得到一字谢之，还要被这些人唾骂一顿。活佛这些是上天地府神佛都早已明白之，而在不久中，这些人不悟不修，专以破拓宗教之众生，当会受到最大之刑罚。而在今老衲还是奉劝世上之人，还是早早觉悟修身，以免受到轮迥报应。王生但愿是这样，社会才能平安快乐。活佛快上白花莲座，准备出游著书。王生已坐稳之，请师尊启程。活佛王生，你知道你今天到何处游观者正知？王生当然不知，请师先知要到何土呢？活佛因今天者游，乃剩下2天之期，而所游之地都是东土地方，且是你们之祖土。今要带你参观外国之地，也是你出国想要花钱看外国世上之凡俗之情形。因要看2国之地方，时间非常匆促，不能详细观察，只能看貌国土之风俗，望你查看之后要记于心，以便回唐后者闻于游记中，力劝世上之人。王生是遵命，徒当会铭记于心，请师放心。活佛好吧，听你之言，为师就放心之。快到了，我们先参观欧洲地区吧。王生佛教各宗派之总源，皆出于世尊，最始本无派流，其后因教化范围日广，以及因人机缘根基与环境容许程度不同，成为今日宗派不一之来源也。在中国之佛教史上，一般不求甚解的人，很容易误会佛教之导入中国，由达摩为始，其实由达摩所引传入者，只是佛教之一派，乃属禅宗之祖。而其他之宗派，或有在达摩之前传入者，而其他宗派也很难据说。而由于隋唐当时天竺之教僧不断东来说教，而中国之学僧亦不断赴天竺深造，在这东西沟通之情形下，全世界之士人能各有学修佛理之秘法，但因时代之变迁，各教之教义亦因而有很多不同之地方，正如现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而欧洲之地方的人民，大多都上教堂听福音，而在欧洲各国人民，大部分的人都信仰基督耶稣教及天主教。而这次由师尊活佛带领游欧洲，我只把大概的情形告知各位众生。在法国时，在教堂大约停留15分，
在教堂听护法神将说耶稣基督在法国巴黎很吃香，信徒一旦做错事，大多往教堂忏悔，以表示改过自新，并接受洗礼也。但今天我奉主耶稣基督之命告知教会众徒，兄弟姐妹要留心那些被教离间你们，而引导你们走错路，与你们所学的正道背道而驰。那些被教的人，你们应该避开他们，因为他们并不侍奉我们的主基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用花言巧语欺骗心地纯良老实的人。正如福音所说，上帝会使你们坚固，福音是自古隐藏并未发表过的奥秘，如今却按着永生上帝的命令，借着南赡部洲奉旨游扬的善恶游记一书公诸于世，让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信服上帝，直到永远。阿们。在德国，有时也停留10分钟，而德国的教堂很大，又庄严装饰美丽。在教堂时，接受保罗护堂主接待洗礼之。保罗护堂主说：难道你们基督不知道是罪的人绝不能承受上口地的国吗？不要自欺那一切通奸的、拜假神的、卖淫的、同性恋的、偷窃的、贪婪的、酗酒的、污言秽语的、欺诈人的，都不能承受上帝之国。在你们的教会中，有人在信主以前行上述这些事，但你们信主以后，靠着主耶稣基督和上帝的圣灵，已经被洗净，可以说是成圣称义。而我们的身体也绝对不是用来行淫的，而是用来侍奉主的，遵行仪的旨意，而主也要住在我们身体里面。现在上帝不单使主基督复活了，将来也会用仪的大能使我们复活。你们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人怎能将基督的肢体与妓女的身体相连呢？绝对不可以。你们不知道吗？与妓女苟合的，就是和他连成一体了，因为在上帝看来是二人结合成为一体。然而你们若与基督联合，就是与仪合为一体。你们务必要远离淫乱的行为。人犯各样的罪，都是在身外犯的，只伤害到别人，唯独淫乱这件事是直接得罪自己的身体。你们不知道吗？这身体就是上帝的殿宇，以所赐的圣灵是住在这殿宇里面的，所以你们要用整个身体来表彰仪的荣耀。今借着奉旨由阳王善生，能把这件之事告诉各位兄弟姐妹基督知悉。在意大利时，听基督说福音，讲行善之道。基督欢迎王徒能来意大利听福音，主表示欢迎。请你能在善恶游记中能转告各基督、各位兄弟姐妹们，行善之道，你们要小心。行善的时候，不可张扬，故意叫人看见，
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到赏赐了。周济穷人的时候，不要大吹大擂，像那些伪君子一样，在大庭广众自我宣传，博取人家的称赞。我很确实告诉你们，他们得到的酬报不过这样而已。你们行善，要暗暗地去行，右手所做的，甚至不让左手知道，这样看透人心的，天父必会赏赐你们。你们祈祷，不要效法那些伪君子，他们喜欢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公用祈祷，引起人家的注意。我却实告诉你们，他们所得到的酬报也不过如此。你们祈祷时，要进入内室，关上门户，诚心诚意向你们肉眼看不见的上帝祷告。那你们祈祷一定会得到长报答允。你们应该这样的祷告：我们的天父，愿人都尊崇你的圣名，愿你的国降临，故你的旨意施行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求你赐我们今天所需的饮食，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遭遇试诱，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因为我们永远是属于你的。诚心所愿，加29%。029第29回仙佛在西方谈末法。奉旨，岁次辛酉年4月初12日、17日5月1981。参加西方参议阳间世人，善恶之果报及谈末法。参加仙佛如下：南海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太上道德天尊，无极混元教主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南天观恩主，无极济公活佛，北极玄天高上帝，地藏王菩萨，文昌帝君，儒教亚圣孟子。在凡间任神职参加众神如下：台北万华龙山寺观世音菩萨道，台北仙公庙吕仙祖道，台中市龙凤宫济公活佛道，台中市慈苑堂关圣帝君道，屏东进修堂妙善如来道，高雄市左营启明堂福德正神道，高雄市天后宫天上圣母道，高雄市关帝庙周仓将军道，台南市天后宫三太子道，南昆生礼福千岁道，太乙救苦天尊道，孔庙至圣先师道，东域大帝道，主席由西方佛教教主世尊当今天坛末法参议会之主席，记录由儒教亚圣孟子，由南海观世音菩萨当司仪，宣布开会开始。主席首先本教主代表西方亿万众佛向各神仙佛圣道友表示欢迎之，因大家都是奉旨来此谈论、讨论、参议凡间众生恶果、善果之报应。
及谈末法轮迥，望大家能尽量发言。观音在今天谈末法，吾首先发言谈之，并供参大家共同讨论。现在阳间有一些修高炼士及凡子，大多不能完全明了真正之道，而真道乃是所有法门中谓不二法门，像佛、道、儒、基督、回教等，还有其他旁教，世人只是知道道，就道理，合乎理就是道，不合理的就不是道。但现在众生似乎知道这原理，居然是明理道之，却不能忽视各教，而更不可诽谤各教，这是不可量也。有些阳间众生抱着怀疑态度，认为儒教思想有违佛院研究之佛学精神。为了让世人知悉这个问题，特在今天末法会上略述一点个人意见，以供大家参考。佛教与儒教不但不知处，且儒、道、释三教本来是一家。佛教以慈悲为怀，修出世法，持五蕴皆空，一尘不染了悟诸法空相，直指正法眼藏，万法归一，以明心见性而成佛。而儒教思想所说的佛家修道学，现举例如下：昔日颜渊圣人问人于孔子，子曰：克己复礼。亦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仁者，仁也，人之天性，本来仁慈，仁者者也，性之德也。大学的格物致知，在格物者戒贪欲惜嗔念，消痴者产爱妄则，其物不生，心物中无，使魔所见，即五蕴皆空而至。无知之，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忠，不私而得，从容中道，此乃为孔门传授心法直指人心允直觉中，修心养性而成圣。孟子现无补充一点，让各位明切转让凡间众生知悉，在东土中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子以后，至无就失传。道转西域，至达摩老祖奉命西来东土，阐发圣道，复还于中国，谓之老水还潮。一脉相传，至六祖祖师才转降火宅，使得儒教复兴，就是现在鸾堂林立设立的原因。观音最后尚有一件大事需要交代的，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五教是一花五瓣，现在若看看其自身之蜕变与气数之淘汰，以及人心之归向和给世风之功效等，可知当是花谢之时候了。因为一花之开，在早期虽然欣欣向荣，然好季节一过，必有其花凋萎之时，这是依天地间之阴阳常律而然的。不过在这花谢花萎之同时，我们且不要疏忽了注意力，因为这是待花结实之时候了。况且我们
在这5瓣之花朵上，既已耐心地探索了众生的大概，那对这最后之一点真实怎可以忽略呢？要问此时是什么？这便是五教合一而垂降的圣道是也。大士方才观世音菩萨言之有理，是以现在人心之雕持何事道之颓败，已经是告急了，而劫难之膨胀和道德之没落亦已至顶。此时生民最大一次大悲运，故3000年来向为民谢之圣道，应运到降世上及东土而复执行。责任者的大家指佛神奉天命而降于东土，指教众生如何行持行功立德，并力劝众生向善除恶，以助众生之善业。此乃应道同结降之需要。故今于火宅开化之圣道，便是继五教之花而结之果实，继而醒化众生归善之任务，亦是将人类悟道欲得之端倪。而今天在末法会，我们的任务当然是奉无极命，欲命共同想法参论，如何能醒化众生向善，不要再沦落6道轮迥中，再行轮迥也，而要做到如梵文：世人有功必献赏，有过要罚现报之功效，不要让一些恶子逍遥法外，并能在今天末法会上能选出一位专为洋人只管善恶大部的神佛。不知大家意见如何呢？道祖大势至菩萨建议有理，不知大家意见如何呢？众生通过，这方法很对。南天方才众道有所通过的，要选出一位专职管凡间善恶之部的一位神佛，并在将来应运时，或众生归空时，作为将来引上天回原，或降下地狱受苦，出生再行重新进修炼。如被大家所选出的那位神佛，因事关责任重大，如被选中的道友，要全力负起任务，才不负今天大家全力赴任于你也。世尊方才大家建议要选出一位专为凡间执善恶部的神佛，无也？敢有理？等一下再行选出吧。请大家再发言共议。因今天东土地方阳间有一鸾堂凤玉，只要来观看我们谈末法，并将我们所谈之话填上现在正刻在著书中的善恶游记，以告示世人之情，并请大家踊跃发表高论，以启发世人智慧，乃在今天末法会的目的也。天尊方才教主言之有理，现世上之众生，因受花花世道迷去缘来之性，而失去自己的良心，为非作歹，而使世道难以推动醒化。望大家能发表自己高见，以启发世人。先师天尊之言有理。首先吾先发言谈今世人的修养问题，即
应有的认识。修养的目的重在发扬心性中的潜德潜能，但世人何以要如此呢？有左列几点主要原因，望世人能奉行修之。一、求得至善。佛家的修养志在成佛，道家的修养志在得道，一般宗教徒的修养志在深入天堂，儒家的修养志在圣贤。各称各有不同，但一言以蔽，就要求得至善。至善就是绝对的善，含有最高贵、最完美、最自由、最安乐、最真实、最永恒等义。西方黑格尔圣人所称的绝对的性，康德所说的上级命令，格林所称的宇宙精神，乃至尼采所赞美的宇宙意志，都不过说明至善的一面。其实至善就是天理，就等于存在我们本心本性的明德良知。或者有人认为这至善乃是一种高远的理想，非一般人所能希冀。以至善为修养目的，未免不切实际。殊不知至善就是良知，为人人所固有，一念向善，就倾向于至善的一面。至善乃是无时不存，无处不现，并非玄不可测。所谓圣人，也就是一个照常道做人的人，也非高不可攀。人的修养如不以求得至善为目的，则在做人接物，必有私意甚杂其间，于是他的动机或出发点就易失之偏差，他的内心就有矛盾存在，就有被袭击的可能。此处一失，往往一切欺骗、疑虑、猜忌、恐怖就随之而来，终必满怀荆棘，陷入罪恶的深渊。古今以来，多少有为之人，所以一失足成千古恨。基于原因大都在那一念之差，良可痛惜。可知众生不谈修养则已，要谈修养，就必须立此大志，才能步入人生的康庄大道。这不是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乃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二、求得安乐。求乐免苦，原是人之常情。虽然在宗教上有所谓苦行修道、烈士志士也以刻苦自立，但其目的仍在求得个人或大众的快乐。不过，真正的安乐，仍需从修养中才能求得，因为人生的欲望是无穷止的，永不能满足的。自然界对人的限制也是永远排除不尽的。古代帝王富有四海，仍不能长生畏苦，何况普通人，大遭遇坎坷，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要想从外界的夺取求得满足，真是难上加难的。唯有修养深湛的人，以服务创造为人生的目的，以助人为快乐之本，自有一股蓬勃朝气发露，和一种轻快洒脱之乐，这就是乐道，顺天之乐。但在个人的富贵尊荣，若是由于自己努力奋斗，克难创造所得来，
那就是自己内在才能发扬的表征，也就是修养的成果，受之心安理得。反之，如果是从投机取巧、诈骗采夺而来，则其内心必就梦寐难安，而且是必然虑的患失，一句从生。三求得大智大勇。人莫不希望他自己的智慧高，能力大，便发展他的抱负，但多数人总认为智力和勇力是从知识学问和体格锻炼中得来，与修养关系不甚密切。殊不知知识学问虽可促进智慧，但并不就是智慧，而体格锻炼并不能形成冒险犯难不屈不挠的大勇。大智大勇也必须从心智修养中获得。智力的本身乃是心明觉安的功能，又运用知识以构成判断产生新的观念和见解，刻苦塞维茨称此为自由判断的精神和慧眼，就是不受一切成见的约束和私欲的蒙蔽，即能洞察事态真相的悟解力。一切先知先觉的发明创造和领导群伦者的决策，都需要这种悟解力来指导，而这种悟解力唯有从心性修养上排除一切弊障，保持心体的虚灵不昧，清明在公，才能心安理得。诸葛亮先翁是一位大智伟人，而他的大智是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修养而来。我认为在人类世界中，得到知识最深刻的器官，就是道德力的感应。这也是说明道德修养是智慧的泉源。其次所谓大勇，乃是基于决心、胆量、自强、自制与荣誉心及责任感等而来，这与一时生理冲动的血气之勇，即亚圣孟子所曰是不胜有胜也的主观之勇，均不相同。它含是充分而强烈的动机、坚定的意志、沉静的思考、沉着果敢、镇静不摇，对于生死大义更能了然于心中，永远是坚定而泰然。四、实现真善美的人生。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个人的衣风履后，而是要追求真理、正义，建立各得其所、各遂其身的目的，自由安乐的社会，实现真善美的人生。古今中外人不知有多少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艺术家及志士，他们是殚精竭虑研究真理，或是抛弃荣华，前生苦修，或是赴汤蹈火，救国救民，无非要追求真善美的永恒价值的藏。孔庙、杨坚、至圣先师大论，众生弟子定能悟出修养的重要性，使人人能证佛界，地狱该空，也了无心愿也。今天吾在末法会上要详谈之，是如何使佛子、众生超度父母翁姑良方妙法。做人子女媳妇，每人都希望父母翁姑寿终能登上极乐国土，以享受快活。
因此才愿花费金钱、精神，请道士、僧尼来诵经礼忏，是为做功德。既然有如此的孝思念，要报恩于父母。若逢父母临终别世，对于丧事之举行，定要戒杀生灵，免致过世双亲翁姑担负杀生之罪过，使父母翁姑之本灵能安然也。同时能使永驻西方极乐世界，是凡人子女媳妇最大的希望。这件之事，吾早已经明悉一切。今在末法会上教大家，若希望过世父母六亲求冥福者，最好备办素果、斋席虔诚之祭，那能得最大之效果也。不要爱一味、爱好名声、享热闹，杀鸡鸭屠杀猪羊，以备丧事忌日拜祭。如此做法者，虽有虔诚之孝思，请僧尼道士诵经礼忏，欲消除父母翁姑生前所做之过失，以求超上天界，这是妄想的，不但不能依所希望所得，反而因杀生灵，造成加添父母翁姑之罪业，岂能往生极乐世界享受快活呢？其不妄想也。吾为了求统一办理超度众生之父母翁姑之魂，并要求众生要行善立功，勤做善事，以积因功，回向父母也。这才是上上之策也。凡有众生发愿从今去恶向善，为父母超度登极乐国土，妙方如下：恳求超度书文经之福，以佛法无边救度众生超苦海，神通广扶持离庶出迷津。中华民国台湾省地址及宅。佛子 XXX 记合家眷属人等，诚恐黄鸡手顿手拜资位先父母翁姑 XXX 元命 XX 年 X 月 X 日时受生，享阳寿 XXX 岁，大限 X 年 X 月 X 日 X 时别世。下明切思先父母翁姑身属凡庸资质，无学性命双修大道，不合返本还原规格。在生之时，对于天地间之道理、法律，所谓人伦道德亦无研究彻底明白，恐因不知不识。今无决心诵地藏王菩萨超度书文经，为父母翁如超度忏悔谢罪，建造功德，补偿先父母翁姑历劫之冤结，以为补偿完满，永享逍遥极乐。恳求南海观世普菩萨为证也。超度书文经，公曹土地神，神之最有灵，灵感来拥护，拥护超度书文经，举香咒，炉内焚宝香，香烟达上苍，上苍神圣降，降宅赐愿力，要诚心诵下此经，不可有杂念也。滚滚红尘，埋没俗子，滔滔浊浪，沉沦无数凡夫，万劫轮迥，未得返本还原，一生坠落，何能离尘出世？欲上灵山，
须知循真放假。思归道尽，应时去望存诚。觅先天之大道，探无极之真权。一心清净，扫情缘而不昧。五蕴删除，修性命收无穷。若无智慧俱全，也得身心安泰。功夫造诣，自得明灯仙籍。玄妙修来，当能果证天宫。入大乘之法门，门开方便。行中庸之圣道，道启康庄。度众生于苦海超度，出万劫之迷途。慈悲常报，济死超生。功德长存，匹天配地。乐得灵山之乐。家有人诵无超度书文经，家家父母翁姑全超生。假意诵无书文经，灾祸父母不超生。是故除在下明前诵真经，愿对孝道守原理，遵守实行。信经下民所求诵书文经如意，不胜恳愿，仅此上书诵经中。望世人能珍惜此经，功效如愿也。家圣母。古佛道有方才所谈的超度书文经，众生闻知此经，必定能为他们父母们承念此经，以报答他们父母。古佛在今天末法会真是大发慈悲，愿世人能诚珍惜此经，使地狱之善恶魂定能早早超生一生。神解。今在末法会上，无论世上今之修道，古人之修道者，多数由于仕途淡薄，或商场失利，或情场失意，或受逆境之刺激，使愿放弃家庭与名利，遁入空门，或引入余生山，而自修以不过。此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先有涉世未深，而愿放弃名利与家者。是故古人之修道，仅修己而度己，莫怪96园林，只能度回4义者也。今之修道者，远非昔日比，不妨奔逐名利，不妨家庭之累，只能修身明道德，守纲常，以信待人接物，慈悲为怀。虽在家，亦可以修道，亦可以成道。只要正己化人，修己度人，告功利果，此乃今之世人修道也。是不分老幼，不分男女，若能守孔孟之道，即谓之修道也。依然可成仙，成佛。家祭佛。哈哈，高雄市天后宫圣母说的有理。诸凡子勤修大道，日夜辛劳，成道有日，可恭可喜。吾在今之会上，无阐明大道真理，供大家参研。道之本源，由无极而降，谓之天道。天道者，日月五星循环之道，即正道也。绝不可得越轨，是公正无私之大道。天道降于地道，而地道乃是康庄大道也，非崎岖之阳道也。地道阳于人道，人道者
道德之道也。凡修造者，应由人道修起，修人道必须先修儒家之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也。人道修成，就可由地道之康庄大道而登天。道，那正道归一而的也。时值三曹普渡之期，上天有好生之德，开方便之门，人人可修也。望愿世人能珍惜吾之言也。既曰：一切色身皆是佛，万众转轮不二家。正道三摩光明的，庄严七宝散金沙。草木春秋皆佛性，阴阳颠倒乱龙蛇。而今悟道龙华树，种种菩提用妙花。慈航长泛天地窄，杨柳铺尽宇宙渣。善男信女齐携手，降心福益照世家。胎卵湿化皆成道，九幽十类现玉匣。交衣露出泥金字，鸟语传来紫玉箫。青灯一盏胸前挂，积层照破黄海涛。太乙方才祭佛参礼，众生望愿用心悟之。自古以来至今，花花世道修。道者众多而成仙品正佛果者稀。何故也？皆因为欲真道而攻果位。满。古人修道者，皆是苦修苦练，舍家抛业，断情绝欲，自修自得。心不妄动，修至内外功圆满，至诚所感，然后的蒙果位。人生天地之间，均皆阴阳造化之中，难脱天道循环之理，无不受。至于自然因果定律，修道要求明心见性，发挥悟心，赐求安身立命。现在我在今天末法会上，把天道大概分解一下，望众生能得悟。何谓天？何谓道？中国传统上天字形容含义在至高无上、至大无越的意思。在思想家来讲，分别含有下列几种意义。一、墨子圣人及古代人所谓的天，多为主宰的天，含有天神的意义，亦可说是宗教的意义。二、老子所讲的天，纯为自然的天，没有神和宗教意义。三、儒家所谈的天，有主宰的天，有性命的天，有时又为自然的天。中国人有更多的认定，即其五者举于下。道的意义：一道可作原理及道理解释；二道可作法则及方法解释；三谓道可作道路解释；四道可作道德解释；五道可作太极或本体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诸子圣人以道谓太极。道家讲道，有时谓原理，有时谓本体。前是人法地，的法天，天法道；后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的分类：一天道一曰立天之道，曰阴和阳；二地道一曰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三人道一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四孔子偏于人道，老子重视天道。人道的分类：
一修身之道，重视意识、正心及其他修养功夫；二齐家之道，重视慈、孝、友、恭、和、顺、勤、俭等德目；三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忠爱礼让、天下为公等；四求学或教人之道，学不厌，教不倦之尊师重道；五处世之道，持身摄事，待人接物，交朋皆友，和睦邻居，尊贤敬老等。总之三教，儒、道、佛之道德修为、性命修养，贯穿融合，都可以使众生了悟道的真理。主席多谢真人开悟众生。今天的末法会暂告一段落。孟子方才已选出一位专职人间善恶不的佛神，由文昌帝君当选之，望众生能共同效福。文昌多谢各位道友能共推无畏只管人间积善恶不之事，无会尽力效命之，望众生能好自为之，不要为自害自己也。吾随师一句：修缘大道有谁知？修道莫待心莫虚，来日到头君自悟，返回天界里瑶池。观音多谢今天各位仙、佛、神、道友来参加末法会，并在今天会上能开示各凡间众生了悟真理，而凡间任神职位之众神佛，应能多多开化凡子向善修心，早早登上无极西方，任众生逍遥。今到此止，宣布散会。加30。030第30回由本省庙寺听帝君说称神经过。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4月13日、16日5月1981。诗曰：奉旨游阳经完篇，活佛王身同搭戏，解开阳世善恶因，望转世上其向善。又曰：万古奇缘奥妙多，三奇末节开天科，三元运会龙华选，考拔佛子正大罗。活佛王身，老衲今宵看你春风满脸，心情非常开朗，不知是否？阳问善恶游记，今天就要扶鸾者游完毕，使你心情开朗之。当然，为师也不例外，因是上天交代之圣命，于克服任何之难关完成。此不但我们师徒喜出望外，连你们堂上之身也是一样高兴。将这部阳间善恶游记者福劝化世上之众生步上大同之道，便社会安乐，这乃上天要我们师徒同游阳间，把世上善恶之实况公布，世上众生悟知之最大意义。王身多谢师尊开悟众生之明路也。活佛在这游记中所有实证，如能在世上发挥功能，使众生看过善恶游记，能切实改过自新，从前之恶业自然会全部消散。若把这部阳世宝书开后传送灵友观看，上天自然会消其业障。望
世上众生珍惜此书。王生今夜游记完成，心中是说不出之喜悦感。上天所托付之兆，命终于完成，所以心情特别开朗之。在这段时间中，蒙恩师开悟智慧，徒在此真是感恩不尽，使我终身难忘。活佛最可钦佩的是你们堂上之身，在每次扶鸾著书游记中，陪着你我同效神佛之圣命，为师在此向这几十位堂生致最高的谢意。王生本堂之身，每位都很虔诚，望恩师有空之时，能多多开窍。每位堂生之智慧，众堂生会感恩不尽的。活佛学道、修道、悟道这些名词，用念得很称听，但要用心实际去行是很难的。在修道、学道中，要历经任何之考，方能练出一位不道之翁，所以修道人要经得起任何之难关也。王生徒谨遵行之。活佛好的，今天这阳间善恶游记之连作是最后一班车，而我们师徒要乘着这末班车在行观游世上之实情也，望王生你再次提起精神。王生余生在这最后之圣命中，谨切实遵行之。活佛王生，快上莲座，我们启程吧。王生好之，已做好了，请师启程吧。活佛已到了，下莲座吧。今天我们师徒要拜访、参观阳间各寺、各宫、各堂、各坛上天派人之神职经过情形，他们为什么会称神、称佛之经由。王生不知今天是要参游那间寺庙。活佛前面有你们凡人所设之寺宫，盖得也很庄严，我们用走路上前参观之。王生今天在这庙前来往参拜香客很多，前面广场也有人在卖药、唱歌，使这庙分外热闹无比。活佛前面已有这庙之主神关圣帝君带庙中众神上前迎接我们师喜。王生，快上前参拜阳间关圣帝君及众神。王生参拜关圣帝君及众神，望开示无知智慧，今因本堂奉旨著书出游，随恩师来庙参观，望帝君开悟之。帝君欢迎西方济公活佛及王善生来本庙参游，因你们乃奉旨者书阳间善恶游记，早有谕旨下诏各阳世之庙堂，命各仙、神、佛共同扶助之，请随我们入庙奉茶。王生感谢帝君及众神之好意。活佛王生，我们随帝君入庙参观之。帝君命本庙中坛元帅奉茶，今祭佛来本庙，不知有何贵事，请道其详。活佛今夜无带王生到贵庙集资实证各成神仙佛之经过，想请帝君您道出您为何称神之经过，以着入游记劝化世人行善，望帝君开示众生。帝君好之，望我道出缘由之后，众阳世之人要积极行善，因时
后不早了，要切实立功行善，不要等劫数到了，要行也已太迟了。我昔日是一位行走江湖之人，四处流浪，从小就失去父母，乃是一位无家可归之人，每日做人家的苦工，以度三餐。在我30岁那年，因在工作中结识一位小姐，日久生情，就两愿结婚。我们很勤俭，日久就节省一些金钱。我们所赚的钱虽少，但我们从不怨尤，如此一年复一年。到了50岁，我们即有2子1女，生活也很美满。有一天，在我们村内发生旱灾，农民耕耘都没有收获，很多村民受到饥饿。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夫妻就商量拿出110米来救济村民之苦，后来终于解决这旱灾之劫。在平时我们也是很乐善好施，不断行善，早晚对神圣非常尊敬，每天用清香礼拜家中之神。因吾对关圣帝君非常尊敬奉拜，其浩然正气，公私分明，以气贯日月，正气冲山河，是世人之模范，是我学习之榜样。活到78岁，无疾而终。蒙南天恩主圣帝召见，由南天引带同子度上南天见恩主圣帝，而得恩主奖励我平时行善乐施，命南天教化神君引我入南天修学院，锻炼本灵之清净，并学习圣天道。由华佗传教各庙要，并有天师传教佛法，并在学成功梦之后，由南天恩主圣命下诏派任到阳间担任救世，度化世人向善。吾在南天学道10年之后，由圣诏派任往东土南赡部州台峦省高雄市之庙任职，现在任关帝之职。就此经过，王生原来是这样：帝君在世乐善好施，敬神敬佛，真使人钦佩。杨氏之众生有此实证，望能多多行善。不知刚才送茶来给我们喝的那位中坛元帅是何由来？望能再给众生开示。元帅，我称神之过程是这样：我是一位在家修之居士，因我是学道法的，是些人运途乖舛，就来求我替他做法事，如贫穷之人求我当免费服务，有钱人求我助之，我就向他拿钱，并用这些钱来救助贫穷众生。我不断地记住众生，并服务贫穷之人。至72岁时，在睡觉中被一只毒蛇咬死，就这样一命往的府。忽见蛇变成一位老者，乃福德正神，来引渡我往的府修道院，在学道聚善所学习道法。因在学道聚善所表现不错，于功满成就之后，由的府因指派令到本庙任中坛元帅之职，至于今有2年之历任也。王生多谢中坛元帅诉出宁称神之经过，望众生能效法中坛元帅之精神。一位学道法之人，是这样的仁义慈悲心，在现世中非常
少之。活佛这还用说，现在学道法之众生，其并非用于济世救人，而是以所学道法来赚钱，以维持家庭之收入，甚至也有伪骗众生之金钱的。像这类以道法骗财之人，位数也是不少。若道法用于为善而收取红包，虽然这种做法不妥，但上天也不会怪罪于他。但若以法术骗取众生之金钱，则上天绝不会饶恕他的。望世上学道法者，知天律之公正。王生不知贵庙在本地区是统管那些任务，请再行告知。帝君本庙乃奉谕旨之命，负任这一代众生之生死，并防止外魔进入本境。本境区所有众生要死、要生、要病，都要通知本庙。本庙在依个人之善恶来降福祸，使每位众生赏罚分明，并在本庙善恶不中，记下行善之名、行恶之名等，将来这些人死后再送到统管阴间之善恶神东岳帝君，由他统一赏罚之。活佛王生，你看本庙的公布栏，有本堂所接预兆，另有阳间行善者有多少人，行恶之人共是名少人。公布栏上并且详实的记载。XXX 在 X 年 X 月 X 日 X 时要归往的府，而行善之 XXX 在 X 年 X 月 X 日 X 时要归往天界。王生，你可上前观看之。王生是遵命。哦，真有这回事，在里面有 XXX 的姓名披露。公布济世之人所为之善行，也是详加注明。看了之后，真使我心里感受万分，真是古人所说的名言良语之劝世文，举头三寸有神明，行善行恶赏罚分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活佛好了，这最后之游记就在这称神称佛之因果轮转中结束。众生要切实明白，如一个人作恶多端，所报之刑罚，要受三世果之转世，不但天律不容，因律不容，法律也不容也。行善之人中有好报之果，望众生要自悟，好自为之。王生快向帝君及众神辞驾，我们要回堂。王生多谢帝君及众神之开悟智慧，王生在此感谢之，并欢迎有时间驾到本堂挥笔开悟天下之众生。因不能多谈，就此告别。活佛王生快上莲座，我们回堂吧。王生已坐稳，请师启程吧。活佛，今天我们同坐的莲座，飞飘的速度特别快，可能这通灵白莲花座知道我们师徒已完成任务，特别优待我们，并以飞飘快速向我们师徒表示大功告成之意也。现在堂已到，王生临驾投体。加31
031第3回在本堂举行神人庆功会。西方济公活佛降，岁次辛酉年4月16日、19日5月1981。诗曰：圣心向道照明灯，指引善途导众行。中的逍遥逢乐景，因思地狱免禅行。又曰：灵隐善堂完时命，善恶犹记庆功会。王生道果在上境，雪山炼士不复天。活佛今天乃善恶犹记庆功会，本堂现在热闹非凡。上、中、下界神、仙、佛现已大都已到，而师今天心情喜忧参半，喜的是上天使命已安然完成，而忧的是善恶犹记多出书，众生看了这部醒画之书后，不知能否回头是岸而向大道之路迈行，此乃是老衲之忧也。望东土之众生，要切实悟心向善也。王生多谢师尊之教诲，在这100多天当中之相处，徒儿真是毕生难忘，以后还要多望恩师多多通灵，开悟智慧。活佛今天的庆功会，乃由南天主办庆功，而在今天的庆功之餐宴，乃由南天主厨司亲手所煮的。王生你看，在本堂前广场之路上所排的宴桌，共有72桌之餐宴，而气味香香喷喷的。王生现在本堂主席，现在正在忙碌接待各方之神圣，而你看本堂三太子也忙碌地走来走去，真是灵隐。今夜乃众仙之聚会也。主席今命各生准备1罐水抱在胸前，等候由南天派来之使者化水为通灵丹水，命各生准备之。活佛现在庆功会将开始，而在本东土之神圣，大部分已来到。王生你看，这些神圣要不要为师一个一个介绍呢？王生但愿师尊一个一个介绍，不然徒儿大多不认识。活佛好的，你看，现在向我们师徒挥手微笑的乃是八仙仙翁。想必那位汉钟离仙翁你也认得，乃有跟你有一面之缘，其他7位为师不详介绍之，我们顺着这72桌来回走一趟，为师再详细替你介绍。第1桌是八仙翁之位，第2桌乃下八仙之坐桌位，第3桌乃是本境之神，乃有天上圣母及温府千岁，还有五府千岁。第4桌到60桌有海外散仙及西方之佛。61到65乃有南海炼气士之坐桌位。66至69乃是的府之神坐桌位。而在70桌中，向我们师徒挥手致敬的乃是包青天，全脸黑润光亮，2人看的真是骇魄之感，其他是地府中的仙狱官。71到72桌乃是东、西、南、北之龙王坐桌位。另外在本堂堂中设有2个特别之餐桌，我们转回本堂吧。吐的，你堂主席找不到你，因你是今天的主角。
王生事，遵命。伯温今天无奉玉帝之命，到本堂为这部善恶游记著书，完成之。庆功会中，而担任今天之司仪，望各位各方之神佛，大家要尽量畅饮痛快，以示庆功也。而老母也有派使者前来参加，现在开动吧。王生，你做中央之特别座，因你是今天之主角。王生余生何德何能坐这个位子呢？还是请刘仙翁坐中央之位。活佛王生，刘伯温仙翁之所以邀请你坐中央之位，乃是奉玉帝之命，特赐你坐此位，为师坐在你身边以相陪。王生，好吧，遵命就是。仙姑今吾乃奉母命到东土中华民国台湾省高雄市灵隐慈善堂，同为善恶游记庆功，望王生你要继续为大众之服务，以救东土之而也，这乃母唯一操心关心之事也。在本书著作完成之后，母有意在下一指到本堂，再继续着爱心之言，望王生要多加编织。主席多谢董双仙姑开示本堂之王生，望王生你不要负上天之意也。王生多谢董双仙姑及主席教诲，生当会谨守遵照母命也。伯温，大家不要光说话，用圣餐吧。活佛王生，你要多吃，不要客气。而在你的左手边有2罐琼浆，你把它打开饮喝吧。这2罐乃是无极老母叫仙姑带来给你吃饮之，喝了可以助你元功之灵。王生多谢师尊告吾之恩。不错，凡间最上等之果料，不能与之相比呢。活佛，这是无极仙品，当然不错，你尽量喝饮之，而餐上还有鲜果，你自己取吧。吃个痛快之后，休息一段时间之后，要重新再接另一个圣命。王生现在已饱了，还有剩下3个鲜果，我想不吃，留给我们堂上之师兄弟分享之，不知可以吗？伯温，当然可以，今天所剩下之鲜果及琼浆，全部送给你堂之身，以示在这5个多月之辛劳，由你们堂上主席全权处理。活佛王生快向刘伯温仙翁感谢恩赐。王生多谢仙翁恩赐。伯温不要谢之，这乃是有功奉赏，有罪要罚之真理，应今夜之。庆功会将快结束了，你们堂中的乐队已开始吹奏离参曲，而各方神圣也纷纷向你们堂中主席挥手道别。本城也要回南天复旨了。王生多谢仙翁之教导，生将全力以赴。仙姑在今天的庆功会，乃是本堂之荣幸，乃要力由上进，才不辜负母之意。今奉母之手诏一旨，赐王生你仁正神格3品，并记10道功以示勉励。在这5个月辛劳之堂生们，每位各记5道功，
并命三官大帝的府抽名，皇级上榜之于南天，并且各生之功，再令行赏。望灵隐慈善堂之堂生，要继续为鸾堂服效圣命也。画指无要回。无极。王生多谢老母之赐也。余生奉送仙姑回无极。活佛，这完全是在这5个多月之中，你们唐生苦劳所得之代价。而上天之赐，乃是合理之赐也。老衲也赐各生每位50功，以示鼓励之。望各贤生要好自为之，保持本身之荣誉。王生多谢师尊之恩赐，我代表本堂之堂生，向师尊谢恩赐。活佛每当一个节目要结束之后，心里总会有点心酸，依依不舍之感觉，而天下那有不散之筵席，有结合就有离别，有生就有死。而在这160多天跟本堂各生合作，及王生你共同合演这部善恶之戏，现已演完，要下台看这部善恶之戏，看了这部戏之众生，要切切回头向善，而要修要行，这都要看众生自己去行。迟了。王生在这160多天中，多谢师尊教诲，开悟智慧，在此受王生3叩首，以后望师尊能再多多教化余生之智慧。活佛，而今天所留下之仙果及琼浆，由你们堂上主席分配于各生分享，今将分别。王生你们心里总有些舍不得，但愿再有机会到本堂与王生等堂生们谈到说的，使堂中之生能有开怀之谈论也。好吧，再见王生及众堂生。吾要回天矫旨。王生恭送师尊，徒儿会把你的教训铭记于心。活佛在离别之前后，王生你要多多温习你之员工，不可失之。等候再接新圣命。为师在向唐生及王生说再见。再见吧。王生凌驾头体。阳间善恶游记完。家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活玉现行记。林凤只著作铃木录玉照的母序到祖序长春序下载全书533x execute 斜线200千位元组。533b html。001第1回重任在降众生堂，活玉现行醒迷丸。002第2回末位因果无人见，潜心佛道自安然。003第3回活玉受刑苦连连，修功积德业可谦。004第4回力行善功消业因，可免身心受熬煎。533chtml。005第5回心性邪恶损因智，善为善应永无差。006第6回缠绵病榻受苦身，不施行善免脱魔。007第7回灾劫病光功德牌，诚心作福圣神佑。533d html。008第8回死狱门中无活客，除非功德晚造化。
009第9回艾滋由来乱人伦，癌症成因夜深审。010第10回彰显圣道姓名标，瑶池赴宴会慈母。前言济公拔下载本网页，纯文字，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修改转赠。加活玉现行记，活玉现行记，奉旨著作。加 CC 前言。时间1989 tilde 文内日期为阴历。地点地狱仿地狱10殿，各殿内小地狱只探部分。导游济公斜线杨戬，仅第30回。访客罗子飞鸾。传真瑶池仙童。原产众生堂台湾台湾省台中市。感恩所有善书均不设立版权，是我国一种优良传统。在此仅向有关同工及承先启后者致敬。公务欢迎修正引用复制，自行作网页，不用声明出处。注意，凡有此符号 XXX， 其内文原书没有部分字被改作一体字或近义字。术语邮寄内文有关阳间货币、地点等等多指台湾省习惯而言。转化 Doc WordPad斜线 Office 文件转作 Text 纯文字文件。A 先造一纯文字文件，在桌面上右按滑鼠，新开档案纯文字文件。随意命名 B 打开 Doc 文件档案 F另存新档 A。 存档类型 T 选纯文字文件，目录 S 选 Desktop 选刚刚造成的纯文字文件。储存档案 S 是 Y。 乱码本文或有少量词字汇乱码，可复制该句，贴上新文件变件内容。修改先把本文分拆不过 30K 文件多份，有此符号%，改正后重组，否则或引起别处乱码。字码 Chinese Word Code Big 5斜线 JBK 容量 80K。 加00。目录寻找代号 Number。 标示反白，按望远镜按 Enter 钮。533A HTML。 A1 预兆。A2 的母至尊将许。A3 太上道祖将许。A4 秋长春仙翁将许。533B HTML。 001第1回重任在将众生堂，活玉现行醒迷丸。002第2回末位因果无人见，潜心佛道自安然。003第3回活玉受刑苦连连，修功积德业可谦。004第4回力行善功消业因，可免身心受熬煎。533C HTML。 005第5回心性邪恶损阴质，善为善应永无差。006第6回缠绵病榻受苦身，不施行善免脱魔。007第7回灾劫病光功德牌，诚心作福圣神佑。533D HTML。 008第8回死狱门中无活客，除非功德晚造化。
009第9回艾滋由来乱人伦，癌症成因夜深审。010第10回彰显圣道姓名标，瑶池赴宴会慈母。533 AHTML Z1 济公活佛降拔 M1 下载本网页纯文字 M2 下载本网页含控制码 M3 修改 M4 转赠加 A1 预兆本堂主席登台，是谕旨江陵，命本堂服神及城隍10里外，请瑶池仙童5里外接驾，诸子肃静，不得喧哗，神人排班后驾也。今却上相太白仙翁降，即曰：活欲受刑宵夜因，现出原形时可怜。刑罚轻重视业力，记载功德超肉身。是无今夜奉谕旨降尔众生堂宣读，谕旨宣读，神人俯伏。亲奉玉皇大天尊玄灵高上帝诏曰：正观世与红尘，浑浊之气越来越浓，人心趋向邪恶，男不遵三纲五常，女不守三从四德，导致世人患病者日渐增多，此乃是世人自造恶业之果报。然而世人每逢病痛折磨之时，不生悔过之心，却有怨天尤人之意，致使病痛难以痊愈而郁闷终生。老母慈悯，不忍缘而每受病痛折磨之时，而不知其因何故，特命正在次旨开放活狱，让世人得以了解生病有其因，而能有悔过之心，行功立德，消除病痛之业力也。正观世语之中，南赡部洲中台善的圣堂虽林立，独尔台中众生堂在林子重修努力耕耘之下，延续着鸾堂之使命，因此正特将此一重任在次尔众生堂来担当，书名为活狱现行记，将世人受病痛在活狱中受苦之情形阐述与世人知晓，而能将不良习性改之。特敕令济公活佛带领罗子非鸾灵游活狱，并命瑶池仙童扶鸾传真。更敕令活狱各关口，如系罗子非鸾灵游著书之处，必须起关迎接，携着圣书，不得有违。指到之日，不限时日，玩书矫旨，书成之日，论功行获，勿为正命。轻哉勿乎，叩首谢恩。天运己4年10月18日、15日11月1989。加 A2 无极虚空的母至尊降续。人伦道德乃是医治世人病痛的一剂良药，殊不知世人明知道却不愿受其医治，而放任自己的肉身一再受病痛侵袭，导致肉体筋骨、关节或各部分之器官腐坏，一旦夜宵难满之时，也已经变成连罪。现代化之医术也医治不好的宿疾了，实乃可悲也。众生堂此次承接著作此本，净化人心，告陈世人平时即要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之善书活狱现行记，阐尽世人一般之通病，自认为
是后天失调之病症，却是因不守三纲五常、人伦道德、四维八德所导致之病因，而此本活欲现行记由尔众生堂承领著作，正是天下苍生的一大福音，也证明了天运道脉在尔众生堂乃丝毫不假也。指此活欲现行记著作之际，吾特文述此篇，以作序也。吾即虚空的母至尊降续于南天直辖台中众生堂。天运己4年10月20日、17日11月1989。加 A3 太上道祖讲序。大道运行，不偏不倚，是人行道，中庸未要。若有私偏，则道不成。观天下修士修道之心路历程，总是起伏不定，令人甚为担忧。上天慈悲，每以最能达到劝化人心的地方，命圣堂正銮灵游而将之一一述说其所见之情形，及与世人有所警惕，无非是不忍见苍生一再迷昧轮回于六道之中。习乎又有多少人能体天之慈悯呢？活欲现行记此书的颁布，亦是为警化世人，在于自身病痛之时，并非全都是受病魔考验之故，乃有种种因由，而在得知病因之后，能切实改过自新，那么所谓之病，便能不药而愈也。今冯贵堂承接著作《活欲现行记》之际，吾短数语以作序也。三清教主李降续于南天直辖台中众生堂。天运己4年10月19日、16日11月1989。加 A4 秋长春仙翁讲序。因果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寸步不离。行善的善报，作恶受恶报。自古至今，不因国度的不同，不因人种的不同，而有所寻思，都以行善作恶的程度来作为判定因缘果报之定律也。奈何世人不知是轮回日久而迷昧心性，或迷恋红尘之故，使心不明，性不定，而疏忽了因果报应的可怕性，难怪人心越来越颓败，令仙佛亦叹不如，实乃可悲可哀也。活欲现行记之所以颁示，乃为启发世人的良知良性，使其了解行善作恶所应得的善恶果报，也是上天慈悲度化世人之善行善知恶去恶的一种显化法门。今冯贵堂承接著作此部稀世珍宝之善书，吾特述此篇以作序也。七真秋长春降续于南天直辖台中众生堂。天运己4年10月日。加 Z1 济公活佛降拔，放眼观天下，芸芸皆众生，只差迷与悟。天堂或地狱，人心不古，纲常不正，正是导致社会风气日趋腐败之因。一个人若不遵守人伦道德，那与禽兽又有何差别呢？
须知道德真理不但是培养心性气质升华之宝典，更是医治那些无病呻吟者的最好良方。只可惜世人总是敬而远之，而放任自己的病痛越来越深，直到最后连医治的机会也丧失了，实乃可悲也。值此末法时期，盛唐林立，承接天命，著作善书劝化世人回归彼岸，也已四处可见。又因上天慈悲，为度众生，亦将原本不轻易泄露世人知晓的机要地方，一一的由盛唐之正鸾承接天命灵游著书，以享世人之眼福。此次活玉现行记之所以能颁布于世间，也是上天本着好生之德，天下众生方能有此机缘的闻此部宝典。但愿此书的出版能为天下众生带来幸运，更愿能有更多的迷途羔羊因此书而得度，则是老衲之幸，亦不枉费老衲带领飞鸾入活玉著书之苦心也。今逢活玉现行记以书完书父子，老衲特以此篇作跋也。南频道记仅拔于南天直辖台中众生堂。加 M1 直接下载全文纯文字。一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二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议菜单。三选纯文字文件，随即有一新建立纯文字文件在桌面。四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五选桌面上栏，选纯文字星号 Text 下栏，再选新建文件。六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 N2 直接下载网页，含控制码。一缩小本网页，按网页右上角小方框，勿错按 X 框。二在桌面 Desktop 及荧光屏空白位置按右数，即建议菜单。三选网页文件，如缺网页请看甲。随即有一新建立网页在桌面。四返回本网页档案，选另存新档 Save As 建议小视窗。五选桌面上栏，选网页星号 HTML 下栏，再选新建网页文件。六按储存，按确定是双击新建文件，检查所存是否正确。加先选纯文字文件 Text， 后改作网页文件 HTML。以视窗原本没显示 Text 斜线 HTML 附档名，显示方法如下。95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隐藏附档名方框一按。95空白确认转附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
98开始程式总管检视选项检视隐藏副档名。方框一按空白确认，转副档名完毕，可沿路复旧。丙新建文件即显示 text， 按右鼠选重新命名。丁新建文件 text 键入123 HTML 必须正确网页文件。加显示网页控制码。一新建网页例123 HTML 转换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或123 doc。二转换方法看甲乙丙。三双击新建纯文字文件例123 text 即显示网页控制码。doc 是 WordPad 或 Office 文件副档名，避免使用。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观看时部分乱码，是把整形剪下，往新文件贴上看看，恶意捣乱。加M3 修改乱码和分拆。如你使用微软视窗，文件超过 30K， 直接修改很易乱码，恶意破坏。如做大量修改，请你分拆多个文件才修改，分段符%。如做少量修改，请你反白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鼠标往左移至尽头，键符，按一下，整列反白。编辑剪下，或按右鼠选剪下，往新开文件贴上。修改后整列剪下，勿用拖页方法，往原件贴上。加 M4 转赠。如你使用微软视窗，请小心，注意你所用之版本。如你用新版视窗制成之磁碟片 1.4400万位元组，或可重写光碟片 RW， 切勿送给使用着旧版微软视窗的亲友，因为新版微软视窗会偷偷写入控制符。旧版的用了会捣乱磁碟机或光碟机。本人原用95中文视窗，最近购买 XP 中文视窗。我把95至磁碟片和重写光碟往 XP 修改，返回95使用时，95电脑随即不能使用磁碟机和光碟机之重写。盖茨微软竟敢炸毁我内心的世贸大楼，包拯在那里。返回主网页 Back Home。活域现行记533B HTML 001第一回重任在降众升堂，活域现行醒迷丸。002第二回末谓因果无人见，潜心佛道自安然。003第三回活域受刑苦连连，修功积德业可谦。004第四回力行善功消业因，可免身心受熬煎。加01第一回重任在降众升堂，活域现行醒迷丸。济公活佛降，祭曰：在驾祥云降堂前。
老衲领徒者善篇，今言妙语劝人心，活欲现行苦连连。祭佛，老衲再次踏祥云降堂前来参者经篇，此一因缘殊胜，这都是众生善气凝聚回向众生堂所致，亦是众生堂诸子虔诚效劳及灵子重修之宏愿所使然，方能让老衲有此机缘再次降堂和诸子结缘，并与飞鸾再次共着经篇，使世人对于因果之事能有更深切的认识也。飞鸾恭迎师尊法驾再次立堂佛光普照，实是本堂之荣幸，亦是众生之福也。弟子更高兴能蒙上天慈悲，让弟子又有机缘跟随师尊上天下第四处遨游，著作善书以警惕世人，实乃是弟子无上之光荣也。祭佛，此次若不是上天慈悲，不忍见众生一再的迷昧审论，不明自己身犯何罪业，就必须接受何种业报，而在肉体受病魔折磨之时，还口出怨言，丝薄没有忏悔之意，方在降旨著作此一圣书，活欲现行记，让世人能在有生之年的有一个善因缘的指导，知道该如何消冤解业，而以清净之体回归理天。最重要的乃是希望世人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行持大道也。飞鸾，感谢上天慈悲，只是全省圣堂林立，为何上天却将这重责大任赋予本堂呢？祭佛，此乃因尔众生堂始终抱持出志，一心一意代天宣化，尽心尽力行使着发扬鸾门之重责，加上灵子重修凭着一股浩然正气，为度众生不分你我的四处宣导，不但在电视上弘法，也在电台里布道，虽然多少有遭受排斥毁谤，但都能以磨练心性道智的心境而泰然处之。最重要的乃是他的宏愿之大，足以包罗天地，此乃是不可忽视的。因此上天方将此一圣书的著作任务交由尔众生堂担当，此一天命非轻，然而担子虽是沉重，但深信凭尔众生堂这几年来为众生为大道普化之精神，必能驾轻就熟，顺利完成的。飞鸾，看到一些修道人中途变节的情形，弟子有时会想，做人，尤其是身为一个修道人，实在不该做那些背信忘义之事，自己本身都是一个不守信义之人，又如何能度化众生呢？这样一来，岂不是在自打嘴巴吗？祭佛，非常时期，必有非常法门。一个修道人最忌讳的乃是中途变节，而上天慈悲就是怕修道之人在修行过程中经不起任何考验，这当中有以病考最为恼人，方在弘开此一法门，让尔众生堂在承接天命，著作此本善书，
而老衲亦因此的有机缘再与飞鸾你来叙旧了。飞鸾，哇，真是太感激了，想必亦是师尊之美言，本堂方能有此荣幸。再次奉旨著作《活玉现形记》一书，弟子真是又惊又喜呢。祭佛，飞鸾，为何会又惊又喜呢？飞鸾，师尊呐，在这本《活玉现形记》书中，什么是活玉现形？弟子上不明白，当然会惊恐呀。是不是要去参观人间的监狱呢？祭佛，耶，非也。如果是那样，就没有什么稀奇了。现代人物质享受过度，所谓的文明病日益增多，以致自我安慰的情形亦不少。但无论如何，世人对于自己所犯的罪业及所受的病痛，总有理由解释，而为自己找台阶下。然对受过现代医学洗礼的现代人来说，一旦患病而查出原因，大部分都有其自圆其说的一番话，但是对于查不出原因的病症，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了。飞鸾，对了，遇到查不出原因的病症，一般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是不是冲犯了什么，或说那就是因果病。祭佛，不错。其实一句因果病，只是所有查无病因的病症之统称，因无法确实解释其乃何因之故，且因患病也有其有形和无形的因素，所以大多以此来劝慰世人，使其甘于认命而承受之。向尔众生堂指导世人以行善功来消冤解业，此也是减轻病痛的一种妙法。大抵上，会来寻求仙佛解厄之人都还算是有点善根，可是因果病乃属无形，且因果又看不见，因此世人往往是不幸者居多，也因此而丧失了许多能和冤业和解的机会也。飞鸾，如此真是可惜。不过照刚才师尊所言，并有可以解释的和无法解释的，又什么是有形，什么是无形呢？弟子迷迷糊糊的搞不清楚了，敢请师尊能够详细的开示一番好吗？祭佛，谁叫你不拿出元气来聆听，才会搞迷糊了。看你精神这么差，是不是为了著书，晚上又睡不着了呢？哎，真是坏困癖呆。老秀用宝扇扇你一扇，让你清醒清醒。俺妈呢巴咪哦。飞鸾，哇，清凉极了，感觉上精神舒畅多了。师尊，还是做神仙好，不管是冬天或夏天，都不用受天气的威胁，一年四季不好像春秋两季一般的凉爽，令人好羡慕哦。祭佛，不用羡慕，你只要照着圣神仙佛的脚步而修行，正果之时，一样能不受四季所束缚的。飞鸾，是，弟子知道。祭佛，言归正题吧。
现代文明人生病时，都会说你这个病因是如何发生的，好比说有胃病的人，就说是生活紧张忙碌，饮食不正常而导致的；肥胖症的就说是运动不够，肝机能不好的则说是疲劳过度，肾脏不好的就说是饮食不均匀，肥胖或吃太甜，或纵欲过多等等所引起的来作为病因。这就是有形的。无形的乃是指明知身上有病，可是却查不出病因来，而造成此一。无形病因的有2个原因：一业力所致，2因果所致。所谓的因果，也就是自己的冤亲债主。而此2种病因又分为现世之果报及宿世遗留之果报。那主宰世人接受此一果报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要去参访的地方，也是世人难得一闻的地方。若非天时需要，若非众生堂之宏愿，若非上天慈悲，又怎会将此一秘密之地方泄露呢？非鸾师尊，那是什么地方呢？祭佛，就是我们奉旨要去参访的活狱，也就是的府复设之刑罚场所也。非鸾华，那不是要下地狱了吗？弟子不敢去。祭佛，为什么呢？非鸾，弟子上次去地狱灵游的时候，不小心打死了的府的一只黑狗，弟子赔他1500元的功德回向，万一这次去了又再发生同样的事实要怎么办呢？弟子是很怕狗的。祭佛，哦，原来如此，哈哈哈！非鸾放心吧，此次你是奉旨参访，又有老衲带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再说那地方乃是的府复设的刑场，我们是直接到达，不用进去的府的，此点你大可放心吧。非鸾，哦，这样我就放心了。可是，师尊啊，那地方既是的府复设的，为何不直接称地狱就好了，而要叫做活狱呢？听起来怪恐怖的，是否有其原因呢？祭佛，此乃因地狱之受刑者，乃是在世时作奸犯科之恶人，死后将其魂魄拘提受审；而活狱则是现世之人，在世间行使不法之勾当，被上天将其生魂拘提到活狱受苦。因此和地狱的惩罚是有所不同的，一个是处罚已死之亡魂，一个则是处罚未死之人的生魂，而有如此之分别也。非鸾，原来如此，那么那些被拘禁受苦的人，知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已被拘提到地府之活狱受刑了呢？祭佛，那只要看其身体所受之病痛折磨的情形，就可以了解了。只是世人迷昧不知罢了。今上天弘慈，大开此一活狱之门，其目的乃是要让世人在观看此书后，
能够审查自己之病因而忏悔罪业，并且行善立德，自可减轻其罪过，进而解除其受苦之情形。不过，这全要看世人之心意如何而定了。非鸾，是这样的呢。那么我们今夜是否要动身前去参访了呢？祭佛，不了。今夜时间不早了，下回再开始吧。今夜老衲只是将活狱的情形大致的谈论一下，目的乃是要让世人能知道，此本活狱现行记，乃上天慈悲怜悯世人认假为真，生活在活狱之中而不自知。须知善念天堂，恶意地狱，一切乃自招自惹，实非他人能替代。有者现世果报，有者前世恶因，种种不一，难以尽言。昔世人能明白也。可老衲回。非鸾，感谢师尊慈悲，弟子恭送师尊法驾。加02第2回末谓因果无人见，潜心佛道自安然。济公活佛降，偈曰：弘开天门度众生，千古难得大法门。活狱现行警示人，救度迷顽出苦尘。祭佛，今夜老衲再次登堂降笔，著作《活狱现行记》，此书自古以来未曾有之，真乃旷古奇书。昔此书完书出版后，能使徘徊在迷途上的众生有一个明确的修身指标，明白因果之可怕。须知种实魔因的什么果，天律森严，丝毫不差。试问自古至今放过谁人了呢？非鸾，欢迎师尊降临。此一末法时期，到魔病降之际，确实辛苦了师尊。圣道中人称您为活佛救世主，而一些旁门左道之士，即办大家乐或六合彩之神坛，亦借此机会，假借师尊之名义，专出名牌供人赌博，同时亦奉您为财神呢。祭佛，爱世人愚痴，害得老衲亦受牵连，因果来时人将自作自受的。信神信理，修道修心，老衲何时出过名牌帮助世人参加赌博的行为？相信有识之士亦明白，老衲救世救人，济苦济贫，绝不会帮助世人行使不正之勾当，否则神格已不正，又如何能称神称圣呢？昔世人能生悟之，切莫再拖老衲下水了。真所谓成名在人间，身不由己也。天律赏罚分明。去年1年中，台江地区出名牌或假借神明之神坛，遭受天谴者不计其数，有者破产，有者丧命，有者妻离子散等，种种果报不一。可是迷昧的世人，依旧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真乃是自作孽不可活也。非鸾，是呀，明知故犯是谓痴也。
听说大陆之天灾亦是如此，不知是否属实呢？祭佛，唉，真是一言难尽。总之，大清算啦。世人须明白因缘果报之可怕，不可一昧妄为而遭致天谴，否则事到临头才要后悔，亦嫌太迟了。飞鸾，可怜的师尊，这也是成名之苦咯。祭佛，都是树大招风所致也。好，开始进入正题吧。飞鸾，是昨夜师尊所说，世人在活欲受刑，有因业力者，也有因宿世因果者，这要如何解释呢？祭佛，业力者，好比此人以前犯了错，现在虽已忏悔，并且已向善道修行，上天虽不罪悔过之人，但其从前所犯之过错的业力，仍需由自身去承担。例如一面镜子弄脏了，虽不是故意的，可是你还是必须去将之擦亮，而这擦亮的过程，就是在消业。如若当时此人身上有冤业，也就是重修在为你们众生堂诸子办理与身上亡魂和解之事。冤业乃是亡魂的简称，也就是自己本身的冤亲债主，则借此机缘以磨练其心性，并为其消业。如若当时此人本身没有冤业，也就是没有亡魂附身，那么便将其生魂拘提至活欲受刑，以消除其所犯之过错的业力。如此明白吗？飞鸾，明白了。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身上所患的病痛必有其因由，而业力则是受刑的原因咯。祭佛，然也。飞鸾，那么以因果方面来说，大多数的人生病之主因乃是有冤业附在其身咯。祭佛，对了。飞鸾亦是聪明儿，如遇此因果所报之时，就必须要和解了，或者在神前许愿行善功，叩求仙佛做主和解，以行善之功德来回向，祈求亡魂能答应和解。当然，此一功德之数目必须要富足或超过，否则人甚难获得回响。尤其更必须具备一颗虔诚不二之心意，切不可存有亡魂又看不见，不知是否真有的心态，如此则诚意不足，不但无法得到亡魂的谅解，更别谈答应和解之事了。飞鸾，是呀。弟子以前看重修在替人办理与冤业和解时，都力劝善信大德们必须诚心诚意地祈求亡魂与自己和解，就知道那不是在开玩笑的了。可是，请问师尊到底在什么时机才能辨别自己的病痛是由于因果的缘故呢？祭佛，此事乃是容易分辨的，在上一回中老衲也曾经解释过了。假如你生病了，去给医生看病，可是怎么看都无效，更查不出实魔原因，若有幸能很快查出病因的，便是简单的病症了。可是，
好比说经医生检查是感冒的病因，本来是吃个药，打个针，休息1-2天便会痊愈的，但此次却不知怎么了，连这最简单的病症，吃药打针也都无法见效，甚至一拖再拖的连续了好几个星期人不见起色，或者明知自己身体有病，医生却查不出病因者，便是因果相循的现象了。那么就该赶紧行功立德来解消此因果关系，免得再受皮肉疼痛之苦也。飞鸾哦，原来如此，弟子明白了。祭佛其实上有甚多冤业相循的显象，例如生意不顺利，或婚姻不顺利，或富贵贫穷之分别等等，在都是冤业相循的显现也。飞鸾哦，就连那些事情也有牵连到因果的关系呀。祭佛，不错。三世因果一世消，世人逢此天时，能够修道悟性乃是其缘，更是一个消业力的好时机。只是所有累世所积欠的业债，仍然是必须要还人的。飞鸾，是否能请师尊再详细阐述呢？祭佛，好比你飞鸾欠亡魂100元，而你只做了50元的功德还他，却想要得到感应，又怎么能够如愿呢？还有人做了功德，却因功德不足，做不够，而无法得到感应，就怨天尤人，或怪仙佛不慈悲未能加以保佑。须知仙佛只能替你当和解人，而无法替你担待因果的。是人何不想想自己累世的冤亲债主，要在一时之间全部来还清，是一件多么不容易之事。但上天慈悲，弘开各种方便法门，只要是人有心，皇天一定不负有心人的。飞鸾，真是感谢上天慈悲。弟子再请问师尊，活狱拘拿犯过之人的生魂，大多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呢？祭佛，大致都是在夜间的府派勾魂使者前往拘提也。飞鸾，哦，那被拘提之人，此时有没有感觉呢？祭佛，那就要看被拘提之人是受什么样的刑罚而论了。飞鸾，哦，是这样呀。那么借此机缘，是否可以请师尊先看看弟子的生母廖悟成女士身体之情况及其病因呢？祭佛，好。呆老衲算来，1、2、3，有了。廖子中风乃是心脏病及高血压所引起，还有其病因与守寡之原因如下：廖子生来贫苦家，平凡嫁罗家，只因前世喜打猎，专打鸟而不归家。劝君莫打天上鸟，巢中有儿待归家。断却母子思念情，斩断夫妻恩爱家。此生生来受果报，常常孤家何滋味？幸得此生有奇缘，进入道门学仙家。了却凡尘出苦家，莫道儿女或无情。莫道自身是孤家，
此皆前世种祸根。今世方得受此刑，活欲派人常注射。心脏不适想鸟家，抬头盼归高血压。多行善功学道家，悟彻心性出苦尘。方能正道归姚家，此次中风了杀业。信赖神圣暗中佑，端赖诸子前心护。更惜料子心要轻，切莫自作烦恼因。世间烦恼总是空，手脚一破延寿家。珍惜未来多念佛，自得开悟乐逍遥。此便是料子此次中风及守寡之缘由，悉非鸾能转告料子知晓，使其能开悟而得证金刚之身也。非鸾，原来如此，感谢师尊详尽的教示，弟子定当转告廖师姐。耶妈的，相信他看了这些诗句必能明白而有所了悟也。祭佛，目前廖子之生魂业已不必入活狱受刑了，只要今后心性开朗，生物万般为自信，自度方能天度，儿孙自有儿孙福，将来仙乡自有归路也。非鸾，感谢师尊之开示。祭佛，这只是稍微提示一下，下回咱们师徒就去参观活狱之情。行吧。可。老衲在作祭言以首，祭曰：因果果谁不知？明知故犯总是痴。若论修道时未至，无常到来方恨迟。可。老衲回。非鸾，弟子恭送师尊法驾。加03第3回活狱受刑苦连连，修功积德业可谦。济公活佛降，祭曰：大道自古即不移，永恒真理莫可欺。潜心向道消业因，自得永生大道理。祭佛，诸子晚安。老衲在降堂著作活狱现行记，以警惕世人。现世之人，人心善变，就连修道人亦是如此，有时亦是真伪不辨而盲，从瞎练，实乃可悲也。非鸾，师尊晚安。感谢再次降堂著书。方才师尊所言，弟子亦有同感。现今之社会，道场林立，反而使得许多修道人喜欢追悬逐虚或标新立异，令人感叹。众生堂自创堂以来，在重修的领导及诸同修的努力耕耘之下，已稍有成就，虽不敢说是大有收获，但最起码诸同修在重修之教导及诸仙佛高真的是被普照之下，个个皆有所得。剩下的只是各位同修们自己的心性磨练而已了。唯有一事是令重修最为感慨的，就是那些喜爱谈玄说虚，或自命不凡，或自认为有得到某大师的什么无极心法，或高人一等的思想者，如若遇到此种人，重修均予以劝告或不客气的指正，因为那些看不到的无形事物，只能凭着个人的心灵去感觉，却不能将它用在现实界。
在有形的现象社会中，唯有伦理道德才是最真实的东西。也因如此，这些年来重修所遭受的反击毁谤亦不少，实令弟子也感到世道炎凉，人心可悲也。即佛爱，个人因缘不同，虽说人人佛性平等，但经过这不知几千万年的不停轮转，在平等的佛性亦会有可度与不可度之分，所以佛家方会有佛法虽广，难度无缘之人的说法。只因上天慈悲，为度化众生而普降大道，有缘者自能早早攀登这条大道之路的。只要能诚心向道，自可了脱生死。不过老衲亦要顺此机缘奉劝重修，个人因缘不同，切莫老王卖瓜卖过了火，因而反遭同道排斥就不妙了。非鸾，可是这也是出自重修的一片心意，总希望把人类的思想由邪思、不正定、不正见、不正业、不正精进、不正思维、不正语、不正命、不正念等种种不好的习性，导引入正确的观念中，便大家都能不用再受轮回转世、颠沛流离之苦啊。即佛，此虽是重修的一片真诚好意，可是又有谁能真正的了解与感受呢？不过老衲倒是替众生堂诸贤生感到幸运，因重修的正确思想引导，诸子方能有如今之成就。老衲亦借此机缘告诉众生诸子，能得名师在旁指正一切，实乃不知几世修来之福报。若诸子是真修士的话，就应该会明白老衲今日所言，莫要再有不知珍惜、不敬师长的话语说出，否则即枉费了自己当初入众生之门求众生知道的苦心了。非鸾，师尊啊，这是不是您在夸奖的话呢？即佛，绝对不是夸奖的话，是真实的。只因重修是承领大天命而下凡的，虽然有时候是比较专制一点，可是这也是为天命而专制。或许是太过刚硬专制了，才使得某些人在一时之间难以适应。不过老衲倒是希望众生诸子有时候亦应换个角度，站在重修的立场好好的审思一番，自然能够体会重修所承受的压力，进而进入重修的内心去了解自己所不了解的一切，则不难发觉重修一直有魄力、有思想的为大道、为众生道业所付出的心力也。非鸾，感谢师尊的金言良语。其实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越来越疏远，都是缺少相互沟通与了解之故，也是因为人们大多只顾自己，而不愿去了解别人的缘故，才会使得社会越来越没有人情味，而导致人心亦日趋腐败了。即佛说的也是，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走吧。飞鸾上莲台。飞鸾，是。弟子遵命。师尊啊。
这莲台似乎又多了几片莲花了，越来越有成就感了耶。祭佛，这是你自莲花佛国游记后这几年来辛苦的代价，也是你心性开悟的成果。好，闭眼起，到了，飞鸾下莲台。飞鸾只听到耳中一片呼呼声，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乌黑的一片呢？师尊，您不要离开我，弟子会害怕的。祭佛，不用怕，此乃地狱里的第4层，活狱，乃专门惩罚活人的方。世人原本以为死后之报应无人的见，却不知有者生为亡即矣。在此受前世之报，或现世之苦了。飞鸾，哦，原来如此。咦，前面比较亮些了，好像有一队人马来了。按此乃边走边谈。玉官参见祭佛，欢迎活佛莅临的府活狱，下官等早已接获谕旨，知这祭佛奉旨将带领人间镇鸾灵游著书了，此次真乃上天慈悲。本狱从未对外公开过，这次若不是天时紧急，人心险恶，世人对自己本身之病痛或业力所致的一切灾厄，不思反省己过，还一昧的怨天尤人，若不是老母慈悯，不忍缘而受苦受难流浪生死的话，相信本狱是不会公诸于世的。祭佛，狱官客气了，飞鸾快上前拜见狱官。飞鸾，是。弟子乃南天直辖台中众生堂镇鸾罗飞鸾，叩见狱官及列位圣真。狱官，飞鸾免礼，快起来，此次尔众生堂能应天命再担负此一重任，乃是贵堂上下多年来的努力，即将大道真理普化于世，始终如一的真心所感召，来请祭佛与飞鸾入城内休息吧。祭佛，时间有限，就直接的领飞鸾到活狱受刑之处，以了解实况而传真吧。老衲在贵办公室即可。狱官，是。下官遵命。飞鸾，请随吾来吧。飞鸾，是。谢谢狱官。哇，耳中已听到很多的惨叫声了。请问狱官，在此受刑之人，是否都是其本人仍然活在世上，而不是已死之人呢？遵走边问。狱官，对。此狱仅居其生魂前来受罪，而其肉体即会产生在受刑之处的疼痛，因此奉劝世人当知病痛之原因，以去恶从善，并多行善功以消业力。到了，此处便是活狱所在了。飞鸾，哇，好可怕哦！此一生魂躺在一台上，胃部有10块重压，也有被刀插着，这是什么原因呢？狱官，此乃是一些在世之人，有则喜欢以下犯上，不敬父母尊长，对长辈说话未能恭谨，在言语方面过于相冲，才会受此苦刑。
世人总认为胃痛或胃不舒服，乃是因为紧张过度，或饮食不正常，或因工作作欲过多所引起之症状，殊不知那些都是有形的，如能好好调养，是可以医好的。可是，在无形方面来说，则是因其身魂被拘提至此受刑罚之故。若世人不从言行态度方面着手改进的话，任凭汝世间医学如何发达，还是医不好的。因此，无惜世人如有犯上述过错者，能速速改进，方免其身魂一直在此受苦而消耗自己的精气神也。飞鸾，看他们在那里痛苦哀嚎的样子，真是可怜。弟子可不可访问这些生魂呢？狱官，活狱的设立乃是在惩罚现世之人，因此对于其身份有必要加以保密，况且我们只是要能知其病痛的原因，以警惕世人不要犯同样的过错即可，所以不必访问其生魂。飞鸾，原来如此，这边有一些人被倒吊着，好像极度痛苦的样子。请问狱官，这又是何原因呢？狱官，此乃受倒吊之苦，这些人正面临着高血压的冲击，此乃因思想不正，有福未能习福，或喜谈别人是非等等，皆会受此刑罚之苦。飞鸾，那么这些生魂被拘到此受苦后又押回去，这段期间内，阳世之人有的用药物拼命控制，有的由医生急效，可是为何有的会活过来，有的却死亡呢？狱官，活狱之目的乃是惩罚而已，因此勾其生魂前来受苦有一定的时间，有则10分钟，有则半小时，有则1小时，也有念4小时受苦者，皆因其罪业大小不一而时间也不相同，但大都不致身亡。如系急救无效者，则非本欲拘其生魂，乃是其寿命该终而被带往他处。本处勾生魂是使其受苦，而不会使其送命。因此，在发病时，其家属若能速速发善愿，即可改善现状，缩短其受苦的时间。如果善功足够，则不会再勾其生魂前来受苦也。飞鸾，原来如此，弟子明白了。此一台上之人，心上皆被刀插着，而受苦之人也在那儿呻吟，好可怜哦。请问狱官，他们在阳世的肉体所患的是何种病痛呢？继佛，此乃心脏病的处罚，使其受利刃之痛苦，在世之肉体则会喘气难挨，受苦不断。其病因乃是心术不正，喜算计他人，谋得别人之财物，有则是前世，有则是现世之行为，因此希世人明白，善恶到头终有报，切莫心存侥幸也。飞鸾，可是那心脏病也有突发性的，那又怎么说呢？狱官，这和高血压之症状有点大同小异，乃因其罪业大小而分别。
惩罚其过也。非鸾，哦，弟子明白了，感谢玉官详尽的解释。祭佛，好了，时间不早了，非鸾我们该回堂了。非鸾，华，吓我一跳，师尊什么时候来的？弟子怎么都不知道呢？玉官，此即是来无影，去无踪，只要非鸾你好好的修持，有朝一日亦可如此的呀。祭佛，哈哈哈！非鸾，谢过玉官，快上莲台。非鸾，是，感谢玉官明示，弟子就此告辞了，下次再前来拜访。玉官，不必客气。恭送祭佛启程。祭佛，谢谢。起，众生堂已到，非鸾下莲台魂魄归体，老衲走了。非鸾，感谢师尊，弟子恭送师尊法驾。加04第4回例行善功消业因，可免身心受熬煎。济公活佛降，偈曰：莫道善恶无人见，活欲现行苦连天。多行善功消宿愁，现实社会免苦练。祭佛，活欲现行记之问世，乃是上天慈悲，不忍众生作恶审轮，特将此一机关公诸于世。受苦者有者是今世之行为乖僻所致，有者是前世之恶因所使然，使其在现世之肉体遭受果报。因此，若身体常有病痛之人，应该时常反省为何别人之生活快乐，身体健康，还能够四处游玩，而自己本身却是病魔缠身，一生离不开病床或药物的治疗。似此情形，则要反省忏悔自己之业障，切莫再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或指神骂佛，怨天不公，怨的不平，否则只会加重自身之业过而已也。非鸾，欢迎师尊降堂，每次师尊之训示，皆是警化人心之良言，足可让世人谨慎自己之言行，实是给予世人当头棒喝也。祭佛，非鸾，别捧老衲了。想尔众生堂之灵大师，不也是一样的？在台江地区广布真理，散播法语，还有电台的弘法也即将全省联播了。更有许下宏愿将来进军海外宣道弘法，此善愿上天已登记在案，亦已在准备配合之中。要知道重修所担负的弘法之天命，上天非常的器重，所以在其弘法之时，均有3界高僧随时护持，其音质音量之特殊，乃是上天特别眷顾之赋予，以展其长才。昔贵堂诸子珍惜，也惜重修末要有倦怠之心，更莫因此而有了傲慢自满之心。须知，就是因为众生迷昧，才需要度化。也借此机缘，将上天所托付之重责大任莫畏，艰辛的完成。有任何艰险苦难，上天均会派仙佛暗中护持协助也。非鸾，
哎呀，师尊，怎么您也称重修为灵大师了呢？岂不是要折他的福吗？他会吓坏的，师尊如此的称呼，重修会担当不起的。祭佛，这是事实，有什么担当不起的？只是老衲开玩笑，顺口而称，不要太在意。飞鸾，还好是师尊开玩笑的，否则让仙佛如此尊称，是会宠坏一个人的心性呢。不过师尊所说的，正是重修的心愿。的确，在几年前，重修虽然经常帮助有堂，但在宣化方面，除了电视与电台的弘法外，一切在外之弘法或有堂的邀请，重修都婉转的推辞了。可是自去年起，重修或许略有所悟吧，深知自己之使命乃是以弘法为主之普化，因此对外之大型弘法或有堂之邀请，即不再坚持或借口推辞了。目前本堂也有河南北多间圣堂互相以宣讲作为交流联谊，而重修如今南北奔波的宣化弘扬真理，实在也很辛苦，可是他却忙得不亦乐乎呢。祭佛，俗语说人有善愿，天必从之，何况是弘法利生，上天更是支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重修之努力必能有另一番的突破的。飞鸾，飞鸾，感谢师尊的祝福。若论无形的功果方面，其实是看不见的成就，但若论有形的方面，重修之弘法工作早已受到大众所肯定，更受到政府的嘉奖。像今年初他就因宣道有功，蒙台湾省主席召见嘉奖，而且此项